嗯，玄月妹妹，你来了。林峰哥哥，让你久等了。没有，我也是刚到。我10天前迈入了炼气2重境，治疗武魂变得更强了。这次，我应该可以把你体内的妖狼毒全部化解。真的吗？嗯，如此，便有劳林峰哥哥了。玄月妹妹，好了。我体内的妖毒全被你解掉了。嗯，不仅如此，那爪痕也被我修复，没有留下一点疤痕。真的吗？那是自然，有我在，以后你再也不用担心受伤了。谢谢你，林峰哥哥。你是我的未婚妻，我帮你不是理所应当吗？林峰哥哥，我们的婚书你带来了吗？带来了。嗯，学月妹妹，你为何突然叫我带上婚书？是伯父准备让我们完婚了吗？完婚？学月妹妹，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明白吗？没有了婚书，你我的婚约自然也就作废了。婚约作废？你不是说要一生一世和我在一起吗？一生一世，你已经年过16，却还只是炼气2重境，而我已是真武8重境的修士。你我注定是2个世界的人。我澹台玄月未来的夫君，必须是力压一方的雄主。你行吗？你以前都是骗我的，如今你的妖毒已解，我没有利用价值了，是吗？你清醒点吧。如今你林氏从云山城第1氏族，已沦为不入流的氏族，被挤出云山城，只能苟居于这龙山镇。而我澹台玄月觉醒了天阶8品的冰皇武魂，我的目标是翱翔9天，成为天地间最强的女人。你呢？你只觉醒了最低级的黄阶6品治疗性武魂，你这点资质也配得上我？这是一瓶凝气丹，算是这几年来你为我拔毒的酬劳。从此你我两不相欠，恩断义绝。真是个傻丫头。澹台青莲，你倒是好记性。你来干什么？我自然是来为月儿善后。善后？看来你还不知道月儿为何要毁去你们的婚约。不就是他认为我配不上他吗？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青龙王朝镇南王3世子秦红看上了月儿，只要月儿嫁入镇南王府，她就可以和3世子一起拜入雷神宫，攀上登天之门。而要嫁入王府的她，人生中又岂能留有污点？污点？哼，你便是月儿人生当中的污点。只要月儿拜入了雷神宫，就有机会踏上神路。我澹台氏也将蒙受福荫，我岂能留你于世？
这是哪里？我死了吗？好恐怖的眼瞳，里面似乎蕴含着一个宇宙乾坤。这男子怎么长得和我一模一样？林峰学长，自从我们将这颗古神之眸从深渊当中挖掘出来后，就一直无法利用里面的能量。你这套系统真的能和古神之眸契合，将它化为智能机器人的一部分吗？当然可以，我可是最顶级的能量机器人研发者。斗龙不死，大道不止。主人，我是超级智能机器人小雨。你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个？不错，主人，您来自星际大陆。我刚才看到的画面是我的记忆。这颗什么神眸是我从星际大陆深渊挖掘而出的。这颗祖龙之眸所蕴含的能量法则远远超过了普通神眸。您只需以心神融入祖龙之眸内，就可沟通当中的祖龙之力，化为己用。我可以将这祖龙之力化为己用。主人还可以直接掌控祖龙之眸，使之化为您的第三只眼睛。我试试看。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吗？祖龙炼体诀，以真龙之气淬炼体魄，铸就祖龙霸体；以真龙之气开辟365个窍穴，化为气海。若修炼大成，可手撕星河，力碎乾坤。青龙王朝的先祖凭借一身青蛟血脉，就建立了一个偌大的王朝。澹台玄月就是因为搭上了青龙王朝镇南王三世子，才撕毁婚约弃我而去。若我将祖龙炼体诀修炼至大成，是否能比肩该族先祖？谁敢如此践踏我？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成为武道强者。我真的能将祖龙之气化为己有，以我心神为引，祖龙之眸起！我居然可以看到千米高空的事物，这是怎么回事？我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这是因为祖龙之眸太过强大，以主人现在的灵魂力，还无法持久掌控。主人可以先提升实力，以后自然可以完全掌控祖龙之眸。那么，我就开始修炼这祖龙炼体诀吧。啊，我在家里，这不是梦。澹台玄月，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为今日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从今天开始，我只为自己而活。以心神为引，凝祖龙之气，淬我体魄。哥，你醒了，太好了！是谁伤的你？小鱼，你不必担心，这个仇哥自己会报。从此以后，哥哥一定会努力修炼，争取成为武道强者，这样就没有人敢看不起我们兄妹了。哥，
这是我给你熬制的汤药，你喝下它就可以恢复元气了。好浓郁的药气。小鱼，你这灵药是怎么来的？是我卖了爷爷给我的养魂木牌，找凌琛哥哥换来的。养魂木牌？你从小灵魂就有伤，这养魂木牌是爷爷送给你用来喂养灵魂的。你将它卖了以后，怎么壮大魂魄、修复灵魂呢？因为当时哥哥昏迷不醒，普通药石无用，我去库房求药，他们也只肯给普通的灵药。恰好凌琛哥哥在，他说可以帮我寻来灵药给你治伤，我就将养魂木牌给了他。哥，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只要能治好你，莫说是卖了养魂木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小鱼也愿意。爹爹已经不在了，爷爷也重伤闭关，小鱼不想再失去哥哥。唉，傻丫头，哥没有生你的气，只是养魂木牌对你来说太重要了。哥，养魂木牌没有了，以后还可以再找，我只要你好好的。傻丫头，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林小鱼，给我出来！呵呵，林峰，你妹妹收了我一株360年的灵参为聘礼，我今天来便是要接她入我贾府为妾。从今天开始，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呢。什么？聘礼？这灵参明明是我用养魂木牌和凌琛哥哥换的，凌琛哥哥，这是怎么回事？小鱼妹妹，当初你一心想要救醒林风碧，我也没来得及和你说，我的灵参已经没有了。这颗灵参是青侯兄，只是他当初提出要求，你只要嫁给他，灵参便是你的。你看，这养魂木牌我都给你带来了呢。主人，这凌琛在骗你。你说凌琛在骗我？主人，您看。贾青侯的姐姐嫁给了神武大将军欧阳怀山的儿子，如今我设计为贾青侯拿下了林小玉，以后我就可以借助他们的关系，直接进入青龙学院了。只要进入里，我便可以一飞冲天，还可以加入神武军，封侯拜将。可恶！凌琛好歹也是我林氏族兄，他居然为了进入青龙学院而设计坑害小鱼。主人，您听。这林小鱼以前对我冷若冰霜，如今小爷仅仅是用了一株灵参，就让他成为了我的人。我今天晚上非得好好调教他不可。这家伙！林峰，你妹妹嫁给我后，我一定会好好对她。哥，我没有答应要嫁他，我没有。小鱼放心，有哥哥在，没有人可以欺负你。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和林琛勾结，诱导我妹妹收下你的灵参，好强行娶她。你还问我干什么？你真以为我们兄妹好欺负吗？哎，林峰，青侯将灵参交给小玉也是一片好意，你怎么能说我和他诓骗小玉呢？好意？林琛，小鱼尊你一声哥哥，可你为了让贾青侯的姐姐举荐你进入青龙学院，不惜诓骗小鱼，让她嫁入贾府。你如此阴险狡诈，简直不配为人！你血口喷人！你和贾青侯来往的书信就在你的枕头内，你可敢随我去你卧室搜一搜？你怎么知道？说那么多干什么？你收了我家公子的聘礼，你妹妹就得加入我贾府为奴为婢。你别给脸不要脸，再多废话，老子可就要直接抢人了。小玉嫁给青侯以后，也能享尽荣华富贵，就算是你，也有机会进入青龙学院。如此美事，你又何必拒绝呢？林琛，你要巴结贾青侯，你可以将你妹妹嫁给他呀。我绝不会拿我妹妹去做交易。在我眼中，小鱼生而高贵，贾青侯想娶小鱼还不够资格。看在你是林氏子弟的份上，留下小鱼的养魂木牌，给我滚！否则，休怪我林峰不客气。你以为这件事情轮得到你做主吗？不管你们愿不愿意，我爷爷都会将小玉许给青侯。我们林氏可是早就想和贾氏联姻了。哥，我不要嫁。你放心，有我在，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嫁人。
你放心，有我在，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嫁人。不知好歹，给脸不要脸！小薇，废了林峰。是。林峰，今天小爷便让你知道顶撞我家青侯公子的下场。不知武魂，太古青妍希，出来吧！贾小薇已经是炼气6重境修士，这太古青妍希更是黄阶9品级别的武魂，力大无穷，能使他发挥出接近4900斤的战力。林峰这个废物只有炼气2重境，他的战力最多只有2000斤。贾小薇一招就可以将林峰废了。受死吧，西流撼山计！好吗？主人，你刚才启动祖龙之矛时，双眸吸收了龙眸之力，使得您的眼睛发生了蜕变。这龙眸之力可以助您看破虚妄，推演分析对手的攻击。这林峰傻了吗？怎么连躲都不知道躲？他估计是被吓傻了吧。林峰不是只有炼气2重的境界，真气外放，他这气势明显达到了真武境了。这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什么宝物吧。林峰的父亲林长生当年可是名震青龙王朝的第1天骄，他多少也有些宝物啊。宝物？太古青妍希不过如此。林峰，你以为就你有宝物吗？你我战绩，西流碎山，青岩分天。这次应该可以拿下林峰了。天阶宝印，那又如何？引我祖龙之气，祖龙霸体拳！青岩掌，绝不会让你们带走小鱼！好恐怖的拳法，仅仅是爆发出的拳劲就堪比真武境3重境修士了。林峰怎么变得如此强大了？公子，林峰，你伤了我家公子，我贾氏不会放过你的。刚才我已经给了你们机会，莫说贾氏，哪怕是神子敢欺凌我林峰的妹妹，我林峰就算是抛头颅洒热血，也当让其付出代价。好一个林峰，你给我等着！贾青侯也不敌林峰，你想干什么？交出小鱼的养魂木牌，给他磕头道歉。你别太过分了，我可是林氏族长之孙。你与外人勾结，谋害我妹妹，没有对你下手以示仁慈。你若觉得过分，那么我便过分给你看。我道歉，我道歉。小玉妹妹，都是林琛哥哥的错，还请你原谅我。你走吧，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好，我马上就走。风，居然敢羞辱本公子，我一定要让你百倍奉还。想要报仇吗？林琛的爷爷林九言是灵武9重境的强者，可以凝气化形。我才修炼出祖龙霸体，还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何况还有一个贾氏，我得想办法尽快提升实力才是。主人无需担忧。你是有什么办法吗？主人，小雨这些年吸收了大量的祖龙之气，
已经蜕变为可修炼型超级智能机器人。目前小雨的修为对应着人族修士059重的境界。什么？人族修士的境界分为淬体境、炼气境、真武境、灵武境、天武境。天武境之上，还有5个更高的境界。我云山城的顶级强者也只是天武境，你居然已经可比天武境了。是的，主人。除此外，小雨还拥有超级大脑，可以在0.01秒的时间内分解计算出敌人的破绽。不仅如此，小雨这些年融合了许多祖龙之谋的碎片，掌控了大量的武道知识，像是武学神通、丹药知识、阵法知识、炼气知识。祖龙吟、祖龙擎天指、祖龙踏天步，好强大的功法，每一个都达到了神级啊！若将这些功法修炼至大成，何愁不能踏上武道之巅，保护亲人？主人只要彻底掌控了祖龙之谋，自可睥睨天下。不过，以我现在的修为，还很难持续掌控祖龙之谋。你将是我此时最大的底牌，也不可轻易动用。我得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行。主人说的对。哥，嗯，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厉害了呢？小鱼，哥哥今天觉醒了血脉神力，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我们了。这是养魂木牌，你可要收好了。哥，你真的觉醒了血脉神力？嗯，太好了！觉醒血脉神力后，哥哥就是战斗型的武者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小觑你。可惜小鱼天生灵魂有伤，无法凝气修行。主人，你妹妹并非灵魂有伤。小鱼脑海中怎么有2个灵魂？你以心神融入超脑内，略微感应便可知晓。好，这上面能感觉到小鱼的气息，这个灵魂也有小鱼的气息，却又好像是另一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小雨，进行数据解析。是。主人，根据超脑解析，林小鱼一身双魂，疑似大能转世。大能转世？主人您看，这是祖龙大世界的一些信息。传说一些实力惊人的大能转世重修，会形成一身双魂的现象。这气息弱的灵魂是林小鱼今生之魂，如白纸一张；被封印的乃是前世之魂，蕴含着前世的神力和记忆。一旦封印破开，前世之魂觉醒，您妹妹将继承前世的神力和记忆。当然，她那前世之魂也可能会吞噬今生之魂，主导着这具躯体。那她还是我妹妹吗？理论上来说是她，却也是另外一个人。强您妹妹那前世之魂的气息，似乎随时有可能觉醒。也就是说，您妹妹的灵魂随时都有可能被前世之魂融合。不，我绝不能让小鱼被前世之魂融合。哥，你为什么这么盯着我呀？没事，哥只是在想，这些年委屈你了。可惜我不能修炼，不然我就可以和哥哥一起对付坏人了。傻丫头，对付坏人有哥哥就可以了。要是爹爹在就好了。爹爹在，谁敢欺负我们？哥，我想爹爹呢。你放心，哥哥一定会找到爹爹的。主人，小鱼并非不可修炼，它体内也有潜藏的血脉。不过根据小鱼检测，小鱼的血脉与主人的不一样，她似乎并不是您的亲妹妹。不错，小鱼并不是我的亲妹妹，她是我父亲从古晋地带出来的义女。但我6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所以我对小鱼的身世也了解不多。原来如此啊！这里有篇《太上炼神诀》，只要小鱼小姐修炼此法，就可以壮大灵魂。如此一来，不仅可以激发血脉，还能防止灵魂被前世之魂融合。不过，修炼太上炼神诀需要大量的天地灵粹。先把太上炼神诀给小鱼修炼吧。小鱼，哥这里有篇功法，你只要用心修行，就可以壮大神魂，踏上修炼之路。以星辰为引，以天地为炉，凝万物之精，聚神魂之识。哥，你怎么会有如此玄妙的功法？这是爹爹留给我的。傻丫头，你快去修炼吧，只要壮大了神魂，你就能以心凝气了。哥，我一定会努力修炼的。
这太上猎神诀果然逆天，我才修炼1晚，灵魂之力就增加了30%。不过附近的天地精气太稀薄了，远远不如那些天地灵碎所蕴含的精气多。看来我得去天南商会一趟了。小雨，给我整理几部低级功法。是，主人。没有更低级的功法了吗？主人，小雨在祖龙之眸内获得的功法，最低级的也是灵阶。最低级的也是灵阶。在我古神大陆，功法分为黄阶、玄阶、地阶、天阶、灵阶、王阶、皇阶。灵阶功法已经足以让一个氏族雄霸一方。也罢，灵阶就灵阶，总比拿出王阶功法去卖好。龙山镇位于藏龙山脉边缘，每天都有许多前往藏龙山脉寻找灵粹的修士驻留。那些进入藏龙山脉的修士也会将自己寻得的灵粹和宝物来天南商会贩卖，希望我能在里面寻得高级灵药。这位公子，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吗？我有部天阶武学，想要置换一些灵粹，不知你们天南商会是否愿意置换？天阶武学，公子，请先入贵宾室等候。小林，快去通知林总管。这是哪家公子？我看他好像是林氏的公子林峰。林峰，他们林氏早就落魄，如今连一株千年灵粹都买不起，也算什么贵宾？是啊，居然还让林总管来接待。小雅她不是傻了吧？嘘，我刚才听说了，这林峰是要来卖一部天阶武学。天阶武学，这种级别的武学，普通氏族都求而不得，放在我龙山镇，足以让各大氏族疯狂争夺了。这林峰居然要贩卖这种高级武学，真是个败家子。林氏要完了。不愧为天南商会，就连茶叶当中都带着灵气。这林峰是林氏上一任族长之孙，他今天拿天阶武学来置换药材，想来是为了提升修为。只是他这天阶武学是从何而来？入属于林氏一族，我们天南商会买了只会引来麻烦。林公子，奴家冒昧问一句，您要置换的天阶武学是属于林氏，还是您个人所有？这武学是我父亲在外历练时所得，所以属于我个人。只要这武学属于林公子，我们天南商会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林公子，这就是我们天南商会的总管林老。林峰见过林老。林公子无需多礼，不知您可否先将武学给老夫僭阅？自然没有问题。潮汐化冰诀，气如潮汐，冰封山河。这武学，莫非是这林峰拿普通功法来冒充天阶武学？妙，真妙啊！妙。林公子，这武学似乎不止天阶级别呀。难道这是灵阶武学？不错，这正是货真价实的灵阶武学。这部潮汐化冰诀的确非林氏所有，想来是你父亲所有吧？林老不愧为天南商会总管，慧眼如炬。这部功法正是我父亲所留。哈哈哈！老夫好歹也是天武境修士，这点见识自然还是有的。不过这潮汐化冰诀还少了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却不知那部分内容可在林公子的身上？自然在我身上。不过林老想要继续观阅，却得看你们诚意如何了。若是你们出不了价，也就没有继续观阅的必要了。
没想到林峰小友年纪轻轻，却如此小心谨慎。既然如此，老夫也就不浪费口舌了。这灵阶武学极为稀罕，可以卖100万灵石。若将这武学以寄卖的方式，在我天南商会进行拍卖，甚至可以卖到200万乃至是300万灵石的价格。只是我天南商会将抽取2成佣金，不知林公子要以哪种方式进行合作？我现在急缺灵石购买灵药，却是等不及拍卖了。若您急需灵石，又不愿以100万灵石卖给我天南商会，老夫倒是能以私人身份，用150万灵石买下您的潮汐化冰诀，却不知您意下如何呀？好，不过我得外加一个条件。林公子，请说。我要你为我寻来10种300年以上的灵萃，这些药材我都会按市价购买，分别是天魂草、月华果、凝魂枝。天魂草和月华果，我天南商会倒是有。至于凝魂枝，商会刚收来的那株800年的凝魂枝，我已经将之送给了冰鸾郡主。想来这林峰也不一定就非要凝魂枝不可。灵朗脑电波连接。 800年的凝魂枝，一株800年的凝魂枝所蕴含的天地精粹，堪比数十株300年的普通灵萃。若我能得到这株凝魂枝，银魂力必将大增，那时我也就可以修炼祖龙吟了。我一定要获得这株凝魂枝。林公子，您说的这些药材，我们有8种，不过那凝魂枝和七星碧螺花，我天南商会暂时没有。您看这2种灵药是否能够缓些时日，等老夫筹齐了，再为林公子送。林老，你们才获得了一株800年的凝魂枝，怎么就说已经没有了呢？莫非是林老嫌我这潮汐化冰诀等级太低，未能打动您的心？若是如此，林峰告辞。林公子，且慢！他怎么知道我天南商会刚收了一株800年的凝魂枝？难道是小野们提前透露的消息？林老，你可是想好了？我灵氏一族拥有水灵体，掌控着水之灵力。若是修炼这潮汐化冰诀，便可使水灵之力进化为寒冰之力，从而使得战力倍增。这对我整个灵氏一族而言都是个大机缘。这潮汐化冰诀，我一定要获得。只是瞧着林峰的样子，他对凝魂之势在必得。偏偏冰鸾郡主也急需凝魂之。冰鸾郡主年过18，却一直未能觉醒血脉武魂。他此番打算服用凝魂之，增加灵魂力，借助强大的魂力激发血脉。这凝魂之既然已经送给了他，也就无法收回来了。冰鸾郡主无法觉醒血脉武魂。主人，小雨数据库内有一篇功法，可以助人精炼血脉，觉醒武魂。如此甚好。林老，我知道你将凝魂之送给了一个贵族女子，好让她凝聚血脉武魂。只是她那种粗浅的凝聚之法，根本无法觉醒武魂。你怎么知道此事？我是如何知道此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父亲给我留下了觉醒武魂的秘术。只要你让冰鸾郡主将凝魂之让给我，我便可以拿着秘术和它交换。同时，这潮汐化冰诀我也可以卖给你，不然我只能去其他商会寻找买家了。这家伙居然连郡主的名字都知道。若他真有凝聚武魂的秘术，我将之引荐给郡主，倒是大功一件。林公子，你当真有凝聚武魂的秘术？自然有。好，我这便带你去见冰鸾郡主。不过，你若是没有凝聚武魂的秘术，你得罪的不仅是老夫，冰鸾郡主一旦迁怒下来，只怕你整个林氏都要倾覆。你可明白？我明白。好，老夫这就带你去见冰鸾郡主。有劳林老带路，请。你说你有上古秘术，可助我凝聚武魂？我既然敢来，自然有把握帮助郡主凝聚武魂。
你既然如此有自信，本郡主姑且听你说说。若你敢糊弄我，我将把你扔到藏龙山脉，为大地鸣龙。郡主母亲乃是青龙王朝九公主，拥有青龙血脉；父亲是安国王三子，拥有冰鸾血脉。这两种都是名震上古的血脉，若得一种，都可觉醒强大的武魂。可郡主同时拥有两种血脉，两种血脉相互克制，反而使得血脉之气被压制，故而未能觉醒武魂。这小子居然把郡主的身世都打听清楚了。郡主这些年一直在寻找觉醒武魂的办法，如服用骨胶真血、冰鸾真血等等，只是各种办法都徒劳无功，反而伤了你的经脉。就在3个月前，郡主获得了一个古法，便是提升灵魂之力，以魂力凝聚血脉之气。这本是一个好办法，可惜哪怕你灵魂再强，也无法解决两种血脉相冲的结果。就算你最后激发了血脉之力，也只会让两种血脉在你体内相冲，伤及经脉。一个不好，重则郡主会香消玉殒，轻则经脉分断，成为一个活死人。你怎么知道这些？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为你解决这些麻烦。你真有办法？我若没有办法，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你有什么条件？首先，我将给郡主上半部凝聚武魂的功法，给郡主试试效果。当然，作为报酬，郡主得先将那株800年的凝魂枝给我。等郡主觉得我给的功法可行后，郡主再用相应的条件交换凝聚武魂的秘术，你看如何？好，凝魂枝我可以给你，只是若你敢糊弄我，后果自负。我白冰鸾可不是心慈手软之辈。我要的东西呢？纸墨笔砚。郡主以为这功法如何？这功法已经远超灵阶，应该达到了王阶级别。那么郡主认为它是否值那株800年的凝魂枝？自然值，莫说1株，便是100株凝魂枝都没有它珍贵。我也不欺你，这部功法我以高于市价60%的价格购买，并且我白冰鸾将欠你一个人情，你看如何？郡主豪爽。林老，你且好好招待林公子，我要试试这功法的效果。是，林公子，请。接下来该修炼武技了，只是我该修炼什么武学呢？主人，灵魂力大增，首选修炼的功法为祖龙吟、祖龙擎天指、祖龙之六合八荒掌。那么就先修炼这些功法吧。主人只需要以心神沉入超脑内，就可以解析出各种武学的精髓奥义。解析祖龙吟。祖龙吟解析成功，龙吟展示开始。来人，郡主有何事吩咐？去打探林峰的身世。回郡主，在1个时辰前，老夫已经收集到了林峰的底细。你有心了，等回了王都，我便让父亲多多提携你林氏的子弟。多谢郡主。原来他是林长生之子，怪不得有如此精妙的凝血秘术。林长生是我青龙王朝第1天骄，于乾隆榜打破了前人的战绩。不仅如此，林长生于3大王朝天骄战当中脱颖而出，位列金龙榜第2，
拜入了雷神宫。传说他本来应该是金龙榜第一，只因被人算计，才屈居于第二。只是不知为何，林长生脱离了雷神宫，于10年前身陷禁地，就此失踪。没有想到，林长生居然给他儿子林峰留下了如此秘书。林长生的确是个人物，可是6年过去，他还是了无音讯，应该已是凶多吉少了。林长生乃天纵奇才，的确让人惋惜。那澹台氏又是怎么回事？澹台玄月之父澹台银虹乃是林长生的故交。当年林长生如日中天，澹台银虹便将女儿许给了林峰，定下了婚约。不过在1个月前，澹台玄月搭上了镇南王三世子秦红，所以想要毁了婚约，嫁入王府。我看这澹台玄月以后多半是要后悔了。这林峰无论是资质还是智慧，都绝非秦红那小子可比。林峰掌控了他父亲留下的秘术，的确潜力无限。走，去林府。我倒是很想看看林峰有什么办法助我凝聚武魂。此时已近黄昏，我也该回府了。林九言，林峰怎么还没有带来？万山兄莫急，老夫已经派人去找林峰这小兔崽子了，想必过一会儿就该来了。过一会儿，林九言，你可别给老夫耍花样！林峰这小子出手伤了我家青豪，今天你们必须给老夫一个交代。林峰这畜生如此混账，就算万山兄不说，老夫也不会放过他。我们林氏与贾氏素来交好，何必为了一个庶子伤了和气？爷爷，我不仅要废了林峰，我还要他妹妹林小鱼。没问题，一切由爷爷为你做主。那个小丫头，你们可带来了？爷爷，林小鱼已经带来了，只是那林峰不知去向。林小鱼，你来的正好。你收了贾氏的聘礼，却又临时反悔，还与林峰行凶，伤了贾金侯，破坏我林氏和贾氏的情谊，实在罪不可恕。不过贾氏心善，只要你嫁给贾金侯，贾氏便将对你既往不咎。你可愿意嫁入贾府？不，族长，我没有收贾氏的聘礼，是他们合伙骗我。你收下了青侯的灵身，却不认账，你想置我林氏于何地？你哥哥还打伤了青侯，你若不嫁给青侯，就等着贾氏废了你哥哥吧。林小鱼，无需多说，今天你就嫁入贾府吧。不，我不要嫁给贾青侯。林小鱼，你并不是林氏血脉，我林氏却养了你15年，你不知恩图报也就罢了，难道你还想因为你的过错挑起林氏和贾氏的族战吗？今天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嫁入贾府。好一个愿不愿意都得嫁入贾府，只是我林峰尚在，谁敢欺负我妹妹？爷爷，是林峰！你这小畜生终于来了吗？林峰，还不滚过来给贾公子赔罪！赔罪？哥，别怕，只要哥哥在，没有人可以欺负你。哥哥的性格似乎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林峰，这里都是灵武境的强者，抬手间就可以碾压你，你还不跪下给青侯兄赔礼道歉？你是当狗当上瘾了是吗？
你居然打我！打的就是你！今天我若是不给你点教训，我如何对得起我父亲？放肆！大力神元掌！五龙青天指！指如真龙，力大无穷。这难道是林长生给这兔崽子留下的高阶武学？如此武学，怎能浪费在一个废物身上？当为我所用！令我斩尽神元镇山掌！令我跪！我没事。刚才我这一击足足用了30%力量，他居然还能够站着说话。看来林长生给了他不少厉害的功法，这小兔崽子倒是藏得够深呢。李峰，你这小兔崽子偷学我族秘术，还不给老夫束手就擒！九爷兄，这林峰废我孙儿丹田，老夫也不要他的命，就要他交出几种秘术用于赔偿，你看如何？林峰废了亲侯的丹田，的确该有所赔偿。不过万山兄，我要你家小孙女儿嫁给我孙儿林琛，你我两家世代结盟，并且你还得多多在神武大将军面前提携我林氏子弟，如此可行？哈哈哈，好说，只要能得秘术，我贾氏自当与林氏相互扶持，立下万世根基。如此甚好，李峰，你是要老夫亲自动手，还是主动交出秘术呢？若老夫动手，你这一身修为只怕要一招散尽。林九年，你的孙子联合外人欺我兄妹，你不主持公道也就罢了，还要让我妹妹嫁给他人赔罪，简直是昏聩之极。而今我展现出了强大的武学，你却想要夺我秘术，做人无耻到了你这个份上，简直不配为人，岂配当我林氏族长？孽障！你既然冥顽不灵，那就受死吧！以我武魂，我第一战绩，神元镇山掌！慢着！怎么回事？天南商会林老，他怎会来此？我和林老并无仇怨，他怎会突然出手伤我？难道是因为林峰这个废物？郡主，请。林峰，我们又见面了。冰鸾郡主倒是来得巧啊！你那功法玄妙无双，让我获益匪浅，欣喜之下忍不住贸然造访。不过现在看来，我似乎来得还蛮及时的。家里发生了一些小事，倒是让郡主见笑了，还请郡主在旁边稍等片刻，等我解决了这点事，再与郡主一叙，如何？这里有10几个灵武境修士，可不是那么好解决。我欠你一个人情，只要你开口，我可以替你解决这些人。好大的口气，敢这么对我贾氏说话，聒噪！郡主在此，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孙长老，林老，你这是为何？冒犯郡主，废其丹田，这只是一个教训。若谁再敢造次，杀无赦！这莫非是安国公府中的冰鸾郡主？冰鸾郡主，我皇只封了一个郡主，眼下的不是冰鸾郡主，还是谁？
这冰鸾郡主从小就深受陛下宠爱，是第一个受封的孙辈，地位之高，尤甚当世皇孙啊！冰鸾郡主身份尊贵，怎么会来找林峰，还愿意帮林峰杀人？你考虑的怎么样呢？郡主，我的孙女婿乃是神武大将军的儿子欧阳坤，还望郡主看在神武大将军的面子上，手下留情，饶老夫一命啊！难道教训你，大将军还会去找郡主的麻烦不成？郡主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郡主的人情是何等珍贵，这些人不过区区05境，我片刻间便可以解决，又何必浪费郡主的人情呢？这里可有2个059重境的修士，他们战力之强，也可比半步天5境。你确信能够解决？我可不想你有什么损伤呀。区区059重境，何足道哉？哦，既然如此，那么我便等你片刻。冰鸾郡主也是为了林峰的功法而来，只要老夫拿下林峰，逼其交出功法，再将之献给郡主，如此不仅可以获得高阶功法，还可以凭此攀附上郡主。林峰，你偷学我林氏镇族武学，今天老夫便行使家法，废你祖籍，取回我林氏镇族武学。一阶宝器，5金8银，给我出！好一个我偷学林氏武学，好一个将我逐出林氏！当年如果不是我父亲夺得青龙王朝乾隆榜第1，青龙陛下怎么会赏赐林氏一族他亲自题字的天下第一厅牌匾？你林九言又怎么能坐在如此奢华的大厅内，对我颐指气使？如今我父亲不在，你便颠倒是非，要夺我武学，逐我出府，根本就不配当我林氏族长。今天我林峰便替父亲清理门户，重整林氏。诸位长老，我给你们一个机会，此时出手拿下林九言，拨乱反正，尚可赎罪；否则，尔等之罪与林九言同论。林峰，你休要胡说！我林氏一族靠的是无数林氏先辈打下的根基，岂是你父亲一人的功劳？你还是快快束手就擒，交出我林氏武学，不然等族长出手可就晚了。林峰，还不束手就擒！看来你们都准备和林九言狼狈为奸是吗？你真以为各位族老会听你的话来对付老夫吗？就你一个16岁的毛头小伙也想清理门户，简直就是笑话！林峰，准备受死吧！这是……这是真龙之气！爷爷，059重，不过如此。你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强大？你明明才突破到炼气2重境啊！这重要吗？林九言，你身为林氏族长，非但不提携培养族中天骄，还与外人勾结，欲加害于我。今日我林峰就替林氏一族清理门户，废你族长之位，
废你林氏血脉武魂！我要杀了你！爷爷，林琛，该你了。你们7人和林九言狼狈为奸，今天开始将不再是我林氏长老。我们都是领悟6重境以上的修士，若没有了我们，林氏一族将实力锐减，以后如何在龙山镇立足？灵武境又如何？有我在，林氏何愁不能诞生天武境修士？我要的是无惧强权、一心为族人谋福的长老。你们自私自利，留之何用？这人好厉害呀！林峰年纪轻轻就有这般魄力，看来之前我还是小觑了他呀。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林公子啊，误会啊！这一切都是林琛从中作梗，才造成了我们之间的误会。如今误会解除，我们也就没有必要结怨了。族长，你说是吧？这林峰实力深不可测，况且还有冰鸾郡主在，我们也伤不了他。不如老夫先低头，稍后再传讯给青离，让他请神武大将军派几个天武境的战将来帮我们拿下林峰。如此一来，这小兔崽子身上的高阶功法也将成为我贾氏的囊中之物。不错，这是误会。为了表达敬意，老夫愿意赔礼道歉。这是几株500年的灵药，还望林公子能够不计前嫌，重修我2家之好。看来他还是忌惮神武大将军。林公子，既然如此，老夫便先行告辞了。我有让你们走吗？你不是已经收下了老夫的赔礼吗？你们闯我林府，欺我妹妹，礼自然是要赔。你想怎么样？你可知道神武大将军是何等的英武盖世？他镇守边荒，麾下的战将随便出一个，就可以灭你林氏一族。你若动我，林氏必灭。贾万山，你以为我是3岁小儿吗？你刚才是不是想着先拿出几株灵翠，假装赔礼道歉，然后让你的孙女带神武大将军麾下的战将来拿我，再夺我武学？既然如此，我何不将你们先废了？这林峰有些意思。你们是自废修为，还是要我亲自出手？你别欺人太甚，我们若一起出手，谅你也不是对手。不错，你就算有秘术，可你只是炼气境的修为，能持续多久？诸位，我们一起出手，拿下这个狂妄的家伙！这太轻言戏，给我出来吧！以无地阶清溪古道为引，明日战绩，清溪之路，一刀断乾坤。如此攻势，已经可比天武境了。水源罩，祖龙气海，全开！引我6合8荒掌！来！战绩清溪8斩。贾氏6老不过如此。休要猖狂！今天老夫便让你见识见识灵武境修士的厉害，燃我武魂之力，启我武魂神通，清晰文天玄。燃我武魂之力，启我武魂神通，清晰之窍，破天岁月。
主人，这6人的攻击力已经达到了天5境级别。祖龙擎天尺，林峰，你要干什么？你们欺负我兄妹，掠夺我武学，还问我要干什么？这些灵药当是赔罪。林公子，我们可以走了吧？若你们还敢造次，绝不轻饶。是。林峰，今日之仇，我假使定然要你10倍偿还。你等着，神武大将军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主人，这贾万山贼心不死，何不将之就地解决？神武大将军权势滔天，麾下有不少天5境的战将。若我此时诛杀贾万山，他盛怒之下一定会立即派战将来伐，先留着贾万山一命，兴许还可以缓几天。而我也正好趁这几天的时间提升灵魂力，掌控祖龙之谋，如此我才有和大将军府争锋的资格。主人英明，哥，你真厉害！以后你也能这么厉害？真的吗？刚才小鱼好怕哥哥打不过贾氏的人，要是小鱼能和哥哥并肩作战就好了。当然可以，这些是我给你准备的药材，你只要将之吸收炼化，就可以逐渐变强了。我一定会努力修炼的。林公子，没有想到你年纪轻轻便有如此恐怖的实力，你当真是深藏不露啊！郡主说笑了，林公子这般实力，在青龙王朝年轻一辈当中，已经少有人可比。不过，你废了贾氏6老，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贾万山必会请神武大将军府的战将出手，那些战将可不简单呐。林老对他们的实力有几分了解。神武大将军镇守边荒古战场，麾下强者无数，他那7大战将更是名震八方。这7个战将，每一个都达到了天武6重境以上，在我青龙王朝上一届乾隆榜排位前100。林公子无需为此事担忧，不就是一个神武大将军吗？若是你加入我安国王府，我父王一定会保你平安。那时，神武大将军也不敢贸然动你。加入安国王府，不知郡主是要招我入你王府当客卿长老，还是入你王府当骏马爷呢？若是当客卿长老就免了，当骏马爷的话，我倒是还可以考虑考虑。既然你的私事已经处理完了，接下来可以谈我们的事情了吗？自然可以，郡主，请。郡主，你此次来访，想来是感受到了太古凝血诀的不凡之处吧？你这太古凝血诀的确不凡，我才修炼了2个时辰，就提升了不少血脉之力。不过这太古凝血诀并没有解决我那2种血脉之力相冲的弊端。我来此正是想要与林公子交易那最终的解决之法。若是可行，我愿意倾尽财力交换。我安国王府还可以庇护你林氏一族，绝不让你的亲人蒙受欺凌。我既然说了要帮郡主凝聚武魂，自然会说到做到。不过，你得先对天发誓，
绝不将我的秘术传给他人。林公子放心，我白冰鸾一定会信守承诺，绝不将您的秘术传给他人。若我违背誓言，便天打雷劈，让我不得好死。天打雷劈，这誓言不美，不美。发誓不都是这样吗？若你违背誓言，便给我当贴身丫鬟，如何？这哪有这样要求人家发誓的？你若真的被天打雷劈，我又得不到好处，还不如你给我当个贴身丫头来的实在。实在不行，若你违背誓言，我给你当骏马也是可以的。这家伙是在调戏我呢。不过，若是他真的能助我凝聚武魂，发个誓也是无妨。大不了我不将这个秘术泄露出去就是了。只要我凝聚出了武魂，以后母亲也就不用承受那些人的冷眼嘲讽了。只是这林峰着实可恶，居然敢调戏我。且看我吓一吓他。林峰，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冒犯本郡主！你难道不怕我一怒之下直接抢你秘术，杀你灭口吗？我林峰敢将秘术透露给你，自然有保命的手段。再者，郡主看似外表冷艳，不近人情，实际外冷内热，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你又怎么会害我？好吧，我认输。就依你之言，我白冰鸾对天发誓，说我将林峰所传秘术泄露出去，便嫁他为妻。你现在可满意了？我本来只是开玩笑罢了，是你自己说要嫁我为妻的哦。那凝聚武魂的秘术，你可否拿出来了3天后，你来我林氏后山找我即可。好，3天后，我将带来厚礼与你交换。如此，林峰在此恭候郡主。第4窍穴开启成功，可我现在已经很难从龙眸内吸收祖龙之气了。主人，祖龙之眸自身需要储存足够的祖龙之气来维持龙眸运转，所以接下来你想要开辟更多的窍穴为气海的话，得自己去吸收天地间的龙气。得我自己去寻找龙气吗？虽然此次我开辟了第4个气海，可想对付神武大将军府还是有些棘手啊。您可以炼制一些养魂丹，继续提升灵魂力。只要您能提升掌控祖龙之眸的时间，凭借龙眸之力，一样可以和神武大将军府的人争锋。贾氏这些老家伙倒是有不少灵药。主人，当中几味药材可炼制成为凝气丹。凝气丹倒是不失为一个提升自己的好办法。主人，这是炼丹药诀。林老给了我一个丹炉，却不知是什么等级。青岩炉，天阶6品。天阶6品，我刚好可以拿来炼丹。那么，开始试着炼丹吧。听说今天有大事要发生，咱们赶紧过去。就是要我方法，他们就是自作自受。今天开始，我大伯林天罡暂时执掌林氏，诸位可有异议？你们可有异议啊？林峰少爷，您以一己之力击败贾氏6老，若由您来执掌林氏，我林天虎绝无二话。可是这林天罡族兄只有灵武5重境，那武魂也只是地阶1品，而我林天虎已是灵武6重境修士，我觉醒的武魂为地阶6品，无论是修为还是潜力，皆比林天罡强。所以让林天罡执掌林氏，我林天虎
第一个不服。有道理。天虎叔叔，你认为你要比我大伯更强，是吗？自然。既然如此，我给你一个机会，你与我大伯一战，若是你胜，林氏暂时由你执掌，如何？真的？自然，我林峰一言九鼎。好，天罡大哥，你意下如何？大伯，你尽管放手一战。好，大伯绝不会给你丢脸。请。请。啊，他们有比试啊！拿出这本事让我们瞧瞧。此次你们只可比武魂神通，当点到为止，明白吗？我们明白，天罡叔兄。武魂大力神元，出！大力神元，出！天虎是056主线修帅，太东有超过3万件的战力，而天罡只有055空降修为，比天虎少2000件的战力。何况他们的武魂也差了5个小品阶，又有几千斤的战力差距。在这种战力差距之下，天罡小熊乃是个天然。那么就让我试试你的战力有多强。元岁虚拳。我似乎感觉到了一股武道之势，但怎么可能？你才领悟五重境。天罡伯伯领悟了武道之势，若领悟武道之势，可以使战绩威力倍增，只是半步天武境才能触及的奥义啊！我就不信会不如你。元岁月拳之流星岁月，振足战绩，神元岁月拳了。我，天虎叔叔，你现在可服气？天罡族兄实力滔天，我心服口服。之前是我小看他了。天罡族兄，你明明只有055重境，怎么能施展出如此恐怖的战绩？哈哈哈哈，这个简单，因为昨天风儿传了我几门战绩。风儿，听说你以一人之力击败了贾氏六老，这是真的吗？是的。太好了！哈哈哈哈。对了，我听说你罢免了族中7个长老，若没有足够人手，我林氏只怕很难维持现在的基业呀。大伯无需担心，这次我正是打算让大伯你来主持大局。我只有055重境修为，只怕很难执掌大局啊。无妨，我给您几套强大的功法，假以时日，大伯你也可以冲击天5境，那时何愁不能震慑各族？这些都是天阶以上的功法。不错，您只要修炼这些功法，完全可以碾压同级修士。好，我马上去修炼。只是我也没有想到，这几门战技的威力居然会强大至此。什么？是林峰少爷传给你的战技？不错，
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灵阶战绩。长生是我青龙王朝100年来第一天才，他出入无数禁地和古战场，有此底蕴也是应当。关于我大伯执掌林氏一族，你们可还有异议？我们没有异议。让郡主久等了。这些是你需要的灵药。不错，居然有几株达到1000年的天灵参。林峰公子，这是何意？难道你不满意？这些药材只是前缀，以后我安国王府还会持续为你筹集药材。郡主，我自然是信得过，只是为你凝聚武魂的秘术有些特殊，我怕郡主一时难以接受。怎么个特殊法？我需要在你身上铭刻铭文，那时我怕郡主会感到不方便。在哪些地方？郡主有2种血脉，所以我需要为你铭刻2个铭文。为了血脉不相冲，铭文需要分开铭刻，位置是前胸和后背。若是郡主不方便，也可以只铭刻1个铭文。如此一来，郡主便只能凝聚出1个血脉武魂了。你是说刻下2个铭文，我就有机会觉醒2个武魂？不错。放眼南域3大王朝，能觉醒1个灵阶武魂已是天之骄子。若能觉醒2个武魂，必可凌驾他人之上，成为傲视群雄的天纵之才。等我拥有冰鸾和青龙2个武魂，还有谁敢说我德不配位？既然如此，你就为我铭刻2个铭文吧。如此，我便冒犯了，还请郡主解去外衣入灵池。郡主，在我铭刻铭文时，你需将心神融入铭文内。如此一来，你以后就可以使臂使指般掌控铭文，将体内的血脉之力凝聚于当中，直到化为武魂雏形为止。郡主，我要开始刻前面的铭文了。郡主，2个铭文已经铭刻成功，此后你只要配合太古凝血诀修炼，不用多久，您就可以凝聚出武魂雏形，从而一举觉醒武魂。往事如烟，何必多想？林峰，谢谢你，我能感觉到你给我铭刻的铭文价值无限，就算我安国王府倾尽财力，也买不下你这2个铭文。我既然说过帮你凝聚武魂，自然言而有信。所以我决定给你一个机缘。什么机缘？你可知道我为什么来龙山镇？我来龙山镇是为了去藏龙山脉的冰焰地龙窟内寻找龙血洗髓花。当年我爷爷也曾入藏龙山脉寻找龙血洗髓花，为我激发血脉，觉醒武魂。可惜，风儿，爷爷无能。据我青龙皇室的资料记载，100年前有皇室成员在冰焰地龙窟内发现了几株龙血洗髓花。如今100年过去，这龙血洗髓花想来也已经成熟。
前几天我师尊进入藏龙山脉，已经找到了冰焰地龙窟的入口。若是你愿意，可以随我一起去。我看你修有龙气，若能在里面有所收获，想来也能实力大增。怎么，你不愿意去？能有机会进入冰焰地龙窟，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只是我才和贾世杰家恩怨，若我此时前往藏龙山脉，一旦神武大将军派人来袭，我林氏只怕危矣。若你随我去藏龙山脉，我会派灵老镇守你林氏。就算将军府来犯，你也有一个缓冲的时间。主人，我看冰鸾郡主的提议可行。冰鸾郡主此次来龙山镇，不仅是为了寻找龙血洗髓花，她真正的目的是要去藏龙之渊寻找古神遗迹。传说那里有远古神龙陨落，留下了神血和传承。主人若能在那里有所收获，实力定可突飞猛进。传说藏龙之渊的核心区域有一座神龙谷，那里常年被古镇封印，100年才开启一次，只有3大王朝皇室才拥有进入神龙谷的腰牌。若我能进入神龙谷，的确是一个大机缘。郡主，我愿意随你去冰焰地龙窟。好，不过我得去先安排一下族中事务。无妨，我明天才出发，到时候我来接你。好。明天我将前往藏龙山脉历练，在这期间，林老将坐镇林府。若大将军府来犯，你们尽量不要抵挡，只管拖延时间便可。我将亲自来与他们做个了断。冯少放心，你尽管去历练，林府有我们看着。林府的安危就有劳林老了。林公子放心，老夫定当竭力保护林氏。若是将军府有异动，你立即传讯于我。是。走吧。抓紧了。主人，检测到神武境强者。好可怕的气势，不愧为神武境修士。那是我师尊司徒沧海。师尊，这就是林峰。见过司徒前辈。无需多礼，我与你父亲也算是旧相识了。父亲？听郡主说，你击败了贾氏六老，只是略胜一筹罢了。不错，年纪轻轻就有这般战力，假以时日，青龙王朝必有你一席之地。不过你也不可懈怠，要抓住每一个机缘，提升自己。在这大争之势，百舸争流，哪怕是一步落后，都有可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你可明白？林峰明白。只要你能保护好冰鸾，安国王府自会出面替你摆平神武大将军。前辈放心，有我在，没有人可以伤害郡主。如此甚好，那么我们便出发前往藏龙山脉吧。二叔，见过冰鸾郡主。这位是龙山镇霆锋，这次就由他保护郡主。什么？我看他如此年轻，气息也不过炼气境修为，让他去保护郡主，这不是开玩笑吗？此事乃郡主决定，你无需多言。我不服，我对郡主忠心耿耿，愿为郡主上刀山下火海。郡主，请让我随你入冰焰地龙窟。你是否忠心，我自有分晓。此事我意已决，你莫要多言。
为什么？难道我们多年的情分还比不上一个你才认识的人？你在教本郡主做事！我司徒叶，还不给我退下！这凭什么？有什么了不起？你就是一个觉醒不了武魂的废物。如果不是你有个好爹妈，就你给本公子当侍妾都不够资格。总有一天，我司徒叶一定会让你为今天对我的轻蔑付出代价。冰鸾妹妹，你这是怎么呢？居然将进入冰焰地龙窟的名额给了一个炼气境的家伙。这个小弟弟倒是长得俊俏，想来这是你圈养的小白脸吧？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管。那是，冰鸾郡主身份尊贵，自然轮不到我这个不受待见的表姐来管。不过你只有领悟3重境，又没有觉醒武魂，只怕你进入冰焰地龙窟后，命都要丢在那里呀。小弟弟，我看你不如离开冰鸾妹妹，来姐姐我这儿。不劳你担心，有我林峰在，冰鸾郡主不仅可以获得龙血吸髓花，还将觉醒武魂，成为青龙王朝最耀眼的女人。看来小弟弟还蛮自信的嘛。你就是那个被未婚妻抛弃的废物林峰。少渊，你认识他？我怎么会认识他？那你刚才这话，还不是我三哥，他看上了一个名叫澹台玄月的女子，我父王便让我调查了一下她的身世背景，结果发现她有一个未婚夫。澹台玄月，而这未婚夫便是龙山镇第一天才林长生之子林峰。只是这林峰并没有继承他父亲的绝世天资，反而是个只觉醒了治疗系武魂的废物。本以为这林峰也够惨，天才父亲失踪，还被未婚妻抛弃，谁曾想他居然攀附了冰鸾妹妹。不过我没有想到，冰鸾妹妹口味居然重，喜欢夺人未婚夫。看来这些人平时没少嘲讽冰鸾郡主，只是有我在，你们休想欺负冰鸾。秦少渊是吗？首先，我林峰不是废物；其次，我也不是冰鸾郡主圈养的小白脸。我这次来是帮冰鸾郡主寻找龙血吸髓花，同时也负责保护郡主。你们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羞辱郡主，难道不怕陛下降罪吗？你不是小白脸，谁信？林峰，既然你是来保护郡主，那你可敢和我一战，证明你的实力？和你一战？不错，若你连我都打不过，谈什么保护郡主？只要废了你，郡主就只能让我和她进入冰焰地龙窟了。想废我？既然你想和我切磋，我就成全你。如此，请。司徒叶，休要胡闹。郡主，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属下必须要试试这林峰的实力。也罢，林峰，还请你手下留情。郡主放心，看在你的面子上，我让他3招。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有些人不是你这种废物可以觊觎的。无知沧海武魂，给我出来！已经将真气凝练为液，那所拥有的力量远非真武境修士可比。不知林峰小弟弟会怎么抵挡呢？抵挡？司徒叶抬手间就可以将之碾压。林峰弟弟，你不如认输吧，可别伤了你这副好皮囊，那样姐姐可是会心疼的哦。半步天武境的确气势不凡，不过他想要伤到我这俊美的皮囊，却还是差了些。司徒叶，我站在这里不闪不避，接你3招。若是你能击败我，我便让你随郡主去冰焰地龙窟；若是你败了，你就离开安国王府。你可敢应战？什么？
你不闪不避，让我3招。怎么，你不敢赌？赌就赌，领我第一战绩——沧海霸王拳！你这是何必呢？这家伙还真的打算不闪不避。祖龙霸体，龙气虎身照。领我第2战绩——野浪9重掌！气势倒是不错，只是你的力量还差了一点啊。就不信我打不败你！我第3战绩——水龙卷，水源化阵。要裂开了！看来林峰那护身光罩要破了。没有想到，林峰小弟弟居然能将司徒叶逼到这个份上。这水龙卷可是司徒氏的正祖武学啊！只是若林峰的护身光罩破碎，他能抵挡这水刃吗？奇怪，冰鸾妹妹怎么一点都不担心？林峰，受死吧！赢我第4战绩——沧海之爪！3招已毕，接下来该我出手了。祖龙擎天指，一指破天穹。祖龙吟。祖龙霸天拳！啊，这是……半步天武境，也不过如此。司徒叶败了。这小子怎么掌握了如此强大的龙族战技？这战技便是我青龙皇室也未曾见过呀！这手段的确不凡。司徒叶，你输了，记住，冰鸾郡主不是你所能染指的。二叔，林峰废了我丹田，他废了我的丹田，你快替我报仇啊！小友，你出手未免也太重了吧！司徒叶居心不良，意图染指郡主，留他在安国王府也是个祸端。我废他修为，反而是帮你解决了隐患。不然，哪天他亵渎郡主，惹下大祸，九公主怪罪下来，你如何自处？九公主，司徒叶擅作主张，小友决战，如今他败了，却已是罪有应得。二叔，孽障！你既为郡主侍卫，自当谨遵郡主之令行事。如今已败，还想生事吗？还不给我去一边好好反省！二叔，怎么回事？司徒沧海居然放过林峰了？听说司徒沧海年少时曾经仰慕九公主，
只是九公主爱上的是安国王府三子白啸天，为此司徒沧海终身未娶，并且不惜入安国王府当了冰鸾妹妹的师尊，只为了能远远的见上九公主一面。司徒叶居然敢打冰鸾妹妹的主意，司徒沧海怎么容得下他？只是这林峰怎么知道这些秘辛？这家伙要来干什么？我还知道更多秘辛呢，比如你们北穆王府为了争夺储君之位做的那些事。林峰，我要杀了你！秦玉小姐，我这个人最喜欢替人保守秘密，绝不会有外人知道。不过此次进入冰焰地龙窟后，还请秦玉小姐能够帮忙寻找几株龙血吸水花。若是没有龙血吸水花，我可不敢保证事情会不会被传出去啊！小子，你居然敢威胁我家小姐，你是活腻了吧？尤叔，莫要无礼。是，小姐。没有想到林峰弟弟还有这般手段，倒真是让奴家刮目相看。不过这里想要龙血洗髓花的可不止你，若此物被镇南王府所得，奴家可不好办呢。哼，这就不劳你费心了。这家伙看着我干什么？秦武公子，3个月前月圆之夜，你和那花楼女子一碗露水之情，真是让人羡慕啊！你这次去冰焰地龙窟，是为了替她寻找龙血洗髓花吧？若此事让你父王知道，你猜他会怎么样？你说什么？记住，在冰焰地龙窟，你获得的灵药交70%给我，否则……你这是在威胁我！哼，若你认为是威胁，那么就是威胁。少元公子，要不要老夫出手灭了这小子？不用。小子，算你狠！我在冰焰地龙窟内获得的灵药，分你70%。如此甚好。这是怎么回事？先是秦玉，又是秦少渊，他们似乎有什么把柄被林峰抓住了。林峰到底有什么本事，居然能威胁2大皇孙？别看我，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君主，禁制之门已经开启，诸位，该开启冰焰地龙窟了。好。哎。君主，禁制之门已经开启。那么我们便进入冰焰地龙窟吧。若郡主能在里面获得龙血洗髓花，九公主也就不用忧心了。好宽阔的地窟，简直好像是一个洞天福地。这就是冰焰地龙窟吗？好多灵药，这里龙气如此浓郁，完全可以助我迈入灵武9重境。小云，去将那株龙源冰莲给我采来。是，七小姐。
这处龙元冰莲蕴含极为浓郁的龙元之气，若我将之炼化，修为必将大增加。郡主，且慢。静妃，去将那株冰莲给我采来。是，吴少爷。晚了，郡主莫急。银角寒林蟒，橙花剑诀，冰莲护身。莲花剑一下，剑不杀翻。这银角寒林蟒达到了半步天武境，鳞片坚硬如冰，我根本无法伤及它分毫。天蓬之术，寒元开山刀。刚才林峰阻止我前进，是早就知道寒池内有蛟蟒吗？静妃领悟了刀式，战力已经可比天武境，区半步天武境的妖蟒根本不在话下。主人，检测到有天武境妖蟒。郡主，快退！不杀，救我！不好，以我血脉武魂，请我青龙印。青龙之爪，掌在山河。这妖蟒居然还能施展神通！这就是天武境的妖蟒吗？神龙摆尾。不好，这银角寒林蟒在召唤同类。召唤同类？啊！以我武魂为羽，青龙印，青龙冲击波。这秦玉倒是有几分底蕴。秦玉乃北漠王之女，自然有保命的手段。这种灵印我也有。看来这些大族子弟都有底牌。我们才进入冰焰地龙窟，就遇到了天武境的妖蟒。看来100年时间过去，这冰焰地龙窟里的妖兽也变得更强了。我们这次想要获得龙血洗髓花，有些难啊。郡主放心，我一定会为你寻得龙血洗髓花。小姐，你伤得怎么样？小姐及时出手，我并没有什么大碍。那就好，只是您这灵印已经损耗了接近30%力量，那银角寒林蟒却安然无恙。若他继续出手，我们只怕会陷入险境了。这么多妖域，都是半步天武境，不知道怎么办？该死了！也不知周围还有多少妖兽潜伏。银龙摆尾，小姐，他们这是故意要损耗青龙印内的灵力。起我灵印！林峰，
这里的妖兽越来越多，再持续下去，我们必死无疑呀！你无需担心，一切有我。小雨，制定应敌方案。主人，小雨检测到天武境一重境银角寒灵蟒一头，其鳞甲坚硬如盾。弱点1：双眼。弱点2：70寸之处。银角寒灵蟒每次出手后将灵力空虚，主人可先以祖龙吟震慑，再让秦少渊等人使用灵印出手，将之一击击杀。如此甚好。只有一条天武境的蛟蟒而已，诸位无需慌张。这个是天武境妖蟒，你区炼气境，莫非有办法退敌？林峰弟弟，你有办法？很简单，待会儿我出手震其魂魄，你们再趁机激发灵印之力，袭击他的70寸之处，便可将之一举击杀。这蛟蟒鳞片如冰，就算我们激发灵印之力，也很难将之一举击杀。你不会是想故意借此机会损耗我手中的灵印之力吧？你手中有2枚灵印，难道等死了再用吗？你怎么知道我有2枚灵印？青龙之爪。林峰，我青龙印的力量快损耗完了。祖龙吟啊！击杀寒灵蟒就在此时。青龙之刃。真龙手。这可是天武境的大妖啊！这条银角寒灵蟒体内有一颗龙元妖姬，蕴含着无比浓郁的龙元之气。李峰，这条银角寒灵蟒是我们一起诛杀的，你应该将它平分。刚才我让你出手，你舍不得损耗灵印之力，如今你却想要平分战利品，你以为仗着手中2枚灵印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吴少，那里还有几条半步天武境的银角寒灵蟒，一样价值不菲。你将之射来取其妖精，争取早点迈入天武境。是。七小姐，刚才你出力不少，这条银角寒灵蟒我给你5成，不过那龙元精却得给我，你看如何？林峰弟弟倒是有点良心，不过刚才若非弟弟以龙吟秘术震慑了银角寒灵蟒的灵魂，并且告知我他的命门所在，我也无法将之一举击杀。这条银角寒灵蟒，我只取1条蟒精和1些龙鳞，其余的便全部给弟弟，如何？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我这有柄铃铛，可以切割妖蟒皮甲。好浓郁的龙气！哇，主人，这龙元之气可助你开启第5个气海，也可以助祖龙之眸夯实龙气。您可以先在这里提升了实力，再去寻找龙血洗髓花。
郡主，这颗龙晶我就先拿来提升实力了，等进入龙窟深处寻到宝物再给你。这妖蟒是你击杀的，龙晶自然由你处理。如此，我便先炼化龙晶了。怎么回事？我身上的龙气似乎都被引出体内了。是林峰，他怎么好像是一条人形真龙，在疯狂地吸收着地窟的龙元之气？他们林氏一族传承下来的不是大力神元血脉吗？可我怎么感觉他是真龙之子啊？这家伙难道也有真龙血脉？得离他远点儿，不然我的龙气都要被他吸走了。第5气海，右足涌泉穴，给我开！龙晶的龙气还有剩余，继续开辟气海。第6气海，左手少商穴，给我开！小雨，你达到了天武境。是的，小雨吸收龙元之气也可以提升修为。好，你达到了天武境，我也就多了份底牌。领悟8成，半步天武境，本公子终于达到了半步天武境。熹妃，你迈入了天武境没有？无少，属下无能，距离天武境还差那么一小步。没事，这冰焰地龙窟那么多灵粹，只要给你一株，想必就能突破。那时候看那林峰。啊！龙气化形，这小子达到了天武境吗？林峰弟弟，你的气息怎么达到了天武境级别？可能是我炼化了龙晶的缘故吧。也是，那枚龙晶可是蕴含着一头天武境蛟蟒的所有龙元呢。只是你仅仅只有炼气境修为，居然能够将这龙晶炼化，真是让人意外。要知道，龙晶内残留着妖蟒的灵魂意志，贸然炼化，很容易被那龙元反噬。你居然安然无恙。可能是我身体比较强吧。恭喜你。同喜。既然大家都已经修炼完毕，那么我们便出发前往龙窟的深处吧。好，走，这林峰神通广大，我们跟着他走。啊，那是龙血吸水花。郡主，谢谢。有了龙血吸水花，我体内的真龙血脉也就更加容易被激发而出。那时，凭借着太古凝血诀，我便可以凝聚武魂了。我们继续往里走吧。主人，小雨检测到极为浓郁的龙元之气。龙气在哪里？主人，砸开这冰墙，就可以进入一处冰窟。龙晶冰髓液可助人修复受损的内脏和筋骨，以及驱除邪气。有了这龙晶冰髓液，爷爷的伤就能治好了。林峰弟弟，这里已经没有了去路，我们是不是走错了路呀？
传说这地龙窟内有一条涅槃境的冰焰地龙殒命于此，只是从来没有人见过它的尸骸。若能找到，必有更大的收获。看来我们是与之无缘了。冰焰地龙就在前方，你们先让开。这里一片石壁冰墙，哪来的冰焰地龙？你不会是在唬人吧？你若是不信，可以就此离开。你凶我干什么？我不就是质疑一下你吗？哼！气海全开，你我祖龙之气！醉龙霸之拳，一拳碎丈夫！好浓郁的龙气，林峰隔着7、8米厚的石壁都能发现这洞窟。这家伙简直就像是开了天眼一样，以后寻宝跟着林峰没错了。走。好多的灵翠。有了这龙血吸髓花，小玉就可以觉醒武魂了。龙元师可以为我铸就龙基。小姐，你看，那是什么？啊，那好像是一具尸骸。尸骸？啊！谭台玄月，父亲？不对，父亲早就离开了青龙王朝。这是龙骸残留的灵魂吗？主人，检测到一道冰焰龙魂，疑似涅槃境强者残魂。冰焰可焚，物可冰封大地，威力超越天5、6重境，目前小雨不可抵挡。涅槃境强者留下的冰焰龙魂。经过小雨检测，冰焰龙魂潜藏于此，目的是夺舍人类重生。夺舍？不好！主人，借助冰焰龙魂想要夺舍重生的心理，将之引入主人魂海，再将之炼化，如此主人可得冰焰龙魂之力。将之引入魂海虽然有些风险，不过回报极高。啊！你是冰焰巨龙。完了，身子不能动弹。哇！祖龙气海全开！啊！林峰老弟，救我呀！祖龙擎天指，一指碎血。啊！
完了！林峰弟弟被夺舍了吗？真是天妒英才啊！唉，本以为来这里可以为玉儿寻一株龙血洗髓花淬体，不想却要命丧于此。没有声音了，林峰还好吗？有人来了，应该是被夺舍后的林峰。要是他杀人灭口，我该怎么办？冰龙前辈，别杀我灭口，我一定不会泄露您的身份。冰龙前辈，前辈，我其实不喜欢男人，您能放过我吗？这些家伙都以为我被夺舍了吗？你是冰焰巨龙，还是林峰？我就是林峰，别担心。祖龙之血，熔炼万物。主人，快派上炼神诀，炼化这龙魂之力。好，你没有被夺舍吗？傻丫头，一条冰龙残魂罢了，怎能夺舍我？何况眼前还有家人挂念，我又怎么会舍得离你而去呢？我才没有挂念你呢。你真是林峰？我若是冰焰龙魂，你现在还有命吗？也是，不过你是怎么抵挡下冰焰龙魂的？他呢？他自然是被我灭了。灭了？那可是涅槃境强者的残魂啊！居然就这么被你灭了？一点保命的手段罢了，不足为道。这里还有许多灵翠，我们去将之采摘下来，就离开此地吧。好。这些鳞甲完全可以炼制灵兵了。风少，这是我采摘的药材，给。药材？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获得的灵药给你70%。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风少，这次你救我性命，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秦少渊的兄弟。以后你若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我秦少渊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哼，林峰不仅有天武境战力，还灭杀了涅槃境大妖的残魂，放眼3大王朝，同辈中无人可比。以后跟着他混准没错。这家伙倒是滑头，赴汤蹈火就不必了。以后你只要别跟我对着干就是了。那是。风少，我和玉儿的事情还请你保密。真不是我混蛋，我和玉儿是两情相悦的。只要你不惹我，此事我自然不会多说。那好。既然灵药已经采摘完毕，我们就离开吧。好。林峰弟弟，谢谢你救我一命，这份恩情我情玉铭记于心。以后你有什么麻烦，尽管找我。如此，林峰便先谢过齐小姐了。不好！怎么了？林老传讯，大将军府的人围住了你们林府。什么？你不要慌张，有我师尊在，亮大将军府的人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林峰弟弟，你不要着急，在冰焰地龙窟外，
我北漠王府有3名天武境强者，想来足以应付大将军府了。我镇南王府也有1名天武9重境的强者。如此，麻烦诸位了。封少的事情怎能叫做麻烦？走。郡主出来了，瞧这气息，五少爷达到了半步天武境。前山叔叔，我师尊呢？回郡主，昨天藏龙之渊异象冲天，你师尊去那儿探查情况了。郡主，看你神色凝重，难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大将军府来犯林氏，我本想让师尊去摆平此事。郡主无需担心，大将军在镇守边荒，将军府来的应该是天武境的战将，属下不才，却也是天武8重境的修士，足以应付大将军府的人了。如此，便麻烦前山叔叔了。柔叔，随我去龙山镇，为林峰弟弟教训教训大将军府的人。谢小姐，我们真的要为了林峰和大将军府的人一战吗？那是自然，林峰救我性命，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是。王李叔，随我去龙山镇会一会大将军府的人。五少，您也要帮林峰？封少是我的救命恩人，此后见他如见我，你可明白？救命恩人，既出非洲，我们即刻动身。是。出发。我已经传讯给林老，让他告知大将军府的人，林氏有我安国公府庇护，相信大将军府的战将应该会有所顾忌。我总感觉有些不安，还请郡主再次询问林老那边的情况。好。林老，目前林府的情况怎么样？郡主，不好了，大将军之子欧阳坤也来了，还有他的妻子贾清离。他誓要报仇雪恨，准备荡平林氏一族，为他弟弟贾清侯报仇。老朽几次提及郡主庇护林氏的决心，可是那贾清离不听。欧阳坤已经有意要强势出手了。欧阳坤也来了吗？现在距离龙山镇还很远啊。单叔，能不能再快点？郡主，属下已经竭力催动飞行铭文。还有多久才可以到达龙山镇？大概还有1个时辰。1个时辰，在这期间，大将军府的人足以荡平我林氏了。封少，你不用担心。冰鸾妹妹，你将名牌给我，我倒要看看欧阳坤这小子敢不敢动你林氏族人。也好，若有你镇南王府加持，相信欧阳坤也会有所顾忌。欧阳坤，我是秦少渊，林峰是我兄弟，你要是敢动他的族人，就是和我镇南王府为敌。还有我北漠王府，届时我们必踏平你将军府。秦少渊、秦玉，这2人怎么和林氏那个废物搅到一起了？夫君，秦少渊不过是镇南王府一个庸才罢了，又岂能和夫君比肩？至于那秦玉，她只是一介女流之辈，北穆王又岂会因为她和大将军决裂？话虽如此，可3大皇孙联名要庇护林氏，我若不给个面子，青龙皇也会不满的。此事简单。哦，夫君大可给秦少渊和七小姐1刻钟的时间，若1刻钟他们还没有赶来，我们便直接荡平林氏。如此，我们既给了3大皇孙的面子，也维护了大将军府的威严。若我们就此罢手，大将军以后如何在青龙王朝立足？如何在天下人面前立威？给他1刻钟的时间。据我所知，3大皇孙应该在藏龙山脉，1刻钟的时间他们赶不来。呵呵，还是夫人足智多谋。林老，本公子便卖3大皇孙一个面子，我在此等1刻钟，1刻钟后
若三大皇孙还没有来，我可便要出手了。1刻钟，我们怎么能赶到龙山镇？区区一个将军之子，连爵位都还没有，居然敢无视我等皇孙！怎么办？我们1刻钟可是赶不过去啊！小雨，你可有应付之法？主人，小雨乃是超能机器人，可变形为飞船，速度为2倍超音速。只是根据小雨计算，哪怕小雨竭力飞行，也无法在1刻钟内赶到林氏府邸。那你要多久能赶到林氏？2刻钟之内。希望可以帮到主人，让主人尽快赶到林氏哦。哼！这是郡主，我先行一步了，我绝不能让我的族人受到伤害。你一个人能应付吗？我能应付。这是王阶飞舟吗？好快！林峰这飞舟的速度，哪怕神武境修士也比不上啊！这林峰竟然有如此至宝，是林长生给他留下的宝物吗？千山叔叔，我们竭力跟上林峰。全力跟上！1刻钟已过，三大皇孙还没有赶来，看来你林氏气数已尽，当伏诛。欧阳公子，你真要与三大皇孙为敌吗？林有德，你真以为我灭了林氏一族，三大皇孙会与我翻脸吗？欧阳坤乃当代天骄，前途无限。我父亲更是镇守边荒古战场的神武大将军，战力之强，在青龙王朝位列前20。谁会为了一个小小的林氏与我父亲为敌？你，林有德，本公子再给你一个机会，退出林氏，否则我的人将连你一起诛杀。林郎，您已经尽力，林某感激不尽。接下来便交给我林氏子弟吧，只求你能带着小鱼离开林氏。我不离开，林氏有难，我怎么能离开呢？将军府强者甚多，老朽想要带着小鱼姑娘离开也难呐。事到如今，老夫只能奋力一战，尽力为郡主和林峰多争取一些时间。只要他们赶来，危机自解。欧阳公子，老夫曾经受恩于林峰，今日斗胆与贵府中人一战，若我败，便就此退去。如何？夫君，他这是在拖延时间。无妨，这林有德只有天武2重境，我麾下青云18位，随便出一个，都可以在抬手间将之碾压。你们谁去将之给我拿下？公子，属下3招之内就可以将之解决。好，记住，不可超过3招，我将军府的威严可不能丢。是。将军府青鹰第18位葛清霄特来与你一战，还请葛道友手下留情。你放心，我会留你。准备接招吧！无知武魂青岩鹰，给我出来吧！我战绩爱浪副天掌，一击开山之烈焰焚天掌！八面副天掌，青岩戟横扫千军！我战绩水龙吟之，不孝9天。凭我第3战绩，精鹰无龙，一击定乾坤！
水源照，远看，该结束了。林老，3事败敌，勉强可行。好玄妙的武学战绩，林氏只是一个2流氏族而已，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灵阶武学？难道是冰鸾郡主所赐？林老胜了！太好了，林老胜了！欧阳公子，老夫不才，侥幸获胜，还望公子能再宽容些时限。夫君，不可！林有德，本公子看在冰鸾郡主的面子上，才给你机会与我麾下18位一战，你可莫要得寸进尺。若惹怒了我，那后果可不是你所能承受的。哼，谁去将之给我击退？公子，我去。好，第9侍卫，此事便交给你了。公子放心，属下一击便可将之击退，绝不辱没将军府威名。嗯。没有想到这老家伙还藏了一手。18弟，你且退到一边去。哼，对付你，吾一招足矣。这是天武五重境的强者，看来我只能全力出手了。潮气叠浪，一念封山河。烈焰青年掌。照！林老，抱歉，老夫也只能帮到这里了。林老，你且先下去疗伤，接下来就交给我们林氏子弟吧。你们只需拖延时间即可，郡主一定会赶来的。公子，林老已败，接下来我们是直接荡平林氏吗？夫人，你要如何处置林氏的人？林峰废物族人，我要让他们百倍偿还。青鹰18位，给我废了林氏一族。就依夫人所言，姐夫，那林小鱼别废。哼，倒是一个美人胚子。你若是想要，姐夫便将她留给你了。至于其他的林氏子弟，给我全部都废了吧。林氏子弟罪大恶极啊！我等奉大将军之令，荡平林氏，闲杂人等给我速速离开林氏，青炎焚天！快跑！天虎，你快带小鱼躲入府中密室。深渊运拳掌。
走。请言之。是谁在欺我林氏子弟？真当我林氏无人了吗？天武七重进修士，是老族长，老族长出关了。爷爷，天罡，发生了什么事？风儿废了贾氏六老，如今将军府来人要废我林氏一族。什么？这怎么可能？是真的，风儿觉醒了血脉神力，只是他去了藏龙山脉，说是为您寻药疗伤。好，很好。是林氏的老族长林振远，这老家伙6年前在藏龙之渊被大妖重伤，已成废人。今天他的气势怎么还那么强？林振远，绝世天才林长生之父吗？不错。老三，你去会一会他。是少主。林振远，你孙儿林峰废了我家少主的岳丈大人，今天我便先废了你修为，以儆效尤。父亲，是贾庆侯上门要强娶小鱼，风儿才会出手的。大将军府这是欺我林氏无人，才敢扬言要荡平我林氏一族。当年长生在时，他们怎么敢放肆？弱肉强食便是如此，你也不必抱怨。不过老天总算待我林氏不薄，风儿才16岁就能废了灵武9重境的贾万山，看来他的天资比长生还要强上几分呢。老夫虽然年迈，可是你想要废我也没有那么简单。我林氏一族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是吗？那么就让我来领教领教你的高招吧。宁我阵技，一体开山之烈焰焚天爪。宁我深渊法阵，深渊震山掌。大力神元，名不虚传。不过观你气息不稳，似乎你的伤势并没有好啊。对付你绰绰有余。哼，是吗？宁我第3阵技，青鹰伏龙，一击定乾坤。斩！深渊流星拳。传说大力神元天生神力，可越级而战，果然名不虚传。父亲，呵呵，林振远，如今你伤势复发，如何胜我？宁我第2阵技，羽翼化阵，焚天灭地，深渊震山掌。族长，该结束了。宁我第3阵技，青鹰伏龙，一击定乾坤。斩！放来！以我神力为引，大力神元棒，引棒碎山河。青鹰盾。老族长胜了啊！太好了，老族长威武！王阶临兵，林氏的确有些鼎位，只是你这重伤之躯又能支撑多久？我纵使燃尽血迹，也当让你们血染于空。就凭你，来人，给我联手废了这老匹夫！是。一无武文，宁我融合战机，远古青眼鹰。
如此气势，神武境以下有几个人可以抵挡？没有想到这青鹰18位居然还有如此恐怖的秘术，这下林氏要完了。羽翼化刃，分天灭地。燃我血脉之力，大力神元棒，一棒开天！给我跪！燃烧血脉之力嘛，只是你有多少血脉之力可以燃烧？老家伙快不行了，诸位兄弟聚阵，青鹰伏龙，一击定乾坤。爷爷，父亲，铁刚，你快带小鱼从密道逃走。爷爷，我不走。好孩子，爷爷老了，不中用了。这些年，爷爷没有好好的照顾你，是爷爷对不住你呀。扶我起来，我还能一战。哪怕是我拼了这条老命，也要为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沾我血气！不，爷爷，我不要你死！好孩子，只要你们能活下去，爷爷也就安心了。林振元，今日莫说你林氏一族，一个人也别想逃！小小凡人也敢欺我，天狐之爪！林小鱼怎么变得这么强了？她不是林小鱼，这丫头有点古怪。哎，退！哼，你退得了吗？天狐之玉！大哥，这是妖孽呀！小鱼，九尾，这是小鱼吗？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继父，秦英卫，以此临兵，竭力出手拿下此女。清月古戟，这是临界9品的宝器，里面蕴含着神武境强者的武道奥义。有清月古戟在，神武境之下，谁可迎风？嘿，你我大阵，以青鹰辅音为引，齐我联兵，清月古戟。临界9品的临兵，凭借此戟，他们的战力将堪比神武境了。小鱼能抵挡下来吗？火海生清月，焚尽山岳河，清月焚天斩，给我杀！哼！雕虫小技，能奈我何？
这林家的丫头怎么变得如此强大了起来？莫非她是神灵转世不成？啊，神灵转世！这一击的力量俨然超越了普通神武境修士。退！全力出手！青龙36级！哎，呀，二哥，接下来轮到你们了。撤！想好，宁我九尾天域！这般手段，便是我父亲都无法企及啊！他到底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她是林长生的养女。林长生的养女？天威啊！天威会击，这是怎么回事？小雨，前方怎么突然乌云汇集，还伴随着一股恐怖的天威？主人，这是劫云，那威势是天威。劫云？主人，在祖龙大世界里，修士在修炼到一定境界时，将引来天劫。若渡过天劫，修炼者便将就此退去凡胎；若是不能渡过天劫，轻则重伤，重则灰飞烟灭。只是前方这劫云天威浩瀚，带着杀伐之意，似乎不是普通的天劫。不是普通的天劫，那是什么？天罚。什么？天罚？天罚！快跑！该死的天罚印记！本尊已经转世重修，居然还如缚虎之躯一般跟随着我，难道这东西要生生世世的跟随我吗？我本无罪，我一定要让上天罚！啊！面对小鱼妹妹，小雨，再快点！贼老天，你凭什么罚我？九尾破天罚！小鱼！这林小鱼难道是转世重修的大能？若他真是大能转世，我夺他道果，岂不是能一飞冲天，直接成为无上强者，甚至是正道称神？快给我拿下林小鱼！是。青眼才，给我滚！给我滚！小鱼是爷爷无能，不能保护你呀！老鬼，你去死吧！
我要死了吗？可惜我还没有见风儿。父亲，区灵武境也想救人？老族长，祖龙吟，冰焰经典石。啊！好强大的力量！这好像是太空凶龙撞壁而来。这是什么神通？这女子是？是凌风少爷。是风儿。太好了，风少回来了，我林氏有救了。林峰，这怎么可能？他就是林峰吗？不错，当初我离开龙山镇时，他还只是一个只会治病救人的废物，怎么才几年不见，他就强大至此呢？一个废物突然崛起，看来里面有些故事啊。主人，老爷子已经救下，只是他受伤太重，已经昏迷过去了。小鱼被天劫劈中，身受重伤，只怕一时难以醒来。我知道了，你就是欧阳坤。不错，我正是欧阳坤。好，很好。今天你们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就你也敢在此大放厥词？秦英卫，给我杀了他！是，宁我青鹰大阵。斩！青鹰伏龙吗？你如何服我？祖龙之气，尽加无身。祖龙气海，全开！宁我祖龙擎天指，一指破天穹。祖龙兵，我的秦英卫被一举击毙了！啊，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林峰吗？青鹰卫联手，那一击之力已经接近天武9重境了，居然被林峰一举击溃了。如此战力，同代当中，我青龙王朝哪个可比？哈哈，风少赢了，风少一举击溃了秦英卫，太棒了！哼，有风少在，看谁敢欺我林氏子弟。风儿的实力比之前更强了。接下来轮到你们了。姐夫，怎么办？夫君，慌什么？这林峰只是依仗外力罢了。本公子可是实实在在天武3重境的修士，难道还怕了他不成？林峰，你真是出人意料啊！你的战力之强，放眼青龙王朝同代当中，已是无人可比。但让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在短短的半个月内达到这个地步的？是你父亲林长生给你留下了什么宝物，还是你另有其欲？这关你什么事？哈哈，当然关我的事，因为若我夺你机缘，可以变得更加强大呀！夺我机缘？借我青天神坤印！青天神坤，
这可是堪比龙凤的上古神兽，神通盖世。欧阳公子有此林印在手，何惧林峰？哈哈，我看林峰还如何嚣张！一定要杀了林峰！不好，主人，这青天神坤的气息达到了神武境。达到了神武境级别吗？不错，这青天神坤印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杀手锏，里面蕴含着他的武魂战技神通。我与父亲血脉相连，启动此印时，能发挥出堪比神武境的战力。哼！本来这枚青天神坤印是我去藏龙之渊的保命之物，只是你和林小鱼一个疑似大能转世，一个又有惊天机缘。我若是夺取了你们的造化，获得的好处说不定还要强过藏龙之渊。既然如此，这枚灵印之力损耗在你的身上，便也是值了。只怕你还没有这个本事。哼，无知。接下来，本公子便让你见识见识我青天神坤的厉害。灵我神坤冲击波！这音波之力已经达到了天武九重的级别，灵我冰焰龙魂之力，灵我龙魂冰焰之力。这是冰焰龙气，原来你掌握了冰焰龙气。只是在我的青天神坤面前，就算你掌控了冰焰，亦是徒劳。以我心神为引，凝我神坤吞天术。青天神坤，给我吞天纳地！我体内的龙气在被吞噬，这就是吞天之术吗？受！我这一直都用了冰焰龙魂的力量，威力之强，已经接近神武境了，居然这么轻易就被他给吞了。主人，这吞天之术不仅可以吞噬一切天地灵气，亦可吞神通战技。这倒是厉害啊！这青天神坤只是一道烙印之灵，缺乏灵活性，主人只需多面攻击就可以将它。如以冰焰龙气施展6个八荒掌，如此他便无法瞬息吞噬你的攻击。任你神通再强，也只能成为我这青天神坤的养料。林峰，本公子给你一个机会，束手就擒，交出你的机缘，我可以留你一命。不然，今天你只能命丧尽于此了。你的青天神坤的确很强，不过这灵印里能量有限，你又能施展几次吞天之术呢？凭借你的实力，想要夺我机缘还远远不够。哦，是吗？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应付我的青天神坤。凝我战技，神坤甩尾，浪覆山河。冰焰龙魂之6个八荒掌。吞天之术，吞月九天，冰焰擎天尺。你倒是有点战力，不过接下来这一战也该结束了。青天神坤掌，一掌碎八荒。祖龙运天掌，一掌崩天。这祖龙运天掌和神元运天掌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可以牵引天地之势。只是风儿的修为终究还有所不足，他能抵挡青天神坤掌吗？那可是蕴含神武境强者
留下的神坤之力呀！谁赢了？谁赢了？你这祖龙运天成居然可以牵引天地之力加身，应该是达到了王阶的武学。不过这些武学神通都将成为我的囊中之物。是欧阳公子更胜一筹，哈哈，看来还是欧阳公子强大呀。风少受伤了吗？风儿，青天神坤掌的确很强，不过也仅仅只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终极神通吧！魂鹏变，断乾坤。体内的祖龙之气紊乱，已经无法运转。天皇城，一场荡乾坤。以我魂力，我祖龙之谋，诛天！好恐怖的眸光，简直如灭世之芒！起我擎天盾！怎么能破开我的终极神通？夫君，怎么可能？林父怎么可能会击败姐夫？他难道拥有堪比神武境的战力不成？姐夫败了，那么林峰会放过我吗？风儿胜了！哈哈，风少胜了，风少打败了拥有神武境灵印的欧阳坤。太好了，有风少在，以后我林氏子弟就再也不用受人欺凌了。风少威武，风少无敌，助我林氏之威！林峰赢了吗？我还是小瞧了他呀。这小家伙才16岁，就拥有了堪比神武境的战力。以后他成长起来，又该何等恐怖！林氏这是出了一条真龙啊！夫君，怎么样了？我的骨骼崩碎，经脉断裂，已经不能动了。林峰，你想要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们伤我爷爷，将我妹妹逼入险境。今天，我要让你们付出10倍的代价。欧阳坤、贾青离，准备接受我的惩罚吧！明我龙气，鹰焰擎天指！吾乃大将军之子，你胆敢动我？林峰，大将军可是神武境强者，我夫君若有3长2短，你整个林氏都要为之陪葬。大将军之子又如何？天下间没有什么比我的亲人更重要。肆意妄为，伤我亲人，罪不可恕。鹰焰之力，封天分地。这家伙疯了！狂妄家伙，连大将军之位也敢上当！你当乾隆王朝没有王法吗？好恐怖的飓风，居然好像是利刃在切割虚空。风叔，你伤得怎么样？我全身多处筋骨断裂，已经不能动弹。好在风叔及时出手相救，不然小侄这条命就要丢在这里了。我与你父亲是故交，他不在，你的仇
自有风叔来替你报。多谢风叔。主人，此人是神武2重级修士。这种人物在青龙王朝极为少见，他怎么会来我龙山镇？这是澹台玄月，那么他身边那位，应该便是镇南王第3子秦红。他怎么能够凌空而立？这可是天武境修者才能办到的神通啊！他就是林氏的那个废物林峰。哼，不过现在看来，他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废嘛。他若与3公子相比，那自然便是废物。哈哈哈哈，你这话我爱听。走，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3公子，坤兄无需多礼，瞧这模样，你伤得不轻啊。让3公子见笑了。本以为此次来龙山镇只是对付一个林氏废物，不想却踢到了铁板。这小子隐藏极深，若非风叔及时出手，我只怕已经身陨于此了。这份恩情，我欧阳坤必不敢忘。好说，你我本就是挚友，风叔又与你父亲是故交，你有难，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不过这林峰不是才炼气境吗？怎么连坤兄都无法应付？这小子拥有堪比神武境的战力，想来是林长生给他留下了至宝。而且他的妹妹林小鱼疑似大能转世，若我们能将之拿下，无异于得到一个大机缘。他妹妹疑似大能转世？千真万确，刚才他妹妹还引来了天罚之劫。怪不得我刚才远远就感觉到了一股天威。原来如此。只要秦3公子出手，一定能将林峰拿下。如此，我不仅大仇得报，还可以拉拢3公子。林峰的机缘，我也可以分一杯羹。传说大能转世者有机会残留前世的记忆，若拿下这南墙，的确是一个大机缘。这家伙也想夺取小云妹妹的道果吗？这9个侍卫中，有一个天武9重境，以及天武7重和天武8重境的强者，以我一人之力，只怕难以应付。秦七小姐和冰鸾郡主赶来，还需要一段时间。风叔，既然这林峰伤了大将军之子，无视我青龙王朝之威，你便出手将之拿下吧。是3公子。林峰，大将军乃我青龙王朝重臣，立下了赫赫战功。你伤他子嗣，便是犯我朝王法。今天本将特来拿你伏法。你若束手就擒，我尚且可以饶你一命；否则神通无眼，让人信任。这位是镇南王府的府家慕容峰，乃神武境2重修士，是上一届乾隆榜排位第31的强者。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神武境强者呀！若我弟弟林长生在，慕容峰岂敢放肆？好一个王法！贾青侯要强娶我妹妹的时候，你的王法在哪儿？贾万山上门欺我兄妹的时候，你的王法又在哪儿？刚才欧阳坤要荡平我林氏一族的时候，你的王法又在哪儿？现在我林峰舍命一战，退去强敌，大仇将报的时候，你的王法却来了。莫非你这青龙王朝的王法，护的只是你们这些权贵吗？若是，这王法要之何用？这王朝又要之何用？你放肆！不错，欧阳坤仗势欺人，来为他的七弟出头。如今欧阳坤受伤了，他们却以触犯王法为由来拿人，简直笑话。所谓的王法，只是被这些权贵所执掌的利器罢了。不错，你们想仗势欺人就仗势欺人，镇南王府又何必说的那么冠冕堂皇呢？风叔，无需理会这些贱民，给我拿下林峰便是。林峰，你休要狡辩，准备受死吧！你想要让我受死，还没有那么容易。
我战绩，飓风之刃，上！以我经验，诱我发火掌。雕虫小技，飓风指。接下来到你了。以我魂力，起我祖龙之谋，如天！这力量，福叔，小心！飓风掌，飓风盾。好险！没有想到这小子居然能发挥出如此恐怖的一击。若非我及时祭出飓风盾，只怕这一击已经可以袭杀我了。被抵挡了下来吗？可惜。风儿居然能硬汉神武2重境修士了！天佑我孙，真是天佑我孙呐！这小子居然强大至此！这是真的吗？7天前林峰明明告诉我，他才突破的炼气2重境啊！林峰的气势有所减弱。林峰，你的确有些手段，不过刚才一击，你应该损耗了不少精力。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您我第2战绩，飓风之刃之风卷残云，横扫八方。祖龙擎天指，一指破天。神武境的确不可小觑，以我魂力，起我祖龙之谋，诛天之矛。以我飓风9掌，一荡乾坤。哈哈哈哈！本将猜的果然不错，你的精气神有限，根本无法持续催动那第3只眼睛。刚才你这一击的力量，比起上一次，明显就下降了30%。接下来你又还能发挥出几成战力呢？主人，您的魂力剩下不到2成，催动祖龙之谋只能发挥出神武1重境的力量。只剩下3成魂力了吗？林峰，束手就擒吧！束手就擒？我林峰哪怕血染于空，战死于此，也绝不会低头。冥顽不灵，既然如此，那么你就准备受死吧！凭我终极奥义，飓风杀之湮灭。我的灵魂之力，燃烧吧！不好，这家伙在燃烧灵魂之力！啊，这家伙疯了吗？灵魂一旦燃烧，人不会死也会吃傻呀！不燃烧灵魂之力，他必败；燃烧灵魂之力出手，还尚有一战之力。可惜啊，一个天才，却要燃烧灵魂之力出手拼命。风儿，是爷爷无能啊！父亲，慕容峰，堂堂的神武境修士，却欺负一个16岁的孩子，未免太过分了吧？沧海一刀，是司徒沧海，飓风掌。司徒前辈，你受伤了吗？我没有事，多谢前辈出手相救。无需多礼，你救了郡主几次，本就是我安国王府欠你的，接下来便都交给我吧。司徒沧海，他不是冰鸾的师尊吗？这家伙怎么来了？司徒沧海是上一届乾隆榜排名第19的天才。沧海兄，你这是什么意思？林峰与我家郡主有恩，林氏一族，我司徒沧海保了。你要保林氏一族？你可知道林峰诛杀了大将军府的青鹰18位，还重伤了大将军之子
欧阳坤，你确定你要庇护林氏一族？啊！林峰诛杀了青鹰18位。青鹰18位可是大将军的嫡系府卫，如今他们被诛杀，大将军必然会雷霆震怒。那时候林氏必要被荡平。你若执意护他，莫说你，就连司徒氏也将自身难保。沧海兄，你确定你还要庇护他？你在威胁我？不敢，我只是在提醒你。神武大将军又如何？林氏自有我安国王府庇护。本郡主倒要看看谁敢动。林峰，你们都来了。我联系了师尊，他及时赶来，也顺带捎了我们一路。只是，我还是来晚了。没有晚，郡主来的正及时。你放心，接下来便全部都交给我吧。慕容峰，你张口闭口就是神武大将军，在你眼里可还有我青龙皇室？宾鸾郡主，本小姐与林峰两情相悦，我已经禀告我父王，要招他为婿，到时候他就是我北穆王的女婿，是当今青龙皇的孙女婿。我倒要看看欧阳怀山敢不敢动林峰。什么？北穆王第7女想要招林峰为夫婿？这怎么可能？攀附皇嗣，这就是你对我的报复吗？七小姐，你真与林峰两情相悦？那还有假？如林峰这样既英俊又天赋异禀的绝世奇才，当世又有几个女子不会动心呢？只有那些眼瞎了的人才会放弃这种绝世奇才，去攀附一些草包吧。风叔，刚才我与秦玉以及冰鸾妹妹警告他，让他别动林峰，他居然不听我们3人的话。这混账家伙简直是没有把我们青龙皇室放在眼里。此时风叔替欧阳坤出头，你这是要打我镇南王府的脸，还是要践踏我青龙皇室的尊严？这林峰乃当世奇才，我本来打算向父王举荐他，若他能入我镇南王府为我王所用，必可成为父王的左膀右臂。你此时动他，是要动我镇南王府根基，断我父王的前途吗？属下怎敢？少渊，你这话有些严重了。三哥，你也知道北穆王和父王的竞争关系。林峰才16岁就可以硬汉神武境强者，乃千年难得一见的奇才。若父王有他辅助，何愁不能更进一步？可是你现在却得罪了林峰，使他难以为父王所用。你这过错很大呀！你，怎么，三哥，你怕呢？我为何要怕？神武大将军是我青龙王朝的忠臣，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的子嗣受欺，我出手相助，是为我皇分忧。我相信，不管是父王还是皇爷爷，都不会降罪于我。反而是你，整日游手好闲，荒废武道，往后注定难成大器，无法为父王分忧啊。欧阳坤，我带走，你好自为之。为兄再奉劝你一句：神武大将军镇守边荒战场，战功累累。林峰不过一个黄毛小儿罢了，孰轻孰重？我想，不管是父王还是皇爷爷，心里都自有定数。这林氏恐怕还不是你所能顾得了的。风叔，我们走。是，三公子。可恶！若不是司徒沧海赶来，那林峰早已被诛。坤兄无需生气，林峰不过是一个黄毛小儿罢了。等你养好了伤，何愁没有机会报仇呢？不过这林氏你就别动了，毕竟3大皇孙一起开口，你却执意要灭人一族。这事情若是传入到我皇爷爷耳里，
只怕是连你父亲也难以保你。我皇室终究还是要些面子的。我明白，先前出手，我是想着林峰不过一个废物罢了，三大皇孙未必就会为了他和我翻脸。哪知这小子深藏不露，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害得我阴沟里翻船。这林峰的确有些能耐，可惜啊，风叔没能将他一举拿下。林峰那颗潜藏的龙眸可爆发出惊人的战力，若他真的拼命想要拿下他，难啊！轩月，你可知道林峰为何能在短短1个月内突然崛起？玄月不知，就在7天前，他才告诉我说刚迈入炼气2重。看来，要不是他父亲给他留下了至宝，就是他有逆天机缘。林长生的确是个人物，不过他不识时务，终究还是被雷神宫除名了。况且传说他陷入了古禁地，已经身陨道消。就算林峰身怀至宝，那又如何呀？三公子的意思是，先去藏龙山脉，再从长计议。好。抱歉，未能帮你报仇雪恨。郡主此次及时赶来，已经是帮了我的大忙。哎呀，林峰弟弟，你怎么只记得冰鸾妹妹好，不谢谢姐姐呢？刚才姐姐可是也出了不少的力呀。是啊，风少，我也是出力不少，你怎么不夸我2句啊？你们的这份情，我自然也不会忘记。我林峰有仇必报，有恩必还。以后你们若有需要，只要说一声，我绝对义不容辞。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不过我也没什么好求的，我只求风少你以后在出入古迹时多多提携一下老哥我，那就够了。这是自然。那太好了，以后我跟着你，一定能减尽机缘。那时我必可一举迈入天武境，甚至是神武境。哼，等到了那时候，看秦红这家伙还敢说我游手好闲不？林峰弟弟，姐姐对你可是真心的哦。只要你愿意，我马上去求我皇爷爷给你我赐婚。当然，若你和冰鸾妹妹两情相悦，我也就只好与你相忘于江湖了。美人如玉，谁能不爱？不过我现在却更需要尽快提升实力，不然若实力不够，连亲人都将保护不了，又有什么资格去守护挚爱呢？林公子所言甚是，在这弱肉强食的武道世界，提升实力才是王道。不过，若有人携手共进，岂非更好？郡主说的是。哎呦，真受不了你们！不过冰鸾妹妹说的对，不管是爱人还是朋友，能携手共进，岂不是更好？有我们在，亮将军府也不敢再贸然动你的族人。不然我们3人一起面见皇爷爷，就算是大将军，也难逃其咎。不错，我皇室还是要面子的。谢谢你们。客气。先去看看你的族人吧。风儿，爷爷，爷爷，是孙儿来晚了，让您受累了。好孩子，这些年是爷爷对不住你，是爷爷没有好好照顾你呀。此次我林氏能化解危机，多谢诸位小友鼎力相助。老朽代表林氏一族先行谢过各位了。老爷子客气了，林峰对我们有恩在先，我们出手相助亦是应该的。不错，老爷子无需和我们见外。如此，老夫就不客气了。诸位，我们先入府中客厅一叙吧。风儿，小鱼是什么情况？他怎么会突然变得那么厉害呢？我看刚才小鱼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他不会出了什么意外吧？小鱼并没有出什么意外，他
他只是觉醒了体内潜藏的第二灵魂。觉醒了第二灵魂？难道小鱼真的是什么大能转世不成？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是。那他觉醒第二灵魂后还是小鱼吗？这得看小鱼的灵魂能否压制第二灵魂，占据主导位置。这么说来，他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哎呀，那该如何是好啊？你父亲将你们兄妹二人托付于我，让我好好照顾你们。若是哪一天他平安归来，却发现小鱼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该怎么向他交代呀？爷爷，您说我父亲还活着吗？林长生可是一个传奇人物，若他还活着，该到达了什么境界？我能感觉到，他还活着。若父亲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到他。爷爷相信你，不过你父亲当年去了天外天，你若要去天外天，就必须获得拜入雷神宫的资格。当年父亲是从三大王朝的天才之战脱颖而出，获得了拜入雷神宫的机会。只是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后来被雷神宫除名了。3个月后，雷神宫便将派人来我王都选拔天才。以林峰弟弟的实力，自然是可以一举夺得金龙榜魁首，获得拜入雷神宫的资格。若林峰弟弟真的拜入了雷神宫，姐姐以后想见你可就难了呀。这有什么难？我们皇族有特定名额，你想去雷神宫，可以让你父王争取啊。我们皇族的名额只能拜入雷神宫外门，雷神宫外门竞争极大，有陨落的风险。我才不想去那受苦呢。说那么多，还是你不够爱风少啊！切，少挤兑老娘！只要林峰弟弟开口，我去雷神宫外门又何妨？外宗的名额，或许我可以让皇爷爷给我一个名额，只是母亲会肯。雷神宫嘛，我一定会争取拜入当中。只有进入天外天，我才能查到父亲去了哪个禁地。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小鱼的问题。如今的他情况极为不妙啊。小鱼伤得很重吗？小鱼灵魂受创，倒是可以用丹药治疗。麻烦的是他那第二灵魂。他那第二灵魂如何？这次小鱼那第二灵魂只是溢出少许，魂力就引来了天劫，差点伤了他性命。若他第二灵魂彻底解除封印，那引来的天劫威力必然倍增。到了那个时候，小鱼将有灰飞烟灭的危险。这次的天劫已经是威势滔天，若是更强，只怕真的不是凡人所能够抵挡下来。只可惜爷爷只是天武境，对此束手无策呀。小鱼妹妹那第二灵魂为何会引来天劫？小鱼那第二灵魂带着前世的印记，为天地所不容，一旦被天道感知，就会降下天罚。这次他的第二灵魂已经苏醒，不久后必然会再次觉醒。这倒是有些麻烦。据小雨所说，小鱼的印记是天罚印记，是被神界天庭定了大罪，进行惩戒后留下的。拥有此印记的人，生生世世皆为罪人。一旦这印记浮现，必有天罚降临。但这太过惊世骇俗了，还是先不要告诉爷爷他们了。林峰弟弟，是不是只要遮掩住了小鱼妹妹灵魂印记的气息，就能避开天罚？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只是天地大道主宰着万物生灵，想要蒙蔽天道感知，躲避天劫太难了。除非有逆天的宝物以及配合足够的修为，才能蒙蔽天机。实不相瞒，我青龙王朝的古籍就记载着有一件宝物可蒙蔽天机。啊？什么宝物？传说古神大陆有一尊真神境的龙族强者，拥有一枚9星魂天珠。那9星魂天珠不仅可以牵引9天星辰之力化为大阵，还可以蒙蔽天机。这段秘辛我也见过。当年那尊龙族真神为了抵挡异族入侵，战死于上古战场。他所掌控的9星魂天珠也随之遗失。根据古籍记载，藏龙之渊就是那处古战场的遗址。只要在藏龙之渊找到那位前辈的遗骸，或许就能找到9星魂天珠。
真的。只是丧龙之渊每100年开启一次，这千百年来还没有人进入过那所谓的上古战场。你想要找到9星魂天珠，只怕有些困难。只要古籍记载为真就好，不去试试，又怎么知道行不行呢？不错，真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我和你一起去藏龙之渊看看，说不定我们还能获得真龙宝血，从此一飞冲天。风儿，你真要去藏龙之渊？那里可是极为凶险呐！为了小鱼，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去闯一闯。不管你要做什么，爷爷都支持你。不过你一定得答应爷爷，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爷爷放心，孙儿一定会保护好自己。那就好。爷爷，我这次在冰焰地龙窟寻得了一些灵药，待会儿我去给你炼成丹药疗伤。冰焰地龙窟，这里有株龙元花，您先炼化了巩固真元。龙元花价值不菲，你还是留给自己用吧。哈，这样的灵翠，孙儿还有许多，您就收下吧。真的？老爷子，您就收下吧。风少可厉害了，他简直是个寻宝能手。那我可就收下了。小鱼的灵魂之力开始逐渐恢复，但为什么还不醒过来？昨天那一战，小鱼被天劫劈中，伤了身体，灵魂也受创了。但好在大部分天劫之力是被第二灵魂承受了，不过还是损害了体内大量精气。他此时极为虚弱，灵魂需要静养。唉，风儿，你真的炼制出了补天丹？补天丹可是高阶丹药，放眼整个青龙王朝，也只有少数几个炼丹师可以炼制。这就是补天丹。这是药剂化形啊！这俨然是丹药当中的灵级丹药啊！是的，爷爷，我已经掌控了炼丹之术。炼丹之术何等难学，普通人炼制一颗黄阶丹药都要数年的苦学才行。你居然已经能够炼制出灵丹了！父亲当年给我留下了一本炼丹秘籍，我闲来无事就偷偷的练习了几年。长生给你留下了一本炼丹秘籍？是啊，其实炼丹也没有那么难，我练着练着就练出了这颗灵丹。练着练着就练出了一颗灵丹？你当炼丹师炒菜呢？真是你炼制的？难道这丹药还能有假？这丹药里的药材可是我才采集而来的呢。这倒是。灵阶丹药在我青龙王朝，也只有皇室的炼丹宗师才能炼制而出吧。这小家伙居然随便就炼制成功了，他的炼丹天赋该是何等的惊才绝艳呢？看风少的样子，丹药真是他炼制而成的。若以后风少炼制灵阶丹药去卖，我林氏岂不是要发财了？是啊，这灵阶丹药可是有钱也买不到的极品丹药啊！哈哈哈哈！好，风儿有此天赋，乃我林氏之幸。这颗丹药内蕴龙元，还有洗髓草的成分，有了它，老夫的伤势也就可以痊愈了。风儿，爷爷可就不客气喽。爷爷，您就放心收下吧。好，好，爷爷，以后我再给你炼制几枚高级丹药，争取让您的修为更进一步。那爷爷可就等着你的丹药喽。爷爷放心，一个氏族有了炼丹师，就可以培养出无数的强者。我林氏振兴有望了。大伯，这里还有几颗天元丹。天虎叔叔，这是给你的。这丹药也有药气化形，这是达到了灵丹级别的天元丹啊！不错，我在天元丹的基础丹方里添加了龙鳞花和龙元参，药效将远超普通天元丹。除此外，我还帮你们炼制了灵气丹，可助你们迈入灵武九重境。如此一来，你们服下天元丹后，也就可以冲击天武境了。这太贵重了吧？这是你应得的。这次大将军来袭，你无惧生死，敢于面对强敌，
我林氏就需要你这样的人。如此，天虎谢过封召。以后我林氏子弟只要为氏族做出了贡献，都可以获得丹药奖励。不仅如此，1个月后，林氏将举行一次少年天才大比，夺冠的人可以获得1株龙血洗髓花，前10的人则可以获得洗髓丹1枚。夺冠的天才可以获得龙血洗髓花，激发体内的传承血脉。这龙血洗髓花可以帮助人洗毛伐髓，觉醒出高阶的武魂。若能获得1株龙血洗髓花，足以让一个天才一飞冲天了呀！爷爷，这株龙血洗髓花就由您先收着吧。好，我一定要在1个月后的会比当中脱颖而出。有风儿在，我林氏何愁不能振兴？开辟祖龙气海需要太多的龙气了，在冰焰地龙窟获得的灵药也只能助我开辟2个气海。不过开辟这2个气海后，我的实力比起之前又提升了不少。主人，根据小雨计算，您的实力已经堪比天武3重境的修士了。天武3重境啊！若加上冰焰龙魂之力，您的战力可以飙升到天武9重境。只有天武境级别的战力还远远不够，神武境才是我的大敌呀！您开启祖龙之盟，已经可以比肩神武境修士，只是您现在的灵魂之力仅仅只能催动祖龙之盟3次，所以你想对付神武境的大敌，得先提升灵魂力才行。提升灵魂力吗？聚魂丹。好恐怖的威势！这是血脉之威，是有人觉醒武魂了吗？那是冰鸾妹妹居住的别院。冰鸾妹妹觉醒武魂了吗？青色光芒，那是天阶武魂呐！天阶武魂在我青龙王朝也算是天才了，何况冰鸾妹妹同时觉醒了2个武魂，简直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奇才。蓝色，这是灵阶武魂呐！冰鸾妹妹居然觉醒了灵阶武魂，这怎么可能？她已经超过了18岁，到了这个年纪，应该已经无法觉醒武魂才是。她难道获得了什么上古秘术？是郡主。什么？郡主觉醒了武魂？青龙和冰鸾共舞，这是双武魂啊！我青龙王朝已经100年没有人觉醒双武魂了，觉醒双武魂者立刻凌驾同级修士。冰鸾郡主，这是要一飞冲天了吗？以我心神为体，容我武魂。灵阶9品，这可是接近王阶的武魂了呀！灵阶9品的双武魂，在青罗王朝，谁可与之相比？引动风云，这是迈入天武境的意象。同时2个人迈入了天武境，这是怎么回事？天武境。哈哈哈哈哈！没有想到这颗补天丹不仅治好了老夫的伤势，还让老夫一举迈入了天武8重。这约翰龙元的灵丹当真不同凡响，看来有机会得让风儿多炼这几颗才行。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林氏一族要再次崛起了？冰鸾，你觉醒了双武魂，不错，果然是双武魂，还是灵阶9品的高级武魂。好，好，如今你觉醒了双武魂，看谁还敢轻视于你。如此一来，九公主也不用再为此忧心了。哈哈哈哈哈哈！灵阶9品的武魂，放眼整个皇室，当代也只有一人可以和郡主相提并论呢。从此后，郡主必可一路高歌猛进，踏上武道之巅。这多亏了林峰公子。林峰对郡主的恩情，安国王府自不会忘。此次藏龙之渊开启，我们便让他随郡主一起前去寻找机缘。若他在里面能有所收获，也算还清了这份情。师尊，藏龙之渊已经要开启了吗？马上就将开启，此时我们也该动身了。好，到了神龙谷，我就可以冲击天武境了。太古凝血诀，血脉之力，给我凝！这是怎么回事？我明明感应到了体内潜藏着浩瀚的血脉之力，为何会激发不出来呢？小雨，给我检测体内血脉。是。主人，您这血脉之力似乎被某种枷锁束缚着。这是怎么回事？小雨正在整理九龙之眸内所获得的数据。若体内的传承血脉过于强大，将为天地所不容，便有大道枷锁束缚，使血脉之力无法激发。如果在凡人界，若天地规则限制神力，那么神灵留下的血脉将为天地所不容。武神他们出过神灵，这片天地并不限制神灵血脉，所以主人身上潜藏的血脉之力，应该源于更强大的存在。我父亲林长生只是一个凡人，若他是超越神灵的存在，我林氏何至于落魄至此？难道我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或者我母亲是超越神灵的存在？根据小雨检测，主人身上潜藏的血脉蕴含神元之力，当中还有更强大的武神之力。这种血脉应该源自您父亲林长生，主人的治疗系血脉之力应该源自您的母亲。看来我的血脉问题得找到父亲才能了解清楚。是的。真是可惜啊，体内明明潜藏着强大的血脉之力，却无法激发。主人，只要有强大的天地灵催辅助，你这潜藏的血脉还是可以激发的，只是速度略显慢罢了。您服用这龙血洗髓花后，不就激发了一些血脉之力吗？这么说来，只要我寻找到比龙血吸髓花更高级的灵萃，就可以激发我的血脉了。理论上来说是的。太好了，到了那时候，我倒要看看这让天地所不容的血脉之力到底有多么恐怖。林峰少爷，冰鸾郡主和秦玉小姐有请。冰鸾郡主，林公子，他的气息似乎变得更加浑厚了。郡主是要出发去藏龙之渊了吗？是的，三大王朝随时会开启神龙谷，我们若是去晚了，只怕便要错过这次机会了。好，我稍微吩咐几句，就随你们出发。林公子，这是我给您筹集来的药材。林老有心了，这次大将军府来袭，多亏了您老拖延时间，不然我林氏一族威仪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对您的谢意。这里有一套我父亲留下来的武学，你且拿去好好参悟，相信能够帮你再提升几分战力。六合封天掌，这绝对是达到了王阶的武学呀！多谢封少赏赐。林老客气，这是你应得的。封少此番赏赐，于老朽而言恩比天高。以后我林氏一族定当以封少马首是瞻。若林氏一族有事，我林有德哪怕是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恩比天高，这林峰是给了什么武学给林老？这林有德好歹也是天武2重境的修士，
居然对林峰如此卑躬屈膝，至少是临阶武学吧？林有德此言无疑是要拉着林氏一族依附于林峰啊。临阶武学的确能让一个氏族的整体实力飙升，林有德此举倒也是正常。有了这王阶武学，我林氏一族未来必可挤入青龙王朝一流氏族之列，这份恩情怎么敢忘？我跟着封少绝对没错。我出去的这段时间，就有劳林老多多照看林氏了。冯少放心，老朽一定会时刻关注着将军府的动向。爷爷，我将前往藏龙之渊，小鱼就有劳您照顾了。这是给他留下的养魂丹，您每天给他服用一颗，3天后他应该就可以醒来了。你放心，爷爷一定会照顾好小鱼。风儿，你就放心去藏龙之渊寻找机缘吧。大伯服用你炼制的天元丹后，已经迈入了天武境，哪怕是将军府来人，也不至于没有一战之力了。不错，我也迈入了天武境，再加上风少您给的武学，我能和天武2重境一战。如此甚好。啊，这2人是服用林峰炼制的天元丹才迈入的天武境。天元丹，这可是高阶丹药，哪怕是我王府的炼丹师也无法炼制出来。林峰他居然能够炼制天元丹。薛小姐，您能否再加把劲儿，将林峰给一举拿下？以他的炼丹之术，必可为我王府培养无数天武境修士。到了那时候，王爷麾下猛将如云，青龙皇室的哪个王侯可以和王爷争锋呢？拿下林峰，一旦王爷夺得储君之位，继承大统，您就是公主了呀。我倒是想要将他拿下，可惜难呐。吴少，这林峰实乃天纵奇才，您不如将之拿下，让其入赘我镇南王府。光礼叔，我是个正常男人，好不？我可没有龙阳之好。龙阳之好？吴少，您想什么呢？我的意思是，您多和林峰亲近亲近，拉好关系，然后再将您的妹妹雅晴许配给他，这不就是让他入赘我王府吗？原来是这样啊，吓我一跳。只是我妹妹雅晴才12岁，这就给她招夫婿，会不会有些不妥呀？有什么不妥？先将她绑入我镇南王府的战车再说，不然让她入了北穆王府，王爷可就没有争夺储君之位的优势了呀。这倒是一个好办法。郡主，您得主动一些，早点将林峰拿下才是啊，不然这林峰小友可就要被2大王府的人挖走了，到时候您可就追悔莫及了呀。主动一些，我已向他吐露心声，还要怎么主动呢？难道要我？这林峰乃千古奇才，潜力无限，的确是郡马爷的不二人选。我们出发吧。藏龙之渊已到。当年爷爷就是进入这藏龙深渊，为我寻找灵药激发血脉。那一次，爷爷被大妖撕裂了一臂，身受重伤。没有想到，仅仅是深渊之外面，就有如此恐怖的气势。深渊里面凶险无比，进入里面后，你们一定要小心警惕。这藏龙之渊好大呀！是一条天武9重境蛟吗？我们才入藏龙之渊，就有天武9重境的大妖，在深渊里面是否有神武境的大妖？怪不得爷爷会重伤而归。给本将滚！沧海一刀！
好强，不愧为神武境强者，仅仅是一刀就震慑住了群妖。继续前进，大家小心点。这是龙鹰，这些家伙都达到了天武九重境啊！若没有强者庇护，普通修士在藏龙之渊根本就是寸步难行。沧海一刀，你我武魂，青龙摆尾。不可恋战。咦？不好，我们被缠绕住了。快砍断这些枝条！这枝条如铁，我们根本无法斩断。好大的古树，快近300米高了。主人，这棵树达到了神武境级别，枝条如铁，为乌金铁树，极为难缠。这是乌金铁树，大家小心！冰丸封天！无上，天龙十三斩！哎啊！青龙一，这是达到神武境级别的乌金铁树，你们都退开！冰焰潮汐掌，冰焰焚天！只能出杀手锏了。祖龙之谋，起！乌金铁树退了。主天！这是什么神龙？怎么有诛天灭神之威啊？铁树囚龙，好巧！不愧为神武境的乌金铁树，我这全力一击居然仅仅是让它断了一些枝条而已，可我的魂力却损耗了30%。我若想要和神武境强者持续战斗，还得提升灵魂力才行。一个少年居然强大至此，外界什么时候有如此精彩绝艳的天才了？撤！退了吗？乌金铁树逃了，一击就击退了神武境的大妖，林峰比想象中还强啊！这小子简直就是一个妖孽呀！凌风这一击已达到了神武3重境，若他在神龙殿内再进一步，便是我也不见得能与之争锋。不久后，他便将拥有能硬汉大将军的底气了。风少，你真强啊！刚才那一击也是你父亲留下的手段吗？不错。还好我们有沧海叔叔和林峰弟弟，不然只怕要折晕在这里了。林峰弟弟，你可是又救了我们一命啊！是啊，我们既是同伴，就理应相互照应。这藏龙之渊的大妖越发强大了，我们尽快赶到神龙谷吧。神龙谷到了。
那是林峰，他居然还活着。林峰，青龙王朝又来人了。那是镇南第五子秦少渊，那是北穆王第七女秦玉。安国王府的冰鸾郡主也来了吗？据说他已年过18，却还没觉醒武魂，是一个十足的废物。以他灵武境的修为，只怕连神龙殿的殿台都无法踏足，他也敢来神龙谷？他不怕死吗？谁知道呢？或许他想要在神龙谷获得真龙宝血，激发血脉，觉醒武魂呢？觉醒武魂？谁不知道年过18后，血脉之力已经难以激发，他也想觉醒武魂？这些家伙简直是欺人太甚！郡主，要不要末将去教训他们一顿？不用，神若足够强大，自然没人敢轻视。也是，如今郡主觉醒了双武魂，岂是这些人可比？郡主有此心性，以后必能有所成就。我一定会成为你这样的强者。我相信你。如今郡主已经觉醒双武魂，只要我再给她几部强大的武学，足以碾压同级修士。何况她自己还有一颗强者之心。哎，冰鸾郡主身边怎么是一个陌生少年？他的护卫不是司徒叶吗？是啊，这个少年倒是俊俏，莫非是郡主的面首？谁知道呢？人家有个好母亲，是皇族的人，在我们国公府可没有人敢议论他。女生都这么八卦吗？看我干什么？面首。林峰，我们不用理会他们。等回到王都后，我便让皇爷爷给我们赐婚。赐婚？他是怕我因为非议而受委屈吗？见过十一皇爷。无需多礼。冰鸾，你迈入了灵武9重境。是的，十一爷爷。如此甚好。就算你不能凝聚武魂，只要努力修炼，也有机会触及神武境。禀告十一皇爷，郡主已经觉醒了武魂。什么？冰鸾觉醒了武魂？啊！是的。好，你觉醒了武魂，你母亲也无需忧心了。此人是？他叫林峰，是我的救命恩人。救命恩人。我与林峰两情相悦，冰鸾打算向皇爷爷请命，让他给我俩赐婚。赐婚？这就是你对我的报复吗？这小妮子倒是大胆。小子，冰鸾可是我皇室的宝贝疙瘩，你想娶她，还得得到我们这些老头子的认可才行啊！就让老头子看看你有几分实力吧！无青龙之爪，赢我青龙玉，天压山河。十一爷爷，手下留情啊！呵呵，爷爷帮你试试这小子。这武境6重，果然强大。林峰，林峰弟弟，十一爷爷可是真武6重境的强者呀！十一爷爷，别，林峰他才16岁啊！他才16岁嘛，这般年纪就能支撑不倒，也算是个天才。可你想当我皇室女婿，却还不够啊！玲珑之玉，给我下！生武境很强，可是我林峰绝不屈服。12气海，给我全开！
祖龙霸体护持杖！这小子是谁？怎么有如此豪华的龙威？我感觉血脉被压制了。啊，这是龙气！这小子体内的龙气似乎比本王还纯，他这气势俨然已经达到了天武3重级别。好小子，年纪轻轻就能抵抗住本王的气势压迫，不错。以你的天资和魄力，倒是配得上我家冰鸾丫头。你这个孙女婿，老夫认了。这小子真要当骏马爷了吗？唉，可惜呀，冰鸾郡主那可是我青龙王朝第一美人，这么快就名花有主了。哈哈，太好了，有了11皇爷认可，冰鸾郡主和林峰的事情也算是定了下来。唉，我北冥王府没有机会了。孙女婿，这都不和我商量商量吗？怎么，你不愿意？我刚才会不会太唐突了？郡主待我一片真心，我怎能负他？愿意，我自然愿意。好，很好，以后你可要好好待我家冰鸾丫头，不许欺负她呀。那是自然，冰鸾郡主才貌无双，我疼她还来不及，怎么会欺负她呢？如此甚好。你乃天纵之才，潜力无限。只是老夫我从没听过青龙王朝有你这样龙气雄浑的天才，却不知你出自哪一个氏族。11爷爷，他叫林峰，出自龙山镇林氏一族，乃我青龙王朝第一天才林长生之子。前几天他还诛杀了大将军府的青衣18位呢。啊？他前几天诛杀了青鹰18位？什么？大将军府的青鹰18位联手，战力之强，俨然已经可比天武9重境修士了呀！是啊，那欧阳坤仗势欺人，要屠灭林氏一族。我和冰鸾妹妹以及少渊弟弟让他手下留情，他偏不听。11爷爷，你可要为林峰做主啊！林峰救了我们3人的性命，是皇室的恩人。若我们青龙皇室连自己的恩人都护不住，以后如何统御八方？是啊，11爷爷，大将军府无视我皇室威严，其心可诛。冰鸾，真有此事？是真的，还请11爷爷为林峰做主。好，你放心，若此事真如你们所言，本王自不会坐视不管。谁若欺我家冰鸾丫头的夫婿，老头子我第一个不答应。多谢11皇爷。谢谢11爷爷。有了11皇爷庇护，我林氏应该暂时无忧。欧阳坤，你仗势欺人，欲荡平林氏一族，可有此事？11皇爷，这是误会，误会！我只是去替我妻子的族人讨回一个公道，并没有要荡平林氏一族的意思，还请皇爷明鉴。不错，11皇爷，欧阳坤身为大将军之子，可他七弟却受人欺辱，他若不出面庇护，大将军威严何在？他又如何为我青龙王朝震慑边荒呢？此事本王自有论断。林长生为我王朝迎来无尽荣耀，陛下曾经亲自对林氏进行褒奖。你们冒犯林氏，只怕陛下问责下来，你父亲也难辞其咎。我定谨遵皇爷的教诲，不敢造次。你明白就好。林峰，等我进入了神龙谷，找到了父亲提及的机缘，我一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林峰，我姐夫已经将龙山镇发生的事情告知了大将军，等大将军处理好边荒战场的事务后，便将亲自出面荡平你林氏，看你还能嚣张多久。大将军要亲自来报仇吗？不过听贾千侯的意思，大将军还在边荒战场，如此一来，我还有时间提升实力。
这是进入神龙谷的龙牌，等神龙谷封印开启后，你们只要激发名牌就可以进入里面。至于神龙谷的具体事宜，冰鸾丫头，你可以和林峰说说。是。小子，老夫很看好你啊！这次神龙谷开启乃是100年一次的大机缘，你可要好好把握。林峰一定不会辜负11爷爷的期盼。如此甚好，希望你能如你父亲那般精彩绝艳。我一定会努力追赶上父亲的步伐。诸位道友，神龙殿已经出世，该开启神龙谷了。自该如此。以我心玄为引，龙牌聚。天龙画桥，神龙封印，给我开！诸位，请入神龙谷，记住，半个月内必须从里面出来。半个月后封印变强，天龙之桥也将随之消失。走，我们也动身吧。激发龙牌就可以化解封印排斥。好。走。主人，附近有妖兽异动，得赶快登陆神龙台阶上。我们也去神龙台阶吧。好恐怖的压迫之力，俨然已经可比天武9重境了。这就是神龙阶吗？好浓郁的真龙之气。主人，这里的龙气带着神性气息，快以心神控制祖龙之矛，吸收龙气。什么是神性气息？这些真龙之气疑似由真神级别的神龙身上溢出，带着神灵残留的一丝力量。祖龙之矛吸收这些龙气后，便可巩固根基。主人启动祖龙之矛，也将威力倍增。不仅如此，主人还可以吸收这些真龙之气，开辟祖龙气海。冰鸾妹妹，你才区05境也敢来此？难道你不知道这神龙台阶越往上压力越大吗？你可是我安国王府的掌上明珠，要是你折允在此，你叫九公主怎么活呀？人家冰鸾妹妹可是找了一个天武境的小白脸，不是一个小弟弟。或许他这个天才小弟弟能带他入神龙殿呢。我的事情就不劳你们操心了。这怎么行呢？你可是我的妹妹啊！小弟弟，你可要保护好我们家冰鸾哦。保护好冰鸾？你看着林峰停在原地不动，双眸紧闭，还在吸收龙气呢。你们说他这是被神龙之气压迫的寸步难行，所以在吸收龙气提升实力吗？我看啊，他只怕连这神龙殿台都无法登上呀。
就这点实力，他还怎么保护冰鸾妹妹？你们还是担心自己吧，冰鸾自有我保护。至于你们嘛，待会儿你们遇到危险时，别求我出手相救便好了。青龙王朝的人已经到齐了。哼，青龙王朝，这次你们的天才一个也别想进入神龙殿。笑话，我们可都是天武境修士，还需要找你求救？这些人太可恶了！谁让冰鸾妹妹出身高贵，让人嫉妒呢？我们也跟上吧。莫急。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林峰弟弟，你早就知道他们会出手。我只是觉得此行不会那么简单罢了。百里清风、无障，你们这是什么意思？神龙殿100年才开启一次，机会难得。谁都知道，最先进入里面就可以获得最好的机缘。这一次，你们青龙王朝的人就老老实实在后方等着吧。你们难道不怕引起国战吗？难道你们青龙王朝要单挑我们2大王朝不成？若是这样，我们倒是不介意和你们玩玩。你，看来他们2大王朝早就有所预谋了。可恶！这2大王朝太卑鄙了。神龙殿开启，谁先进入里面就可以获得大机缘，这已经足以让2大王朝的人铤而走险。何况3个月后，雷神宫将在我朝举行金龙榜之争，为了这个名额，他们也会竭力阻止我们青龙王朝的天才进入神龙殿。可惜，100年难得一次的机会，我们也就只能在旁边喝口汤了。天武王朝和天剑王朝联手，的确有些棘手。不过事情并非没有转机。难道林峰弟弟有办法？这2大王朝天才底蕴不凡，非你一人之力可敌啊！这些家伙既然敢对我们青龙王朝出手，肯定留有杀手锏。我们静观其变即可。静观其变？我们就在原地抓紧，多吸收一些龙气吧。那我们也留在这吸收龙气吧。武恒、百里长青，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呵呵，不过是小辈间的争斗罢了。秦冲老哥，你何必动怒呢？进入神龙谷的是我青龙王朝的天之骄子，你们的人在里面联手袭击他们，这是要断我国祚吗？秦冲，你这100年来青龙王朝天骄辈出，风头太盛，也该让我们2大王朝的人出头了。好，看来你们早就有所打算。既然如此，你们就等着承受我皇的怒火吧。我们2大王朝随时奉陪。怎么办？现在只能看他们的造化了。秦红，给你们一个机会，现在退去还可保命，若再做耽搁，你青龙王朝的天才可就真的要折影于这神龙台阶上了。神龙殿100年才开启一次，我们怎么能退？诸位，我们竭力出手，和他们拼了！青龙王朝的青年倒是热血。热血有什么用？后方的大妖马上就汇集而来，若再耽搁，他们腹背受敌，必要全部折运于神龙台阶。秦冲，以本座看，你还是传讯让你们的人退出神龙台阶的好，不然你们一下折损近100个天之骄子，必是要大伤元气啊！皇爷，我看不如让他们退出台阶。是啊，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那些妖兽多为天武6重以上，郡主只怕难以应付。
该祭出大阵了。星河剑图，玄武浩海图。这是内蕴玄武真灵，威力巨大，绝非天武境的修士可以抵挡。冰鸾，速速退出神龙台阶！哇！师尊让我们退出神龙台阶。天剑王朝和天武王朝的人祭出了阵图，他们是要合力出手啊！无妨，你们只管待在这里炼化龙气就好了。好，风少，我信你。既然如此，我也跟随公子。林峰弟弟有把握，那么奴家就舍命陪君子了。小姐不怕，小鱼也不怕。那么我们就在这儿炼化龙气吧。诸位，随我一起激发阵图。是。以我剑术之力，惊变天魔。这剑图之威达到了神武境。对，快对！以我心神为引，星河之剑，覆灭山河，星河剑雨，去！可恶！诸位随我，竭力出手断后。是。起我金龙印，起我冰鸾印，起我天武印，起我飓风印。好恐怖的力量，这不是我们所能抵挡的！快退！撤退！青侯弟弟，夫君，青侯被震碎了心脉，我们该怎么办啊？青侯救不了了，我们快撤！玄武震乾坤，浩海覆山河。我这阵图威力之强，已经达到了神武2重境。你们有灵印又如何？秦红、秦赵，你们就好好的和下方那些妖兽玩玩吧。秦风兄，我们去神龙殿。你们几人在此执掌阵图，阻止他们前进。是。哼，真是一堆废物！这时候了还在修炼，你们就等着被妖兽吃了吧！鹦鹉7重境的剑翅大鹏，起我冰鸾灵印，起我封印。可恶！这些妖邪都达到了天武6重境以上。郡主他们怎么还不动身？已有大妖赶来，若再晚一步，可就要被妖兽群围攻了呀！龙少云，武少有危险，我们要不要出手？你能抵挡天武9重境的龙首鹰吗？
五少和三少虽是异母同胞，却同争世子之位。若五少陨落在此，三少无疑少了个对手。三少所言极是。林峰，龙首鹰力大无穷，一爪可裂金石。哼，他们要完了。第13气海，开！第14气海，开！第15气海，给我开！冰焰擎天！强大的冲击力！这是天武9重境才有的冲击之力啊！月红小姐不是说林峰只是一个废物吗？他这一指之力怎么如此强大？肯定是若无宝物，他又怎么能觉醒真龙血脉？哼，林峰的父亲到底给了他多少宝物？不愧是龙首鹰，鹰域已经堪比高级灵兵，只可惜遇到了我祖龙鹰。天地龙气，天下无声。林峰这是在吸收神龙之气，难道他掌控了王阶以上的炼气功法？不，这最少也得是皇阶功法。什么王阶？这林峰未来潜力不可限量啊！霸体流星拳！这怎么可能？林峰怎么变得如此强大了？即使是秦红公子，也做不到如此地步。这小子居然还掌握了音波秘术！那小子是谁？怎么有如此战力？林峰的进步真快呀！不可能，1个月的时间，他怎么能达到如此地步？一定有什么问题。好，不愧是老夫认定的孙女婿，这个少年的确是个天才。不过那又，这一次你青龙王朝的修士，注定只是我们天剑、天武2大王朝天才的陪衬而已。秦宠，老夫劝你还是让这个少年离开神龙殿吧。待神武境的大妖赶来，他若折允，青龙王朝可就后继无人了呀！你，皇爷息怒，这无恒说的不错，不如让林峰他们退出来吧。我已经传讯给郡主，可是他并没有退的意思。难道他们有把握不成？不愧是带着神性力量的神龙之气。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悍？刚才这一击之力也太霸道了。这里的龙气力量极强，我刚才炼化了不少，所以实力有所提升。我也炼化了不少，却连天武境都没有达到。你继续努力吧。林峰弟弟，前面有2大王朝的修士祭出阵图拦截，后面也有大妖来袭，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是啊，刚才秦红他们激发灵印，竭力出手，却都败了。当然是闯过去。你有把握吗？区2个阵图也想挡我？口出狂言，就他
也想破我们两大王朝的大阵，给我全力激发大阵！你们且随我上来，不然等那些神武境的大妖飞来，我便顾不上你们了。好。真奇怪，我跟在风少身边，居然感觉不到神龙之气的压迫。因为林峰和这里的神龙之气产生了共鸣，这偌大的神龙台阶俨然已成了林峰的主场。这可是连天武6重境修士都无法办到的呀！想来他所掌控的功法达到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地步吧？还真是一个让人看不透的家伙。这家伙真的要去闯阵图？青红，我们要不要跟上去试试？我们刚才全力出手，却一败涂地，再去又能怎么样？这林峰想要破阵图，就是痴心妄想。如今神武境的大妖引来，我可不想陪着他去送死。若我当初没有悔婚，此时站在他身边的应该是我。玄月，你要留下来吗？没有。走。林峰在这神龙台阶上如闲庭信步般，他绝非表面那么简单。我们若就此离开，只怕要后悔终生啊！神武2重境的雪龙兽，还好我们及时退。若雪龙兽登上台阶，林峰他们必将腹背受敌。可惜未能亲手杀他。林峰真要硬闯？哦，如今神武境的大妖已经登台，他们这是找死！愚昧的家伙，给你们机会逃命不珍惜，如今雪龙兽已至，你们就等着被群妖撕裂吧！星河剑雨，遍覆山河，杀！谁被群妖撕裂，还未可知呢。无尽龙气，尽加无身，一如心神，欺我祖龙之谋。玄武镇乾坤，浩海覆山河。诸天之矛，不，天族。这是什么神通？居然一举击溃了2大王阶阵图！龙某，刚才小疯子眉心上方浮现出的是一枚龙眸。我青龙王朝又出一条真龙，冰鸾这丫头为我族找到了一个乘龙快婿呀！果然，祖龙之谋的威力也更强了。若我能在神龙殿有所收获，必能更进一步。到了那时，我或许能和神武大将军一战。走，跟上风少，去神龙殿铸就道基。阵图被击溃了，如此我们便无需再惧怕其他2大王朝了。这下我们也能进神龙殿了。我听说神龙殿里面可有大传承呢。走，去神龙殿寻找大能传承。发生了什么事？好像是林峰击溃了2大阵图，移到了神龙殿前。什么？这怎么可能？
林峰以前是故意藏拙吗？林峰已经破了2大阵图，我们要不要回去啊？此时神龙台阶上已经布满了大妖，我们还怎么回去？可我们若是不去，等秦昭他们从神龙殿出来，我们还有立足之地吗？唉，当初要是选择相信林峰，不离开就好了呀。走，去神龙殿，不就是有神武境大妖在神龙殿台阶上吗？我们竭力出手，一定可以杀出一条路。不错，我们有灵异，何惧一战？走。夫君，我们不去吗？神龙殿的确有大机缘，不过有林峰在，我们去了也只有些残羹剩饭罢了。那夫君的意思是？父亲给了我一幅地图，根据其上标记，谷内有一处古战场遗迹，那里也有大机缘。届时待我一飞冲天，我必将亲手杀了林峰，报仇雪恨。就是这小子破开的阵图，只是个少年罢了，难道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去教训教训他。小子，就是你破了阵图？不错。瞧你年纪也不大，叫什么名字？这是百里清风和吴章，他们都有天武6重境的修为。无名林峰，乃青龙王朝林氏子弟。哼，无名之辈。世子，他是林长生之子。好，没有想到你竟然是名门之后。你是凭借着你父亲留下的至宝才能破图的吧？靠宝物如何？不靠宝物又如何？你们商我朝天才在先，我破你大阵在后，算是两清。若你们还纠缠不休，那休要怪我不客气了。哼，如此嚣张，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不客气。起我玄武镇山印。以主人目前的实力，全力催动祖龙之盟，可将此灵印一举击溃。不过百里清风应该也有类似的宝印，所以主人得速战速决，不可过多消耗，否则将无法碾压诸敌。以我心神为引，天地龙气，尽将无身。现在才想着提升实力，不觉得晚了吗？诸位，启动武魂，随我一起激发宝印。是，无知武魂，给我出！以无心神为引，玄武之力，给我去！浩海出，玄武真灵，给我现！凝天地之气，显我战绩，玄武镇山掌！起我擎天剑牌，以武武魂，起擎天剑意。诸位，以你们的武魂剑气，助我启动擎天剑。是。玄武镇山河，给我去！啊！这一击之力达到了神武3重境。神武境，非常人可迎风啊！秦赵公子，我们要出手吧？随时准备出手支援林峰。擎天剑斩山河，上！这擎天剑牌乃是清风的杀手锏，一击之力可斩山河。玄武镇山印是半步涅槃境强者炼制的宝印，
林峰这小子死定了。林峰先前击溃玄武阵图，已经损耗了大量的精气，他还能应付吗？一起出手了吗？第16气海，给我！凝无龙气，起我祖龙之谋。就是这颗谋子吗？给我斩！祖龙之谋，开！啊，这魔光似可洞穿虚空啊！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有如此恐怖的眸光？诸天之谋，诸天破虚！喂，快祭出灵翼，竭力出手！晚了，祖龙吟啊！凝我冰焰龙魂之力，祖龙之霸体流星拳！啊，好凌厉的手段！这到底是什么神通？妖孽呀！当年的林长生也没有如此恐怖啊！好，当真是天纵之才，天纵之才呀！看来我还是小觑了他。林峰击溃了2大王朝的天才，郡主也就可以入神龙殿了。这林峰倒是好手段，可惜三公子。秦红虽然天赋不错，可惜他魄力不够，难堪大任。相比而言，邵渊那小子修为不高，却敢于跟随林峰一起面对2大王朝，倒是有几分胆魄。走吧。好嘞，走。这气势啊，我感觉似乎被山岳碾压，根本无法前进啊！果然，没有达到天武境，很难靠近。无妨，一切有我。祖龙之旋。神龙之势消散了。风少，你只要激发神龙妖牌，就可以开启神龙殿门。神龙殿已开启，你们速速进入。秦赵公子，林峰和七小姐已经进入了神龙殿，这2大王朝的人怎么办？就任他们自生自灭吧。哈哈哈哈！林峰进入了神龙殿，真不知道这小子进去后能成长到什么地步。黄爷，依你看，林峰能登上神龙殿第几层？传言神龙殿第9层有上古神龙传承，只不过自神龙殿出世以来，还无人能登顶。以林峰的天赋，我想最少能登上第4层吧。那时
我也未必能挡他了呀。可恶，三少还未击退群妖。若玄月当初没有悔婚，那该多好啊！看来这次我们两大王朝的天才彻底成为陪衬了。苍天不公，青龙王朝怎么又出了一个妖孽？如此天纵奇才，若是生在我族该有多好！药气化形，这些是蕴含了龙元的龙鳞花、龙鳞草。此地龙鳞花所蕴含的龙元之气，远胜冰叶地龙窟那些10倍。有了这些灵萃，我的青龙武魂必可再进一步。不愧为神龙殿，林峰，你快采摘一些吧。我们一起。哇，好大的一棵树啊！龙灵树，据说这是吸收了神龙尸骸精气孕育而成的灵树。起我龙眸之力。那应该是神龙殿第2层。林峰，这是龙灵池，里面的龙鳞液蕴含着神龙精元，若是以此淬炼体魄，可铸就无上道基。这也是3大王朝众多天才来神龙殿的目的之一。凤少，我们去吧。好。主人，这里的龙气可让你的祖龙炼体诀达到第1重圆满。那也就是坝底小城，看来这里的确是一个大机缘。凤少，越接近龙灵树的灵池，蕴含的神龙精元越浓郁。你实力强大，可以选择去上面第8层或第9层的龙灵池。那我便去上面了，你们自己保重。嗯。不必勉强，我这里有篇功法，应该能助你更好的铸就道基，提升青龙武魂之力。太虚化龙诀，以身为炉，融天地龙气，好玄奥的法诀，俨然超过了黄阶功法。这功法太珍贵了，这简直是无价之宝啊！我都要当你安国王府的骏马爷了，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这功法就当是我给你的聘礼了。林峰，谢谢你。我先去修炼了。好霸道的龙元之眼，简直如真龙在我体内肆虐。若是普通人，经脉都会被震碎。怪不得秦少渊止步于3层。不过对于我而言，越霸道越好。祖龙炼体诀，让我见气，寒冰，冰我破。好冷啊！世子，你怎么样？我多处骨骼断裂，已无一战之力。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谋子？莫非他是神灵转世不成？唉，可惜啊，本想独占机缘，不想青龙王朝竟然出了这么一个妖孽。以我武魂，起我青龙焰，天地龙气尽加无厌。哎，诸位，助我！青龙冲击波！以我龙鳞，我青龙天刀，青龙天刀，一刀破山河。起我冰罗印，冰鸾展翅，一念封山河。喂，趁此等等的电。三少，那是天剑王朝和天武王朝的人。不用管他们，林峰已经进入了神龙殿，我们也得抓紧，不然神龙殿内的宝物可就都归他们了。
走，去真龙殿。啊，奇怪，神龙殿前的威势似乎减弱了。可恶，灵翠都被一扫而光了。三少，快看，龙灵池！林峰这家伙居然迈入了第9层龙池。如此一来，林峰便可借助龙元退却凡胎，为迈入超凡境打下基础。超凡境呢，也只有天外天才能诞生这种天才吧。走，我们也得抓紧时间，以龙元淬体。你修为较低，便就在第1层吧。为什么白冰鸾进了第4层？他之前只是一个觉醒不了武魂的废物，难道是林峰帮了他？也只能止步于此了吗？三少进了第5层，比起少渊，终究要强上几分。足足有700年，没人踏足过第9层龙灵池了吧？我青龙皇室得此骏马爷，实乃苍天庇佑啊！难怪没龙灵池，我的青龙武魂俨然脱胎换骨了。我的武魂提升到了灵阶2品，太好了！我的武魂达到了灵阶3品。郡主，我迈入天武境了。我的冰皇武魂达到了灵阶2品，只是比起林峰，我还是差了许多。好，好，王阶武魂，冰鸾这丫头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是王阶6品的武魂，陛下也仅仅只是王阶7品啊！青龙王朝居然出了一个王阶6品的武魂，冰鸾觉醒了双武魂。难道我们当初没有禀告您老吗？你们什么时候说过？不过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如此一来，冰鸾这丫头就可以掌控2种武魂神通了。林峰，能遇到你，是我白冰鸾此生之幸。白冰鸾觉醒了双武魂，定是林峰相助。玄月，你干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不知道吗？澹台玄月曾经是林峰的未婚妻。啊？什么？那他怎么跟3公子在一起啊？因为凌风1个月前还只是一个炼气2重的废物，澹台玄月便攀附上了3公子，悔了婚。此时只怕他肠子都悔青了吧？玄月，你还不过来！本来你的荣耀应该是我陪你一起分享的，如果没有悔婚，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给我回来！如果不是我，你能进入神龙殿吗？居然还对林峰念念不忘，你当本公子是什么？你能和林峰比吗？当初
若不是你怂恿我父亲，让他劝说我和林峰悔婚，我怎么会沦落至此？你的确助我进入了神龙殿，可是林峰却帮白冰鸾举起了双武魂，我失去的，你能弥补吗？你现在敢和林峰一战吗？你，林峰这气势达到了天武九重吗？不，可比半步神武境了。我体内充斥着磅礴的龙元，祖龙炼体诀不愧为无上神诀。接下来，该开辟祖龙气海了。他的气势还在提升，这里的龙气简直成为了他的修炼资粮啊！我们也快吸收龙气，提升实力吧，不然都要被凌风吸光了。对，快吸收龙气吧。我们两族皆没有龙族血脉，哪怕这里龙气浓郁，也无法用来修炼，只能淬体。走，我们直接去神殿第2层。我们要不要去第2层？神龙殿第2层可没有那么好入，我们先等林峰弟弟修炼完再说。不错，这里龙气浓郁，正适合我们修炼。第36个气海，主人，恭喜您成功开辟36个气海，如今您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准神武境，我感觉到你的气息也提升了。小雨也达到了天武9重境。如此甚好，这里的龙气被我吸得差不多了，该去神龙殿第2层了。看，凤少，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都在等我吗？主人，您修炼之时，2大王朝的人尝试前往神龙殿第2层，陨落了不少人。这些人都等着您找出前往神龙殿的正确道路呢。林峰，你还在生我的气吗？抱歉，这位小姐，我们似乎不熟。别，都是我的错，我给你道歉，是我对不起你，不该伤你的心。我们还和以前那样，好吗？还和以前那样？瓶子摔碎了，还能完好如初吗？林峰，你别！从你悔婚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结束了。从此后，你我形同陌路，各不相干。请让开。林峰，你个骗子！你不是说好要一生一世都和我在一起吗？我不过是做错了一件事，你就不肯原谅我？难道你以前说的都是假的吗？为了化解你的妖狼之毒，我耗费4年，损耗了大量精气，导致修为停滞不前。可你不但不感激，还嘲笑我修为低下，不配为你夫君，不请撕毁婚书。现在你却说我是骗子。林峰，我错了，那是因为我太太是被人欺压，我必须变强才能保护族人，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让你的姑姑来杀我，也是为了保护你的族人。我没有让姑姑来杀你。即使不是你指使，我被袭杀之时，你可有护过我半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你与我再无瓜葛。你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吗？你说过要守护我一生一世，林峰。哎呀，你这小子，总算是没有让老娘失望。哎，风少，真没有想到你还有这么凄惨的感情经历。不过天涯何处无芳草，我家冰鸾妹妹倾国倾城，比那澹台玄月不知要强多少。当然，若冰鸾妹妹敢欺负你，我还可以把我妹妹雅晴介绍给你。少渊，你家雅晴妹妹才12岁，你也太着急了吧？我绝不会负你，无论前路如何，我都愿意生死相随。我相信你。哎呦，林峰弟弟，人家还在这儿呢，你难道不怕姐姐我伤心吗？好了，别打趣了，我们去神龙殿第2层吧。神龙殿第2层的通道自有禁制。无妨，我先去看看。走，有风少在，我们一定能进入第2层。走。轩月，你何苦呢？别碰我！够了，澹台玄月，你的武魂已经进阶到灵界了，你还想怎样？我想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别逼我。三少，林峰已经去了通往神殿第2层的通道，我们也去看看吧。哼，你好好在这里冷静冷静，想甩开我可没那么容易。玄月，为父的伤越来越重了，城主之位岌岌可危，林峰的父亲又杳无音讯，我想让你和他退婚。退婚？前些天在宴会上，镇南王三子秦红看上了你，你若嫁给他，那些宵小之辈又怎敢欺压我族？你还可以借助皇室的资源，让他带你拜入天外天，雷神宫外门，那里才是真正的武道圣地。说我当初没有听父亲的话，和林峰在一起，一样可以成为强者。老天，你为何要这样捉弄我？居然有龙兽镇守。通往第2层一共有9个神龙梯，每个神龙梯前都有2尊血龙兽镇守。这2个家伙修为才天无9重境，看来真正让3大王朝修士陨落的是前方的龙梯禁制。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小家伙，你要什么财宝？本王要美女、宝玉。美女就要这3人，宝玉的话，本王要万年雪玉、千年龙玉。这是我的女人，可不能给你。但如果你告诉我通往第2层的办法，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些宝玉。那得看你有什么宝玉。风少，别信他的，这些龙鳞兽狡猾得很，很多人给了大量宝物，可是登上楼梯后还是触发了禁制。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每次都指引了安全的通道，是他们触发了禁制，怪不得我们。你的宝玉呢？快拿来给本王瞧瞧。好，你且看好了。不错不错，这寒玉冰髓，本王甚是喜欢。这龙焰冰玉也不错。
现在你们该说出登梯之法了吧？看在你这宝玉不错的份上，本王便只给你一样。这9个神龙梯每隔1刻钟就会轮换一次，你看到了没？那个神龙梯下的龙纹闪烁时，就代表着安全。至于本王这个神龙梯，得下1刻钟才是安全的。哦，原来如此。风少，他们之前也是这样说的，可是一样有人陨落了。多谢2位了。好说，好说。是遇到是好运，不过还没达到本王的要求。嘿嘿，本王才不会告诉你，在登入神龙梯时，遇到气龙袭击是不能出手抵挡的，不然就将真正触发禁止攻击。快，速速跟着我。嘿嘿。拼了！我相信风少。走。凌风开始登神龙梯了，他能安然登上第2层吗？神龙梯上的禁止规律，每100年就会变化一次，让人无迹可寻。相较于青龙王朝等人的担忧，其他2大王朝之人，则是一脸幸灾乐祸。刚才我2大王朝已经折陨了3个天才于神龙梯上，若林峰也陨落在神梯上便好了。天龙的气势达到神武境了，你们千万别出力抵挡，直接随我冲过去。这巨龙的1爪之力，连天武9重境都可以拍死了呀！听我的就是。拼了！林峰就这样直接冲上去，不怕死吗？那天龙的一击之力可是达到了神武境级别，刚才就有几人被一巴掌拍死了呀！这是上去是神龙出鞘吗？这样啊？什么？林峰安全的通过了神龙梯。走，我们也去试试。你可带5个人上去，你可带3个人。现在只剩下半刻钟了，你们要登神龙梯得抓紧啊！我们要不要去啊？先等等。这种攻势，谁可抵挡？起我玄武盾！他们不对，到底是哪里不对呢？三少，为什么林峰能安然度过神龙梯？这神龙梯似乎有特殊的禁止规律，只是林峰是如何知道的？他们进入第2层了。哈哈哈哈！好，龙灵树的树冠果然在这第2层。好大的龙灵树！传说龙灵树每100年结一次龙灵果。祖龙之力，龙于我眼，开！一共16颗龙灵果。主人，龙灵果内蕴含大量神龙精气，可助您的太上炼神诀达到第2重浑身境。如此一来，您催动祖龙之谋时，就不用担心损耗魂力了。龙游沧海，扶摇9天。真龙手！风少真厉害，这龙气压得我呼吸都喘不过来，他居然可以直接飞入树冠之上。给。好浓郁的真龙精气啊！风少，这是给我的。既然你们相信我，我自然不能亏待了你们。谢谢风少。想要闯过神龙殿的关卡，需要极强的实力。我们先在此炼化龙灵果，
以祖龙之气为引，以魂海为炉，炼万物之精。林峰居然将龙鳞果这样的无上灵粹随意就送给了别人。是啊，那许晋飞和秦小云不过是随从而已，居然得到了这种价值无限的灵粹。若我没有袭杀林峰，玄月或许还有几分机会啊。浑身成，祖龙之谋。看来祖龙之谋内蕴含着一个残破世界，该去探寻神龙殿第3层了。不抵挡才能通过神龙梯，神龙梯禁止是对人心的考验呢。难道他们已经炼化了龙鳞果了？怎么，你们想杀人夺宝？不敢，有风少在，我们怎敢？难道这林峰的修为又提升了一步？第2层已无机缘，我们去第3层吧。祖龙之力会于我眼。第3层的入口就在这儿，走。这次我们一定要跟紧林峰的步伐。来人止步！这是镇守第3层的石魁，据说内蕴上古阴魂，拥有恐怖的战力。欲入第3层，皆要与吾同境界一战，为胜者可入第3层。看来想进入第3层，得靠我们自己了。我一定会努力的。好，那我便先去会一会这上古阴魂，我来与你战。如此，请。林峰呢？风少被引入了阵法空间内。站台空间无限，我们也可以闯关。三少，我们要不要试试？这尊上古阴灵气势滔天，不可小觑。我们先观望一番再说。你若胜我，可于神殿第3层获得真龙宝血。主人，真龙宝血或许可以助您激发体内的血脉之力。这一战，我必胜。若得真龙宝血，便能完善武魂，掌控完整的龙族神通啊！如此惊人的奖励，这上古阴魂只怕不是那么好对付。那么，就请你展示出全部实力。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祖龙气海，开！我竟然感觉到了血脉的压制，这怎么可能？我并未感觉到其体内有龙族的血脉之力啊！好恐怖的龙威，哪怕是隔着阵法空间，我都感觉到神魂战力。连上古英灵都为之胆怯，林峰的实力提升至此了吗？前辈，我要出手了。无关你气息达到了准神武境，我便以准神武境与你一战。好，以我心神为引，明我战绩。祖龙运天掌，掌运星河，似有天地伟力加持。不过，你只领悟了这战界的皮毛，并没有领悟当中的武道真意。武道真意，且看我战可心语一合，一格破万法。
祖龙碎虚拳。如果不是我的祖龙霸体已经达到了小成境，这一击足以让我筋骨碎裂。他刚才这一击明明看起来很简单，为什么可以轻易破掉我的祖龙运天掌？主人，小雨正在采集数据，数据分析中。好强！林峰那厮肯碾压山河的一掌，居然这么轻易被击溃了。你受了我这一击，居然还能站着，怪哉，怪哉！主人，小雨已解析完毕。武道奥义分为武道之势和武道真意。武道之势乃是凝聚天地之势加入于武学之上，而与武道真意，则是将自身武道意志融于武学之中，方能演化出真正的神通战技。刚才那击中有一股斩碎乾坤、破尽万法之气，意志与战气融合。武道浩瀚，诸般妙法皆取于天地自然。风卷山河，是为道；雷裂苍穹，是为道；破焚八荒，是为道。武道真意在于意，意欲破碎虚空，是为意；欲破山河，是为意；欲冰封天地，是为意；以意入武，是为武道真意。原来如此。林峰一动不动，难道是受重伤了吗？凌风虽强，可他终究才掌握武道之势而已。这一场他要败了，可惜了。若林峰取胜，便可获得真龙宝血，他的实力必然是可以再进一步啊！哈哈哈哈！败了好，若让这小子获得真龙宝血，等他成长起来，还有谁可与之争锋？筋骨如铁，内蕴真龙之气，怪不得你能承受我一击。少年，你是个可造之才，不过吾奉命镇守于此，当秉公处理。你准备接招吧。宁我第二战技，旋风真龙杀，一格灭万灵。风车在干什么？林峰，那么，就让我试试何为武道真意吧。祖龙运天掌，掌碎乾坤。好强大的真龙之力！每一条气龙都似乎拥有了生命意志。你掌控了武道真意，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提升至此？这家伙刚才发呆，难道是在领悟武道真意？竟然能在战斗中领悟参悟，简直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啊！哈哈哈哈哈！看来这小家伙有机会赢取真龙宝血了。你的确有几分天资，接下来便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真龙神通，以武真魂，赢我真龙宝术。真龙宝术，天龙七杀，龙卷风云，给我去！主人，对方的攻势已经达到了神武境，小雨已经为主人制定了应敌方案。心与意合，意与五龙。祖龙之霸体流星拳，拳拳碎虚。
给我碎！天龙掌，震八荒！出杀手锏了吗？祖龙之冰焰八荒掌！八荒龙掌？啊，哪个是真身？一无真意，一念封天。龙魂冰焰，冰封天地。你居然还掌控了冰焰之力！祖龙擎天指！太好了，风兽胜了！这小子居然掌控了武道真焰，不愧为天之骄子。哈哈哈哈哈！我孙女婿胜了。唉，上一次我两大王朝的天才被林长生压得喘不过气，不想这一代又被棋子碾压。林氏一门双天骄，真让人羡慕呀。恭喜你击败了他，可入神龙殿第3层，获取真龙宝血。承让。没想到后世还有如你这样的天之骄子，如此年少就掌控了数种神通。去吧，未来的天下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林峰进入了神龙殿第3层，我们也去试试吧。好，你先去试试。欲入第3层，皆要与吾同境界一战。愿与前辈一战。如此，请。不堪一击。怎么突然就开始？我们怎么办？不会是这么说？完了！主人，这是纯血真龙的宝血，应该可以助您激发体内血脉之力。一滴宝血而已，居然有这般气势！祖龙炼体诀。血脉之力复苏了，太古凝血诀，以无心神为引，以无意念为刃。啊！这是太古大力神元。林峰觉醒了神元武魂，这小子都要达到神武境，居然还能觉醒武魂。他之前已经觉醒了治疗系武魂，如今又觉醒神元武魂，这是双武魂啊！大力神元乃是威震太古的王者，林峰本就战力滔天，如今此般无疑是如虎添翼。以后3大王朝中又有几人可与之争锋？
武魂之环，内蕴武魂神通，真是黄阶武魂才有的异象啊！武魂洞天，圣阶武魂才有的异象。如此天资，林峰必然要被天外天的雷神宫收入门下。大力神元武魂吗？还远远不够，体内还潜藏着一股血脉之力，那才是真正的禁忌血脉。以无心神为引，血脉之力。也想挣脱枷锁吗？那么就以血气为刃，撕裂这枷锁吗？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的意志。不！啊，这是……这男子好像是林峰，不，他长得有些像是林长生。星河沉浮，生命之星运转，如此异象，闻所未闻，俨然超越了圣阶武魂啊！林氏一族明明只有大力神元血脉，林峰怎么能觉醒如此可怕的武魂？难道林峰是什么大能转世不成？这就是我潜藏的神级血脉，在这武魂内有一股睥睨9天的气势。主人，这等血脉至少也得是天神境强者才可以留下。是父亲还是母亲？该死的天地枷锁！主人，既然您的武魂已经觉醒，自有机会挣脱枷锁。也是，武魂能觉醒，就是好的开始。刚才从凌风体内飞出的是什么枷锁？为何我感到一股无上天威？是啊，真奇怪，那枷锁居然将他的武魂束缚，真是闻所未闻。传说若有顶级神灵转世，将不为凡尘所容，便会有大道枷锁与之共生，束其神力。皇爷的意思是，林峰是神灵转世？老夫也只是猜测，具体如何，也只有林峰才知道了。不管如何，他刚才觉醒的那尊武魂，威势滔天，绝非寻常武魂可比。这小家伙不简单啊！是啊，莫说那尊武魂，就是他此时那尊大力神元武魂，也达到了圣阶级别啊！觉醒3重武魂，当世也只有他一人吧？我当初是袭杀了什么人？是我葬送了谭台师的崛起之路吗？哎呀，大力神元入我丹田，我的战力又增加了不少，该去第4层看看了。在那里。第4层是无尽火海吗？主人，此火海乃是考验，若能度过，必有所获。神龙殿每一层都设有禁制关卡，想要获得机缘，必要有所付出。不就是火海吗？我林峰，闯！此火焰俨然可以熔炼天阶兵器了。祖龙炼体诀。
林峰在炼化这些火焰之力。啊，他到底掌控了多么恐怖的武学功法？看来林峰通过第4层已无悬念，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击败了那上古阴魂。三少，不愧为上古阴魂，实力的确非我能及。我来与你一战。一身两武魂，你是个可造之材。可惜你踏入天武境时间太短，连武道之势都没有完全掌握，岂能胜我？小姑娘，回去好好修炼，以后说不定能够有所成就。果然如我父亲所言，神龙谷的确有一处妙地。夫君，前方山谷内遍布尸骸，阴气森森，还弥漫着死灵之气，真的会有您说的机缘吗？这些阴森邪气，带着上古阴魂残留的一些神性力量，若是被我的武魂青天神坤吞噬炼化，便可以转化为幽冥之海，使我的神坤武魂战力倍增。青天神坤，魂炼万灵。炼化这些残灵之气后，我的青天神坤将蜕变。林峰，待我炼成，我必要将你葬于我青天冥海之内。主人的筋骨已达到流离无所的地步，还增加了不少龙元之力。神龙殿的确是个好地方，不知再往上会有何等神通。天龙噬火诀。那么我就试试这天龙噬火诀的玄妙之处吧。如此惊人的奖励，这上古阴魂只怕不是那么好对付。神龙谷外有不少神武境的大妖，太危险了，还不如在此修炼。不错，这里神龙之气浓郁，足够我们巩固修为了。走，我没紧他，跟上。什么地盘是？走吧，走吧。我要在这里等着风少出来。真的难以想象，风少出来后将强大到什么程度？不知林峰到了第几层？就到这儿了吗？林峰，
皇爷，快看！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哇，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果然没看错人。传说神龙殿第9层有神龙传承。3万年了，本座等了3万年，终于有人进入了神龙殿第9层。前辈是？吾名敖晴天，乃古神大陆龙族之祖。龙族之祖？先让本座看看你是否为异族。这是什么力量？我连神魂之力都无法催动。主人，这是真神境强者的力量，此人并无恶意。别害怕，本座只是想看看你是否为异族。一个女人，一颗龙眸，这是怎么回事？好恐怖的力量，居然连本座的神念都可以吞噬。祖龙不死，大道不止。好恐怖的音波！是你惊扰了本座沉睡。为何我感觉到了一种血脉压制？我敖晴天，怎么说也是古神大陆龙族第738代老祖啊！哪怕是天神，也无法让我如此恐惧。晚辈敖晴天，不知前辈在此，惊扰之处，还望前辈恕罪。你身上似乎有本座的血脉气息，本座便饶了你这一次，还不快退下！是。这就是祖龙之威吗？小家伙，好好努力，本座可是盼着能与你相见，你可别陨落了呀！与您相见？您不就在龙眸内吗？这只是本座的一道残念而已。一道残念，就惊退了神级的龙神敖晴天。我以后一定要成为这般绝世强者。好险！这小子魂海内居然有如此恐怖的存在，差点让本座分魂折羽。好在他并非名族修士，或许他将成为我古神大陆与异界博弈的变数。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为何龙神大人一脸慌张地退出了林峰的魂海？是啊，我还以为他要夺舍呢。也不知这位龙族前辈到底意欲何为。小友，恭喜你通过了本座的考验。通过了考验？不错。想来你很疑惑，为何本座要入你魂海，关你神魂？本座留下神龙殿，是想找寻一位无惧生死、身怀大义的天之骄子。前面几关便是对你的考验，而今你想要获得本座的传承，却还得答应本座一事。什么事？你看后便知。镇长，这些是什么人？他们身上弥漫的幽雾，似可抚灭人的神魂。借臂光目，
脚踏死亡之海，那是九幽民族的神将。3万年前，九幽民族入侵我古神大陆，掀起了一场界域之战。难道这就是那场上古之战？死亡之海。宁我真龙法身，天龙踏虚路。烈焰焚天，冰封天。原来神灵也会陨落，天地浩瀚，界域无边。到底要修炼到什么境界，才能真正无敌啊？上，众神大陆灵气充沛，大魏国命就这样，民族的大好儿郎，随本作事。上！援军呢？援军怎么还没有来？天界不是派了3尊天神和众神将来主持战局吗？冥界大军已杀入我古神大陆了，天界援军还不来？难道他们要等我们全部战死才能收拾残局？灭吾之道，迎9天神雷。这男子那是前辈您经历的大战。不错，那就是本座。这一战发生在3万年前。9天神雷，金甲武刀，红雷刀，绝世天龙雷刀，转邪逆魔。是我的心天老祖，是我的心天老祖，是我的心天老祖。大哥，看来冥界是打算一举攻入我古神大陆吧？大哥，界壁之力愈发薄弱，俨然无法阻止冥界大军入界。快让我军将士撤退吧！若继续战斗下去，我龙族将士将全部覆灭于此。老祖，我等已在此抵御冥族大军3个月了，那些天神不会派人来了，他们巴不得我们战死，好主宰古神大陆。我们若继续战下去，只会沦为炮灰。我们退了，身后那1万子民该怎么办？9幽民族嗜杀，善以修饰灵魂血迹，炼于冥海。我们一旦退，必要多1万怨魂啊！那怎么办？若没有支援，我族将士抵挡不了多久啊！老13，你还年轻，你带部分族人离去，为我族留下血脉。大哥，你呢？我要镇守于此，只要我敖晴天在，9幽民族的将士就休想从这里踏足我古神大陆。我的子民不容践踏。大哥，你这样做值吗？是啊，您可是半步天神，若战死于此，值吗？天地间哪有什么值不值得的事情，只有愿不愿意的事。为了我界子民，吾愿染我残躯，永镇边荒。既然老祖誓死一战，我等绝不苟活。民族入侵势不可挡，非我族能扭转乾坤呐！老13，去吧，带着族人好好活下来。这段历史该有人铭记。3大天神延误战机，陷我族于绝境，这笔账以后也该有人去讨。
我龙族的天骄们，你们一定要好好活着，龙族的延续就靠你们了。老祖，祖爷爷，我们怎么能独自离去？去吧。哥，保住！大哥，老十三此去能堪当大人，为我龙族讨回公道吗？老十三怯弱，他无法为我族讨回公道，但至少可为我龙族延续血脉。至于问责三大天神之事，只能看天意了。我乃赤虎天神，手可裂天，谁可阻我？不好，有天神境强者即将闯入。全为将士，准备迎接诸位兄弟，而今民族入侵，借臂之力不稳，三大天神迟迟不来支援，我等孤军已难以一战。可是我们身后是龙族100万子嗣，以及古神大陆1万子民，你们可愿意随本座舍命一搏，为苍生杀出一个太平盛世？我等为老祖舍命一战。好，不愧为我龙族将士，绝不畏死。老三，你与诸位兄弟激发天龙伏魔大阵。今天我敖晴天要将这民族大军尽数葬于此地，哪怕是民族天神敢入我界，我亦要他血染大地。是。诸位将士，随我一起激发天龙伏魔大阵。是，以我龙颜，齐我大阵。天龙伏魔大阵嘛，诸位将士，随本座启动九幽冥河阵。天龙伏魔，九幽冥河吞噬万里。引我天龙之道，一刀断乾坤。六臂探天，以我心神为引，九星混天珠，与9天星辰之力。星河封天。不好！是九星混天珠，此物乃是傲晴天童太古遗迹获得的太古至宝。九星混天珠，龙族果然有此至宝，小鱼妹妹有救了。于无神念，以星辰为矛，以星河化刀，诛邪我。星河之力，尽加无声。上！区区真神也敢杀我族人，赤目血海，熊熊烈焰，永烈万法，借臂之力，给我分！引我化身！该死的戒雨之力，无知法身降临戒雨战场，足以扫平这群蝼蚁。开眼留我！星河之刀！区区万宝天神界，也想抵挡本座
仅是一具法身，竟恐怖至此！今天你来了，就别想走！燃我真身，融于星河。燃烧神魂血气一阵，星河之力随我而动，星河化刀，九天星河刀，一刀斩神魔。不好，这家伙在燃烧真身，竭力出手，杀！开土，探天斩！这就是九星混天珠的力量吗？可恶，居然灭了本座的法身！接下来该你了。不在戒律之外，你能奈我何？以吾心神为刃，凭九天之力，神天刀聚散。你服了吗？斩破戒壁，难道你不怕我族的天神蜂拥而入？我敖擎天在，你民族大将休想踏足我界！若诸神皆如你这般无惧个人生死，我民族又怎能入侵你界？不过你界多数倍，我九幽民族必将击碎戒壁，占领武神大陆。还有民族天神吗？好强大的诸神天道，居然连戒壁都击碎了！我的祖龙之谋可以凝聚诸天之谋，只是我施展之时，似乎是少了一股气势，一股诸天灭神的气势，是缺了武道真意吗？诸神天刃，诸神斩魔！民族大军被灭了！大哥，界海内还有民族大军赶来，我们只怕很难抵挡了呀。老三，我准备以身为阵，封印戒壁，你可愿随我一同？以身为阵，那就绝无生还可能了。事到如今，只有此法才可守住这边荒战场，为我古神大陆赢得一些生机。大哥，既然您无惧一死，我又有什么顾忌呢？我敖烈愿意与大哥一同以身入阵，勇士镇守边荒。我等皆愿意以身入阵，勇士镇守边荒。天龙伏魔图，燃我残躯，融于阵土，吾身即为阵。燃我残躯，融入阵土；燃我残躯，融入阵土。是谁？谁杀了我族天神？又来了一个天神。天神又如何？诸位随我一起出手，将其诛杀于此。燃我血气，齐我大任。诸神天道。哈哈，又斩了一个天神！我族天龙伏魔图乃是太古至宝，如今我等以神为阵，民族天神来多少杀多少。龙族将士以身为阵，封印戒壁，抵御民族，为何此事毫无记载？如果不是这些龙族前辈燃烧神躯，古神大陆还存在吗？王爷，上古之战，不是三大天神率领我古神大陆神族击溃民族于界域之外吗？难道古籍所载是假的吗？原来那个传说是真的。龙族将士牺牲了自己，才得以镇守边荒。前辈，这就是民族入侵我古神大陆的两界之战吗？不错，这一战
距今已经3万年了。3万年？那前辈您5只龙魂尚在天龙伏魔土镇守界域。这3万年，我龙族兄弟已经不知道斩了多少民族真神。可是那3大天神从始至终都没有派人来界域战场。若他们能够派大军来支援，我族何至于枉死那么多天骄？十一皇爷，您为何断了第9层的画面？是啊，这擎天龙族正要和凌风提及上古秘辛了呀。这些上古秘辛不可问，不可说。老夫劝你们最好将此事全部忘记，就当没有看到过这场上古之战，不然会有大祸。为什么？他们是为了我们而牺牲的。此事涉及太大，非我们能触及。你们可知林长生当年为何被雷神宫除名？难道？没错，林长生当年正是因触及了此事而遭责难。如此精彩绝艳的天之骄子，哪怕进入天外天，依旧独占鳌头，碾压同代。可是雷神宫却还是放弃了他。老夫言尽于此，你们自己掂量吧。什么？林长生是因为触及了此事，才被雷神宫除名的？雷神宫可是有真神老祖坐镇，便是在天外天，也是超级势力。他们在忌惮什么？难道是3天神？天神那可是真正的无上人物啊！也只有天界的战神才敢招惹他们吧？前辈，您在神龙殿等候万年，是否为寻得一人，为龙族将士讨回公道？你这小家伙倒是有几分慧根。不过此事牵扯天神，他们背后是强大的天界神族，要想查清真相，可谓难于登天。唉，老13这么多年也未能来边荒战场一看，足以见得此事艰险。13老祖离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吗？那一战后，边荒战场无人来访。前辈一族为守护天下舍身一战，晚辈深感敬佩，余生愿为探寻此事真相而奋斗。不过晚辈尚有一事请求前辈相助。哦，你有何事相求？晚辈想要前辈赐下9星混天珠。你要它做什么？晚辈的妹妹林小鱼一身2魂，前些天……该死的天罚印记！本座已经转世重修，居然还如复古之躯一般跟随着我。难道这东西要生生世世都跟随我吗？我本无罪，为何要承受天罚？贼老天，你凭什么罚我？9尾破天魔！听你说来，你妹妹应该是9尾天狐一族。9尾天狐乃是远古神族，底蕴之浑厚，并不比我龙族差。她怎么会被降下天罚？而且，她乃堂堂的大能，又何必转世为人？当年9尾天狐一族似乎也去了一处界域战场抵御民族，难道9尾天狐一族也出事了？9星混天珠乃本座于一处太古遗迹所得，玄妙无比。虽如今只剩少许神力，但只要你妹妹不激发本源神力，想来还是可以助她蒙蔽天机的。有了此物，小鱼就不会被天道盯上了。多谢前辈。你只需信守承诺即可。前辈放心，我林峰在此发誓，此生定为龙族将士讨回一个公道。好，
老夫相信你。这是那柄天龙雷刀，此刀乃是本座的本命神器，今天本座便将它传于你。前辈要将此刀传于我，那您呢？本座镇守戒壁3万年，对于刀道的领悟早已更进一步。于我而言，心意一动便是刀，不知刀意，可斩山河断乾坤。吾意念所及，便是天刀，自可一念破万法。意念一动便是刀，这柄刀于我而言已经意义不大，而你需要一件神兵作为倚仗，方有对抗3大天神的底气。多谢前辈。你只需要以心神凝聚真龙之气烙印当中，即可认主。是。好恐怖的龙吟，心神都似乎要被震碎。这是刀灵，已达神境。神境的刀灵，不错。你如今修为太低，还无法驾驭它。只有等你达到半神之境，才可掌控刀灵，从而真正发挥出天龙雷刀之力。要半神之境才可以吗？人之身体就如一个容器，若引入的力量太过强大，就会撑碎了容器。现在的你，还无法发挥天龙雷刀1000万分之一的威力。饶是如此，你只需要牵引里面少许力量加诸于身，也足以让你傲视同阶，越级如敌了。但怀璧其罪，若让他人知晓你执掌着神器，也会带来巨大麻烦。如何取舍，全看你个人。晚辈明白，我一定会努力修炼，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这9天引雷诀和天雷刀，皆乃本座毕生所需，而这星河化刀诀，是本座从9星混天珠当中所悟。这些功法，本座今天都将传于你。至于能领悟多少，就看你的天资了。都是神级功法，功法之强弱不在等级，而在个人。若人无敌，自可化腐朽为神器。各种奥妙，你以后多多参悟，自可领会。你只需记住，天地万法皆取于大道自然。多谢前辈赐教。你乃拥有大造化的天之骄子，领悟大道奥义已是早晚的事。除了这天龙雷刀，本座还有一事要交代于你。这是我龙族的镇族至宝龙元，你且替本座掌管。你往后见了老13，他若愿意助你一臂之力，便将此物给他。可若是他已变节，你就替本座寻一位龙族可靠之人接管。记住，此物关系甚大，你切不可在外人面前暴露。林峰一定谨记前辈的吩咐。好，你且先在此巩固修为吧。天武3重境，小姐，我迈入了天武3重境。我也是。好，不错，不愧为神龙殿，本少迈入了天武4重境。没有想到我居然是一个修炼奇才，看来以前我是被那些老家伙给耽搁了呀。天武4重算什么？你没有看到冰鸾妹妹已经迈入天武6重境了吗？什么？这怎么可能？不愧为太虚化龙君。不过，达到天武6重境后，想要继续提升实力，就得看个人对武魂奥义的领悟了。林峰还没有出来吗？看来他是进入了神龙殿高层，得到了大造化。那我们便再等等他吧。好，我们已经收获颇丰，等等他也无妨。哎，那里是什么地方？怎么有如此浩瀚的天地之力汇集？这般气势，远非天武境所有啊！
这是欧阳坤，他的气息已经达到神武境了。好可怕的气息！他似乎在吞噬那些上古尸骸内的幽冥之气。这些尸骸是上古时期陨落的九幽冥族将士，他不怕被反噬吗？这些幽物当中似乎拥有死灵怨魂，夫君能将这彻底炼化吗？这冥气不仅带着神性气息，还有残留的武道奥义。我若一直在此修炼，或许可以一举迈入超凡境，甚至就算是触及神境，也并非不可能。好恐怖的力量！身家崩碎，这身躯已腐朽，这是过了多少万年呢？吐气之间便可湮灭天武境，这是一尊九幽冥族的神将吗？冥族神将，这力量简直似可湮灭万灵。麒麟，神龙谷内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存在？这里明明只是一些尸骸啊！小子，是你启动我族九幽聚灵阵，让本座凝聚残魂，复宿于此。啊！什么？清剑神魂，连九幽冥气化为一海。倒是个人才，你既修冥海，也算是我同道中人。小子，本座便赐你一个造化。不！怎么会这样？父亲说这里有大机缘，怎么会是民族大阵？元朗，不错，本座只是暂时借你躯体一用。有了你的躯体，将来本座进入古神大陆，也不会被那天道感知了吧？前辈，你可一定要把我杀了林峰那小子啊！你若不助我报仇雪恨，我便自碎灵魂。没有了我的灵魂，你也无法安然进入古神大陆。你放心，不过一个凡人罢了，任他精彩绝艳，本座弹指间可灭。不过现在，不管是无知本尊，还是你这凡人之躯，都应尽快提升实力才行。因我九幽神纹，去！这里真的是阵法中枢。不够，还远远不够。我发向天地，天地万灵，进入我九幽之海。一吞。啊！
清风，张儿，快通知神龙殿里的人，千万别离开。神龙殿是神器，非等闲之辈可伤。什么？有冥神出世？神龙谷内所有的生灵都被熔炼入九幽冥海内，化为了枯骨，怎么办？神龙殿里暂时是安全的。好险！若不是乌勒斗封霜，我们只怕已经……林峰还没有出来，他知道这个消息吗？天雷化刀，天雷刀，一刀捉魔。终于掌控了天雷刀的精髓。前辈，怎么了？有民族残灵复苏。什么？民族居然如此残暴，将我人族的天骄切炼为了枯骨。不好，冰鸾他们应该还没出去。是你的同伴吗？若是在神龙殿内，暂时是无碍的。本座只是一缕残魂，元神尚在界壁内。这冥神凝聚了万千民族残魂，实力巨神。若不能将之尽快一举灭杀，我这残魂之力耗尽，也无法奈何他了。那怎么办？这冥神若进入了古神大陆，只怕要生灵涂炭。办法也不是没有。我不错，晚辈就算学会了9天引雷诀，却也还无法发挥出天龙刀之力啊！以你的实力自然是不行，但你魂海内那颗龙眸可以啊。属龙之眸，不错。若借助龙眸之力，本座有90%把握将这冥神一举击杀。既然如此，那么便试试吧。好。前辈，晚辈想借您的力量一用。又敢掏手本座，难道不想活了吗？还望前辈见谅，此次实乃迫不得已。您看，晚辈的元神在界壁镇守边荒，如今这缕残魂不足以磨灭这尊冥神，还望前辈看在亿万生灵的份上，助晚辈这一次。否我豪情天在，民族大将休想踏足我界。若主神介入你这般无惧个人生死，我民族又怎能入侵你界？不过你界同鼠辈，我九幽民族必将击碎界壁，杀着灵里无神大陆。你倒有几分血气，不愧我龙族儿郎。也罢，本座此次能复苏，也是因为吸收了你这神殿里的大量龙气。因果福缘，一饮一啄，本座就帮你这一次。这力量蕴含无尽道则。这就是神灵手段啊！一念之间，天地万灵皆被炼化。你只要老实本分，本座自会助你踏足神道。只要能踏足神道，晚辈定以前辈唯命是从。如此甚好。不过外面的人得先解决了才是，不然他们可是知道你被本座夺了身躯啊！今天你们便全部化为本座的资粮吧！九幽冥河，明日封天。啊！完了，我们都被困住了！众灵之下，皆为蝼蚁呀！不炼万灵。一介残魂，本已身死，还想在我古神大陆兴风作浪？
是林峰！一声低喝就击破了明神的道法，林峰成神了吧？林峰怎么会有如此气势？那不是他的力量，他被一尊神灵附身了，这气息有些熟悉。若我借此明者，找着。这声音是龙族老祖包青天，以我之意，领我天道。真的是龙族老祖，他不是了林峰吗？不，他应该只是暂附于林峰身上而已。附于林峰身上，龙族老祖实力何等惊天，为何不直接出手？或许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吧。天刀斩，一刀诛神。好恐怖的一刀！九幽冥兽，吞灭万法。一如刀，谁可挡我？鸣戈猎犬。一刀诛神，不愧为天道。我乃九幽冥神，连万物之魂为己用。杀我一次，我还可以复活100次、1000次。包青天，你不过一抹残魂，附身于人，我看能杀我几次？炼魂于海，化为己用，雕虫小技而已。我只要一次灭了全部分魂即可。以我心神为引，9天神雷。无尽神雷，尽驾无身。电雷化刀9天雷刀，诛邪灭魔。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样？对吾这9天雷刀可有感悟？前辈这一刀威势滔天，似可涤荡乾坤。不过这一刀之势不在雷，而在前辈的势，在于前辈的意志。只因前辈有荡平乾坤之势，方能一刀诛魔。不错，雷就在那里，威力不增不减，唯人的意志有强有弱。人若足够强，那雷霆之力自将威势倍增。前辈饶命啊！我乃人族子弟，是古神大陆的子民呐！你助冥神复苏，害死无数生灵，罪不可赦。因我天刀，诛邪灭魔。不好！冥神已诛，本座的魂力也损耗殆尽，是时候该分别了。前辈高义，晚辈深感佩服。龙族之事，林峰定竭力而为。好，老夫便在此等候你的消息。此次一别，不知何时才能与前辈相见。前路漫漫，无需留念。万古悠悠，谁人知我心？千古轮回，谁能得我意？前辈大义，林峰自愧不如。不过我既然答应了您，为龙族讨回公道，定会做到。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3万年前，龙神舍身镇守界壁，地狱冥族，
为我们换来了太平盛世。不想3万年后，也是他诛杀冥神，挽救我们于水火之中。只是谁又能替他们龙族讨回公道呢？或许也只有林峰才有资格吧。林峰，他能行吗？那可是3天神啊！上古之事，非我等能及。可怜我王朝的天才陨落了不少啊！你就知足吧。若非龙神大人出手，我们都要陨落在这里。这次可多亏了我青龙王朝的林峰闯入第9层，得让龙神复苏，不然我们就全完了。哎呀！冥神被彻底诛杀了吗？那是林峰。到。玄月，林峰身边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有我在，你自可入天外天雷神宫。那时你将接触真正的武道奥义，从此一飞冲天，又何必看人脸色？雷锋，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事，我这不好好的吗？冰鸾妹妹，林峰弟弟好着呢。你若再这么公然撒狗粮，姐姐我可要横刀夺爱喽！风少，你什么时候出来的？你闯入了神龙殿第几层啊？是啊，林峰弟弟，你快说来给我们听听。我看风少最少也闯入了神龙殿第5层。风少在神龙殿待了那么久，应该闯入了神龙殿第6层。你们不用猜了，林峰迈入了神龙殿第9层。风少迈入了第9层，这怎么可能？几千年来可是从来没有人闯入过神龙殿第9层啊！自然是真的。如果不是林峰在第9层唤出了龙神，一起联手诛灭了冥神，我们皆要葬身于此。林峰弟弟，是你灭了冥神？黄爷说笑了，是龙神前辈出手，我怎么可能灭得了冥神？那还差不多，我还以为你已经可以灭神了呢。若是这样，只怕我一辈子都无法追上你的步伐了。神龙殿又消失了，我们走吧。傲青天前辈，王里说，风少在第9层获得了什么传承啊？是啊，你们还是别问了，神龙殿第9层的事情，可不是我们能触及啊。不错，那件事情涉及天神，不可问。什么？涉及了天神？我们还是赶紧疗伤吧。难道神龙殿第9层还有什么大秘密不成？你这丫头，又在想你那哥哥了？你就这么出来，不怕被天道感知吗？这只是我的一道意念之身，不蕴含道则神力，天道不会发现的。你为何要选择我呢？若是我灵魂无异，哥哥就不用为我去冒险，我也可以一直陪着他了。我也不想这般寄居他人之身，若没有那一战，我该多么逍遥啊！久违天狐一族，勾结民族，世世代代居于幽山之渊，永为罪人。不成天地力，代行天罚，九天神雷，去！此仇我誓死难忘，但天罚印记在身，我九尾天狐一族再也难以正道称神，这个仇又该如何了呢？那是……
这是神武大将军欧阳怀山麾下的青天神鲲战船。不好，风少还在神龙谷，得立即告知他才行。不仅，据说欧阳怀山已迈入神武6重境，神通惊人。放眼3大王朝，同级都少有敌手，我们该怎么办？该来的总会来。好恐怖的气势！大将军副将淳于越，神武1重境强者。风少，神武大将军派人欲灭林府。神武大将军派人欲灭林府。欧阳怀山竟敢如此！真是越来越放肆了。老夫早已放言，林氏一族不可动。他居然还敢来犯，急速前往龙山镇。老夫倒要看看他欧阳大将军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居然连本王的话都不放在眼里了。欧阳怀山，林峰何在？禀告淳于大人，林峰如今正与11皇爷从藏龙山脉赶回。11皇爷让老朽转告大人，林氏一族与青龙王朝有功，任何人不可动其分毫。林氏一族诛杀我青鹰18位，本将奉大将军之令前来荡平该族。你区区一个商会总管，也敢瞒我？我你就是林长生的父亲，林振元。不错，好，很好。当年你儿子林长生废了我弟弟，这笔账今日就一起结了。大力神元棒！一棒碎山河！我武魂法身，大力神元之天鹰化。雕虫小技，哼！土元咒，区天武境8重，能奈我何？山岳武魂，出！父亲，神武境修士已掌控武道真意，远非天武境可比啊！我林振远绝不退缩，闪我武魂之力！要拼命了吗？本将奉陪到底！山岳锤，一锤碎苍穹！镇元震天掌！大力神元，入我丹田！即使手持王柄，也无法跨越境界差距吗？爷爷，丫头，你想干什么？我要救我爷爷！你才迈入炼气境不久，如何救你爷爷？你想让我出手？
只要你救我林氏，我便继承你的夙愿，此生以替九尾一族报仇为己任。当真，我绝不食言。可是以你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我的力量，而若是由我出手，便会引来天劫。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爷爷孤身奋战，今日我林小鱼，哪怕是战死，也要保护爷爷。啊，你这丫头，罢了罢了，谁让你我共用一体呢？你执意如此，我且陪你一回。你现在试着掌控我的力量。父亲，那是小鱼，他难道又激发了体内大能力量？小鱼气势飙升，想来如此。小鱼此举可能会引来天劫呀！唉，是我无能。若是小鱼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向风儿交代？父亲，您先服下丹药疗伤。是小鱼小姐，小鱼小姐又激发了那神秘力量。太好了，我林氏有救了。坤少说的果然不错，林氏真有个大能转世的天才。若我拿下他，便有机会获得大能道果。天狐掌域，掌中内蕴玉掌，如此神通，只有涅槃境强者才能掌控。只是你的力量明显和你的神通不符。山岳武魂，容于我锤，引我第三战技。山岳碎虚锤，一锤碎虚。小鱼小姐好强！太好了，小鱼小姐的实力俨然达到了神武2重境，看谁还敢欺我林氏！凭天地山岳之力，以我天狐之尾，凝气化冰，九尾上！山岳16锤。山岳一，天狐掌，不愧为大能转世。不过，我看你也仅仅只能发挥神武2重境的战力。接下来，就让你见识见识本将的真正手段。以吾山岳之力，起舞九幽封山印。这是九幽冥器，你怎么会有民族宝器？倒是有些见识。今日我就用这宝印祭你灵魂，炼你道果。这是什么邪印？嫌我鬼魅，碎！九尾化毛，冥河炼势，封山压顶。引我神力，天狐之掌。可恶！此乃古皇兵，威力巨大，连你也无法匹敌吗？你的身子太弱，无法承受我的全部力量。
若再继续下去，你必要陨落。若由你直接出手呢，那必将引来天劫。若我就此放弃，林氏族人只怕要沦为这九幽冥河的怨魂枯骨。你直接出手吧。若不能守护亲人，我生于人世又有什么意义？以你修为，是无法承受大能之威的。交出你的前世道果，本将尚可饶你一命；不然，今天你便将沦为这冥河之魂。哼，想要我束手就擒？做梦！不好，小鱼体内的大能直接出手了。若再受一次天劫，小鱼他自寻死路。九幽冥将，炸！小鱼，你且退到一边，这家伙就交给哥哥了。九天神雷，去！风上来了！太好了，风上来了，我林氏无忧了。真是风儿！风儿觉醒了大力神元武魂，比之前更强了。哥哥能应付吗？你哥有神兵在手，自然可应付那家伙。这家伙居然在牵引天雷之力加身，明刀裂天！银河烈士，无意入刀，九天雷刀，诸神灭魔。这怎么可能？这明刀可是超越了王柄，怎么会就这么轻易被斩碎？风儿居然强大至此了！哈哈哈哈哈！太好了，风儿实力之强，竟然超越了神武二重境。九天雷刀，看来林峰真的获得了龙神大人的传承啊！这一刀之威，只怕我也无法抵挡。林峰之天资绝不弱于其父。哥哥居然这么强了，我和他分开还不到1个月呀。你哥哥应是获得了大机缘。你是谁？林峰？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是林峰？怎么？你此前扬言要灭我林氏一族时，不是很嚣张吗？现在终于知道怕了，但已经晚了。以无心神为引，九天神雷去！雷刀不，九天雷刀，诛邪灭魔。林峰，我乃大将军座下副将，你不可以杀我。那又如何？你仗势欺人，目无王法，我今日就废你修为，以示风道。装意化形，林峰竟已领悟了武道真意。这是达到大成境的武道真意，这家伙提升怎会如此之快？本座初见他时，他还只是勉强领悟了武道之势啊！山运盾，
真是天佑我林氏啊！我孙如此天资，谁人可比？李公子，我们只是奉命而来啊！李公子饶命啊！告诉你们大将军，我们的恩怨，我自会与他做了结。若他再敢派人欺我族人，那我林峰定不会善罢甘休。是，我们一定禀告大将军。滚！小鱼，哥，小鱼，哥哥，你真厉害，一出手就将那些坏人打跑了。小鱼也很厉害。如果不是你出手抵挡，争取了时间，就算哥哥赶来，也为时已晚。只是下次你可不许再这么不顾惜自己性命了。小鱼是想替哥哥分忧。傻丫头。爷爷，你的伤……这点伤不碍事。老爷子看到你如此英武，什么伤都好了。爷爷，过些时日，我就去和欧阳怀山做个了断。欧阳怀山实力深不可测，一定要量力而为，不可莽撞行事。孙儿定会做好万全准备再出手。老夫不请自来，林老爷莫怪。皇爷屈尊前来寒舍，是我林氏之福。你费了纯愉月修为，欧阳怀山必会状告陛下。老夫先去皇都觐见陛下，稳住此事。如此，林峰谢过皇爷了。你我马上就是一家人了，何必见外？况且你还是我青龙王朝的英雄。如果不是你和龙神前辈，我们只怕都已葬身于那冥神之手。皇爷抬举了。2个月后，雷神宫将有使者亲来皇都，举行金龙榜之争。届时，3大王朝天骄皆会参加，这是你进入天外天唯一的机会，一定要记得准时前来。好，我一定会去。我等你。再见，林峰弟弟，你可要记得想姐姐哦。风少，我回去后便闭关，争取提升实力，和你一起去天外天。好。小丫头，你不会是吃醋了吧？才没有。可是我明明感觉到了你心中的酸楚，你是骗不过我的。别忘了，我们如今是一人。丫头，你哥哥乃天纵奇才，未来注定身边少不了红颜知己。他不可能一直是你的哥哥，他总有一日会成为别人的丈夫。听我一句劝，好好修炼，正道称神，以自己为倚仗。你别胡说，哥哥能找到真心相爱之人，我替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吃醋呢？只要能和哥哥并肩作战，我定会好好修炼。唉，小鱼，哥给你带了个好东西，随我来。这是9星混天珠，那是什么？是一件太古至宝，传说这件宝物在龙族族长敖晴天手里。可上古一战，敖晴天带领族人前往界域战场抵御冥族，自此便失去了音讯。这颗珠子怎么会在你哥手里？对了，他那柄刀似乎就是传说中的天龙雷刀。难道你哥获得了敖晴天的传承？不错，这就是9星混天珠。你能听到我说话？你既已苏醒，就出来一见吧。小弟弟，你这是做什么呀？这珠子不就是拿来给姐姐用的吗？我的确是准备用此珠来蒙蔽你的气节。怎么，你怕我会害她？小鱼是我妹妹，我自然要事事小心。哥，你误会了，九尾他并没有要害我的意思。
不仅如此，这次也多亏了他相助，我才能暂时抵挡住了那纯玉月。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关于她之事，自要格外谨慎些。所以我提醒你一句，若你敢强行融合她的灵魂，我定会让你付出相应代价。哼，若是在以前，敢这么和我说话的人，早已经死了。啊，你放心吧，我的灵魂印有罪纹，若强行融合，小鱼便再也无机会正道称神了。那我费尽心力转世重修，也没了意义。九尾天狐族的仇恨也将永远无法得报，我是绝不会容许此事发生的。九尾天狐族，你族的仇人是三天神？不错，3万年前民族入侵，我九尾天狐一族镇守界域之渊，抵御民族。不想，却有神灵诬陷我族勾结民族。三天神不明察此事，反而请来刑台降下天罚，我的族人因此生生世世沦为罪人，永居于那不见天日的幽山之渊。原本我以为只有我九尾天狐一族遭人陷害，后来我才知道，古神大陆诸多古神族都被以各种罪名定为罪族，而背后的幕后黑手就是三天神。民族入侵古神大陆，正乃用人之计。三天神为何要这么做？因为三天神想要主宰古神大陆，他们想借民族入侵的混乱之际，清除各大古族。就是因为这样，龙族才会陷入界域战场，差点全军覆没。想来便是如此。三天神居然为了一己之私，陷如此多英雄于绝境。青天前辈，您放心，我一定会替您讨回公道。我猜的果然不错，你得了龙族老祖传承。这么说来，我们倒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哥，我已经答应九尾，要为九尾天狐一族报仇雪恨。哥，我知道你的担忧，但如果不是九尾多次相助，我早已身死。何况我终究是九尾天狐一族的后裔，祖先盟约，我怎能置身事外？可若你牵扯进此事，要面对的便是三天神。哥哥不也是吗？况且和哥哥并肩作战，是小鱼一直以来的心愿。傻丫头，哥哥只希望你无忧无虑的活着呀。只要能和哥哥在一起，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小鱼也感到快乐。喂，小家伙，你该把九星混天珠给我了吧？这是给小鱼的。小鱼，你将魂力凝聚为一，融入这九星混天珠内试试。不愧为上古至宝，果然神奇。你这家伙，给小鱼不就是给我吗？这可不一样，小鱼掌控九星混天珠，便是能对你有所牵制。你，小鱼，哥哥还给你寻来了宝药。龙血参，这药很珍贵吗？那是自然，龙血参可以助你壮大神魂之力。林峰弟弟，是不是也给姐姐一些呀？你就先等等吧，等小鱼的实力提升一些再说。哼，谢谢哥哥。爷爷，这是我从神龙殿获得的灵药，这颗龙元果可助您冲击神武境。龙元果可是能巩固道基的宝药啊，这太贵重了。爷爷，你收下便是。这样的宝药我还有很多呢。那爷爷可就不客气了。还有这些药材，可以作为氏族储备，培养林氏后辈。好，好，有了这些药材，我林氏必能迅速壮大。那孙儿就先回去了，我得抓紧时间参悟武道真意，只有修为提升，才有机会力压欧阳怀山。好孩子，去吧。好一个自请思故，青鹰18位被诛，副将被废，亲自惨死，却让我思过，我有何错？我镇守边荒战场12年，就是如此下场。
自古以来，人皆为己，谁会管你死活？父子临风，我不杀你，誓不为人。杀！青龙皇亲自下诏书，让你不可妄动林氏。你若杀他，就是抗旨。你敢吗？听本座一句，反了吧！只要你和本座联手，打开这界壁通道，届时我族之人长驱直入，横扫古神大陆，这青龙王朝便由你主宰。有了我族撑腰，谁还敢动你？人生短短100年，你若不与本座合作，终究要化为一抔黄土。若你归顺我族，本座可助你正道称神，长生不死。长生不死？若放你们入关，天神宫必不会放过我。你们斗得过3天神吗？你以为3天神会出手吗？此话何意？当年古神大陆神族何其多，可现在呢？神族接连消亡，剩下的也都迁入了天外天，不过苟延残喘而已。而神族之所以会消亡衰弱，正是因为3天神和我九幽冥族达成了协议。上古一战，3天神故意拖延战事，借机削弱了神族力量。3天神为何？难道他们不怕天界帝尊降罪吗？天界帝尊？帝尊年迈，心如朽木，将要作化。天界诸神为争夺地位，各自谋划，谁又有空理会古神大陆之事啊？如今机会就摆在眼前，你是打算就这般窝囊的了此残生，还是正道长生啊？我儿已死，本将还有什么不敢？钱月，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尊师，要本将怎么做？第一，在此建立祭坛，以供本座和族人联系。第二，入皇都诛杀青龙皇，夺取青龙印，毁掉边关大阵。如此，你与我族里应外合，必可长驱直入，横扫古神大陆。建立祭坛并不难，只是想要击杀青龙皇，只怕没那么容易。无需担心，本座自会助你。尊师出手，定能马到成功。终于彻底掌控了武道真意，以我如今实力，应是可与神武大将军一争高下。该去皇都了。大伯，我走后，爷爷就烦劳你照顾了。好孩子，你放心去吧。如今各大氏族已不敢再小觑我林氏了，倒是你们，此行一定要多加小心。你要照顾好小鱼。爷爷，我一定会拜入雷神宫，找到父亲。好，爷爷在家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哥，我们还会回来吗？会的，而且我们会带爹爹一起回来。嗯。啊！没想到这样一个普通的山脉内，居然有七彩碧玉莲这种罕见灵翠。七彩碧玉莲的莲子蕴含着极为浓郁的天地精气，可修复受损灵魂。你别抢！小气鬼！小鱼，这些给你，只要以太上炼神诀将之炼化，便可提升魂力。
对9星混天珠的掌控也能更进一步。哥，那你呢？哥哥在神龙殿里获得了不少灵粹，魂力已远超常人。谢谢哥哥。怪不得这丫头愿意为了哥哥舍命一战。若我也有这么一个哥哥，该多好呀！那是寒台青莲。林峰，林峰，玄月危在旦夕，还请你出手相救。玄月姐姐，是林峰，怎么办？这两人有些眼熟。主人，他们是镇南王三子秦红的侍卫，天武6重级修为。秦红手下之人怎么会追杀澹台青莲？小雨，连接他们的脑电波。是，主人。三公子之事一旦被人知晓，将与他名声不利。今日定要杀了这澹台青莲。这林峰实力强劲，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林峰是玄月最后的希望，若是再做耽搁，玄月就要被秦红那个畜生害了。可我袭杀过林峰，玄月又曾亲手毁了婚约，他会出手相救吗？原来如此。林峰，玄月就在20里外的枫叶谷，秦红玉对他不轨，还请你去救救他。我知道你恨我入骨，但当初袭杀之事和玄月没有一点关系，都是我擅作主张，杀人偿命。今日我就给你赔命，只求你能救救玄月。我真的很后悔，当初如果我没有想杀你，或许你和玄月还有复合的可能。不过现在，我总算能安心去了。李公子，我们是镇南王府的护卫，还请手下留情。你们平时没少这般仗势欺人吧？今日我便替天行道，收了你们这身修为，免得再行恶事。我们走。嗯。本公子哪儿不好，居然想离我而去？秦红，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自绝于你！自绝？那林峰就那么好吗？你宁可死，也不愿意和我在一起。虽然曾经犯下的错误，如今后悔已晚，但我不想再继续做下去。我要做回我自己。你若逼我，我只能以死明志，绝不苟活。你借着我进了神龙殿，武魂达到了灵阶。现在你看到那林峰出人头地，就要做回自己了。你当我秦红是什么？是你想扔就扔的垃圾？今天我不会再放过你！青龙刀！我就算死，也绝不屈服！你那灵气怎会突然消失？你对我下毒！不错，我给你下了散气软筋散，
你的血脉之气和真元皆已消散。现在的你无法动用一丝灵气，想死啊？这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澹台玄月，你就老老实实做我的女人吧。你很快就会忘记林峰，你拥有冰皇血脉，你我说不定能生出一个天之骄子。难道我这辈子注定无法主宰命运吗？青龙皇室居然有你这样败的！是谁？林峰，居然是这小子！你想干什么？昔日你助欧阳坤欺我兄妹，今日这笔账就一起了结了吧。我乃真南王三子，当世皇孙，你若动我，必将死无葬身之地。当世皇孙又如何？仗势欺人，为非作歹，便是神子，也得付出代价。祖龙擎天指！李公子，还请手下留情。若是以前，我对你还有所忌惮，可现在，你能奈我何？祖龙吟，退！不好！林峰，竟敢废我丹田，碎我武魂，我将你碎尸万段！三公子，风叔，给我废了他！林峰实力已今非昔比，当下形势与我们不利，不如先行撤退。等回了皇都，将此事禀告王爷，自有人替三公子你报仇。林峰，这仇我记住了。我有让你们走吗？林峰，你得寸进尺。你的确是个天才，可这终究是青龙王朝，是秦氏的天下。秦红乃是皇孙，你若敢杀他，只怕青龙王朝将再无你立足之地。哼，若是让镇南王知道他儿子欲迫害良家妇女，你说他会不会亲自出手？毕竟此事传出去，镇南王还有资格争夺储君之位吗？你究竟想怎么样？我说过，今日你们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秦红已废，可是还有你慕容峰。当初若不是司徒沧海出手，我可已是你的刀下亡魂了呀！你想废我修为？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放妄！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那就休怪我不留情面。将三公子带走。你尽管全力出手，毕竟以后可就没机会了。飓风武魂，飓风化刃，飓风指。雕虫小技，准备好认输吧！大力神元武魂，神元运天掌。他的实力已经超越了风叔。飓风九掌。胜负
就在此时，深入飓风，移形换位，影杀！林峰，准备受死吧！林峰，风叔拥有飓风武魂，又掌握了风之真意，速度之快，同级当中无人可比。他这一门战技影杀，更是防不胜防。哼，林峰，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应对。主人，慕容峰本尊已锁定。哦，凭我冰焰之力，冰焰封天！喂！青龙之冰焰流星拳！神容于风，退！飓风盾！你以为你逃得了吗？大力神元，一化刀，以我天刀，诛邪灭魔！飓风掌！你居然领悟了一化刀的无上刀意，达到了天人合一之境。这是神武6重境修士才能掌控的武道真意呀！昔日你辱我林氏，今日便是你付出代价之时。林峰已经可比神武6重境了吗？这神武2重境的风叔就这么被废了？风少，求求你饶我一命，我再也不敢欺负你身边之人了。这次只是给你们一个教训，若再有下次，绝不饶恕。滚！是，我绝不敢了。公子，我们要将此事禀告王爷吗？你想害死我？此事绝不可外传。若让父王知道我得罪了这种旷世奇才，他非打断我腿不可。雪月妹妹，你来了。林峰哥哥，让你久等了。完婚？雪月妹妹，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明白吗？没有了婚书，你我的婚约自然也就作废了。林峰，你肯出手相救，是心里还有我，对吗？遇到这种事情，哪怕是陌生人，我也会出手相助。你还是不肯原谅我，林峰，我才知道青衣曾经袭杀过你，我向你道歉，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想通过青虎为谭谭氏解决危机，让我拜入雷神宫。我错了，我后悔了，原谅我，我们重新来过，好吗？谭台青莲已经自杀，是他求我来救你。至于你，有些事情一旦发生，注定无法挽回。这里有几颗解毒丹和补元丹，以后的路你别再走错了。
林峰，我会让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这世间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此生我代代玄月陪你不嫁。哥，你和玄月姐姐真的没有可能了吗？有些伤口是无法彻底愈合的，有些事也注定难以重圆，当珍惜眼前人才是。天武7重境，以我现在的修为，也不知道能否闯入金龙榜前10。若是不能，我只能求黄爷爷给我一个进入雷神宫外门的名额了。以林峰的实力，他定能拜入雷神宫，或者我也可以凭家眷的身份与他同行。郡主，侯爷让您过去一趟。好，我知道了。护国公公孙远，他怎么来了？冰鸾见过爷爷、爹爹、娘亲。来，冰鸾，快见过你公孙爷爷和钱阳哥哥。冰鸾见过公孙爷爷。这个青年是谁？从未听闻护国公府有这么一个后辈。瞧他的气息，似乎比师尊还要强上几分。冰鸾呀，一年不见，你出落得亭亭玉立，真是有倾国倾城之姿了呀！钱阳还不见过你冰鸾妹妹，以后你们可是要携手共度余生啊！是爷爷，公孙钱阳见过冰鸾妹妹。爷爷、爹爹，这是怎么回事？冰鸾，你公孙爷爷是特地带着钱阳来提亲的。钱阳的父亲在20年前就拜入了雷神宫，钱阳从小就在天外天长大，此番还是第一次回故土。爷爷打算让你们尽早成亲，然后一起去天外天，如此你也可以凭借家眷的身份进入雷神宫了。爷爷，冰鸾已心有所属，这门亲事恕我不能答应。休得胡闹！婚姻之事岂可儿戏？钱阳乃是雷神宫弟子，放眼青龙王朝，有几人可比呀？你嫁给他，以后便有机会踏足武道之巅。娘亲，你是知道的，女儿已有倾心之人，怎能嫁于他人？冰鸾，公公，我看此事能否暂缓？灵儿，你莫要跟着胡闹。钱阳贤侄是何等身份，冰鸾能与之共结连理是他的福气。年纪尚小，不懂世事也就罢了，你怎么能由着他胡来？娘亲，白三叔、秦伯母，你们莫要逼迫冰鸾妹妹。想来她是对我还不够了解，等我们多多接触后，她会改变主意的。贤侄所言在理，钱阳，你近期就住在我国公府，多和冰鸾亲近亲近。是。我家孙儿不仅觉醒了王阶8品的双子武魂，而且年方19，便已掌控了武道真意，迈入神武6重境，未来潜力不可限量。若与冰鸾结为连理，今后必可生出天之骄子，名震天外天。那时，我们两家便能长盛不衰，鼎盛至极。护国公所言甚是，你们公孙氏的双子武魂独步天下，钱阳又掌控虎之真意，若再加上我白氏的冰之奥义，诞下拥有冰华奥义的绝世天骄，未来何愁不能傲视天下？王阶双武魂，便是在雷神宫亦是难得一见的。原来是想要借我壮大氏族，我不过是联姻工具。林峰，我该怎么办？
阿娘，我不要嫁给公孙乾阳。阿娘看那公孙公子也不错，未来必可成为一方顶级强者。阿娘，女儿只喜欢林峰一人，此生非他不嫁。你何必执着于他一人呢？如果不是林峰，我根本无法觉醒双武魂。若是那样，公孙氏也不会选择与我安国公府联姻。只有林峰才是真心待我，女儿非他不嫁。混账！难道阿爹和阿娘就不是真心待你？事到如今，为父也直说了，即使你不嫁公孙乾阳，为父也不会允许你嫁给林峰。为什么？林峰的父亲林长生当年触及了禁忌，被雷神宫除名。如今林峰又沾染上了上古禁忌之事，他们父子如此不知天高地厚，迟早引来大祸。是他们是天纵奇才又如何？他们能与天神抗衡吗？上古禁忌，你们是怕我和林峰在一起，会连累安国公府？不错，那件事连雷神宫都不敢沾身。冰鸾，听爹爹一句劝，忘记林峰吧。在神灵面前没收我们，便是整个青龙王朝皆为蝼蚁，弹指可灭。阿爹只想你平平安安过一生。这些天，你好好待在府中，和千阳培养感情吧。你这腰牌，为父收了。阿娘，若不是林峰，女儿宁可终身不嫁。我儿，你怎么就这么命苦呢？哥，这就是皇都吗？这是一条龙脉。龙脉，真如真龙盘踞。主人，下方检测到大量龙气，龙气中蕴藏着一股特殊力量，若主人能将之炼化，可使祖龙霸体更进一步。这龙脉内龙气弥漫，汇集于山间，似要化形，看来不久就能孕育出龙灵了。青龙皇室倒是好福气，有此龙脉，足以让其长盛不衰。走，我们去皇都看看。青龙皇城果然气势不凡。哥，皇城好热闹呀！那是自然，这里可是汇集着青龙王朝无数天才。是司徒先生。随我来。走。你终于来了，司徒先生，你引我来此可是有事？不错，事关冰鸾。他出事了。冰鸾被软禁在安国公府，他父亲要逼她嫁给护国公之孙公孙乾阳。这几日，他一直以泪洗面。为何会这样？因为公孙乾阳之父公孙旭20年前就拜入了雷神宫，而你和你父亲却触及了上古禁忌之事。安国公府不想和你沾染上关系。也是。有几人愿意惹祸上身？冰鸾怎么想？他愿意为你放弃一切，远走高飞，但你敢为了他闯安国公府，将他带走吗？只要冰鸾愿意，我自然是愿意带他走。只是你为何将这个消息告诉我？你在神龙谷与龙神联手诛杀了冥神，救了我，救了整个古神大陆，我欠你一命，这个恩情自然得还。再者，我也不想看到冰鸾痛苦一生。司徒先生大义，往后必有福报。想想龙神大人为了抵御民族，以身化阵，镇守戒壁3万年，可世人对此事却唯恐避之不及，当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龙神大人高义，可天下间又有几人真的能做到舍生忘死？还请前辈带路。
一切随我来。你怕？只要和哥哥在一起，小鱼什么也不怕。好，那我们便一起去安国公府走一趟。那便是安国公府了。你且以拜会九公主为由入府，这是九公主的信物。多谢司徒先生。故人之子前来拜访九公主。请进。有故人之子来访，既是故人之子，我们便去看看。冰鸾，你也一起去吧。嗯。林峰，林峰，你终于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事情我都知道了，一切有我。你就是林峰。龙山镇林长生之子林峰，见过武德侯、九公主。气度倒是不凡。是你安排的吧？林峰，你来我安国公府可是有事？回禀九公主，我与冰鸾郡主两情相悦，此番是为提亲而来，还望侯爷和公主成全。爹爹阿娘，还望你们成全女儿。啸天，你看这……此事非我能做主，得问过父亲才行。你要迎娶冰鸾？晚辈与冰鸾情投意合，还望国公成全。这是晚辈的聘礼单。林峰，你们父子不知天高地厚，执意触及上古禁忌。你想娶我白氏子女，简直是痴心妄想。父亲，依我看，直接将这林峰赶出去。不错，不然他迟早会为我族引来大祸。你们怎么能这么说我哥哥呢？如果不是我哥哥在神龙谷唤醒了龙神，诛灭了民族神教，青龙王朝都可能将要覆灭。你们却说我哥哥是灾星，简直忘恩负义。上门提亲是晚辈的礼数，这些聘礼也是晚辈的一份心意。但若是你们执意棒打鸳鸯，就别怪晚辈失礼了。你想干什么？狂妄的小子！当我安国公府是什么地方？啸天乃是神武同境，心念一动，武艺化形，绝非常人可比。小子，敢在我安国公府放肆，且看你如何抵挡这冰锥之力！伏龙之旋，吞纳天地。好恐怖的吞噬之力！这就是真龙神通吗？林峰，你莫以为自己获得了龙神传承，就可以在我安国公府放肆了？放肆不敢当，只是我绝不允许有人拆散我和冰鸾。这小子是完全没将我安国公府放在眼里啊！一起出手，将他拿下！来者即为客，你们动不动就打打杀杀，成何体统？老大老二，你们先看看这份聘礼。啊，什么聘礼？居然让大哥你如此表情！老二，你看看。小天，你也看看。父亲，您有何打算？林公子，此事甚大，容我等商议一番再做决定，如何？好。来人，先带林公子和林小姐下去休息。太古凝血诀是圣阶功法，若得此功法，我族必可天骄辈出，成为青龙王朝第一氏族。话虽如此，
可是林峰他触及了上古的禁忌，终究是个隐患。此事其实也无需太过担忧。据我所知，雷神宫还是有人支持林长生的，只是林长生执意要退出，才会被除名。何况那么多年过去，林氏不也相安无事？父亲，以孩儿之见，可暂时答应林峰。暂时？白爷爷，不可！钱阳来了呀！白爷爷，我护国公府已经提亲，怎可让冰鸾另嫁他人？先知莫急，实在是冰鸾和这林峰两情相悦，我们也没有办法呀。白爷爷，钱阳奉劝诸位女，林长生不仅被雷神宫除名，他在天外天也树敌不少。哪怕林峰天赋异禀，将来入了雷神宫，也不见得能长久待下去。你们白氏族人很有可能会被林长生的敌人牵灭，而我却不一样。我母亲不仅是雷神宫弟子，还是天外天古族，岂是那随时可能丧命的林峰能比？我家公子提亲在先，你们若将郡主许给林峰，就是辱我公子，我等绝不向把他羞辱。神武第一重定，不愧是来自天外天的强者，仅仅是护卫，就可比青楼王朝顶尖修士。你们先提亲如何？郡主是我林峰的女人，这是他家，我看谁敢在这里放肆！是林峰，这小子好大的胆魄！他不知道公孙乾阳的身份吗？哪来的狂妄小子？你就是林长生之子，林峰。正是。早就听说你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今日一见的确气度不凡。不过你不适合冰鸾，你和他在一起，只会给他带来灾祸，而我就可以保护他。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评头论足。有个性，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与我一战，割舍你败，就离开冰鸾，你可敢？有何不敢？若你败，永远不许再打扰冰鸾，否则我必将让你付出100倍代价。我答应你，只是胜利会是我。既然如此，那么两位请入我府演武场一战。请。这林峰获得了龙神传承，公子何不让我直接出手？我先摸摸他的底子，届时你再出手，岂不更是万无一失？公子高明。想摸清楚我的底牌，不自量力。林峰，公孙乾阳从小在雷神宫长大，你可要小心啊。雷神宫弟子又如何？你且在旁边看着就是。哥，小心！父亲，据说公孙乾阳炼化了强大的天狼真火，战力之强，可堪比神武7重境。林峰虽然获得了龙神传承，但修炼时间太短，恐难胜此战。若是他战败，聘礼上的那些武学功法，可就泡汤了呀。是啊，若林峰战败，他定是不会将那些功法给我们的。你们稍安勿躁。林峰既然敢应战，将来自有过人之处。林峰曾战胜过神武境的淳于越，应该有几分底蕴。我对林峰有信心，我只是伤怀，这些亲人原来只是将我当成交换利益的筹码。我儿，皇族女子生来受诸多束缚，你想掌控命运，就只有自己变强。娘亲，天地之大，什么修为又才能算是强者呢？林峰，我来青龙王朝才几日，就已听说你乃旷世奇才，天资尤甚你父。今日有缘一战，你全力出手便是，也好让我见识见识。所谓绝世天资，如之武魂，出
主人，这是双子武魂，拥有和本尊相同战力。倒是奇妙。宁我武魂，大力神元。光闪烁，这是王阶的大力神元。不，这神元武魂头顶有神通之环悬浮，是皇阶武魂的象征。这小子的确是个天才，就算放在雷神宫，也会得到重点培养。这是圣阶武魂才有的武魂洞天，看来传闻是真的。小小的青龙王朝，居然诱出了这样的天骄。本以为是夸大其词，不想你真有不凡天资。只是你才觉醒武，又能掌控几分武魂神通？你我第一战绩，大街小地。祖龙气海全开，宁我祖龙之气，祖龙之八荒六合掌。这是真龙宝术，你果然获得了龙神传承。宁我第二战绩，以一化形，天狼青焰掌，一掌本八荒。这天狼青炎乃是公子炼化了母族的真火所成，威力之强，可熔炼极品灵兵。冰鸾，林峰能应付吗？我相信林峰。天龙是火。以一化剑，剑灭流星，覆灭山河。起我武魂之力，凝神元法身，六臂天元现。这就是魂环自带的武魂神通吗？不愧为圣阶武魂，生来就注定成为王者。大力神元，凝我冰焰八荒掌，一念封天。元天断。雷神宫弟子不过如此。这才过了2个月而已，林峰的实力居然已经强悍至此了。如此修炼速度，谁人可比？你的确很强，但刚才我未尽全力，只是热身而已。接下来就让你见识见识真正的实力。给我天狼真火，凝我神通，青焰化海，焚尽山与河。公子炼化这天狼真火，是涅槃境强者所留。如今他全力出手，谁人可挡？以意化真形，青焰天狼变。凝无神通，天狼吞月。幽真影剑意，冰凉相见，炎霸变激发。已无意义，神元之力为基，凝我天刀。这小子，天刀斩，一刀断苍来。天狼遁雷。可恶！看你如何抵挡我另外2大杀招。大力神元，冰雨封天掌。祖龙霸体日，冰焰流星拳。
正阶武魂的力量强大至此吗？林峰居然击败了公子！林峰不愧为旷世奇才，瞧他这模样，似乎还没有尽全力啊！如此天骄，千年也是难得一见。哎，可惜了，他触及了上古禁忌之事，不然我非得把自家女儿嫁给他不可。若非如此，怕是雷神宫也会竭力培养吧。他们父子太过偏执，终究会引来大祸。爹爹，若非龙族先辈以身为阵，镇守边荒，哪有我们现在的岁月静好？林峰和他父亲乃是心有大义，才会为这些先辈鸣不平。你怎能说他们偏执？林长生和林峰本是天之骄子，若不插手上古之事，完全可以成为天地间的至强者。可是他们为了大义，不计前程，硬汉强权，这样的人，当时又能有几个啊？你们如今是觉得我错了吗？还不是希望你们能平安一生吗？我愿意和林峰同生共死。我是何等有幸，才能遇到这样的天之骄子？你败了，从此以后不可再打扰冰鸾，否则我绝不饶恕。现在演败还早了些。天狼之爪，炸！哇！公孙乾阳动用了禁忌。林峰，哥哥，公子，这禁忌是涅槃境强者所留，足可灭杀神武8重境修士。祖龙吟。以无魂力为刀，一刀斩魂。这是灵魂攻击。就你也想偷袭我？林峰，你居然敢伤我家公子！想杀我，你还不够格！欺我祖龙之谋，诛天！那是神魔吗？太好了，哥哥没事。你这哥哥倒是有些手段。这小子居然还有这般能耐！这一击之力，几人可有？此战已胜，安国公是否该给一个答复了？凌风，你天资卓绝，冰鸾能嫁给你是她的福气，也是我安国公府的荣耀。只是你触及了上古禁忌，若是哪一天你触怒了天神，引来的滔天大祸，我安国公府只怕将如蝼蚁般被湮灭。纵使老夫有心，却不敢拿一族之人冒险，所以老夫决定将冰鸾逐出国公府，从白氏族谱除籍。他的事由他自己决定，你看如何？多谢爷爷。多谢安国公。先别谢老夫，那份礼单老夫还是要收的。礼单上的功法和灵粹，我自会如数奉上。如此甚好，此事老夫还需上表陛下。毕竟他是冰鸾的外公，只要他那边没有问题，事情就好办了。如此，便劳烦安国公了。好说好说，老大，你安排一下，让林公子暂且住入我的府中。是。
父亲，您为何要让冰鸾嫁给那林峰？哪怕您将冰鸾从白氏除籍，又能改变什么？若林峰真惹下大祸，外人又岂会管这么多？我白氏一样危矣。小天，够了！父亲自有考量。林长生之事，当年在天外天闹得沸沸扬扬，那些神灵有来我古神大陆诛灭林氏一族吗？林峰还不是成长的好好的。别以为我们真不知道，你不就是因为当年林长生处处压你一头，你心有芥蒂，才这般讨厌林峰吗？这些私人恩怨，岂有氏族发展重要？我没有。小天，你莫再多说了。林峰乃旷世奇才，天子尤甚其父。我们若能与之攀上关系，以后必受益无穷。这是我安国公府登上巅峰的机会。自古以来，哪个氏族的崛起不是用鲜血堆积而成？我们想要壮大，怎能不担负一点风险呢？可是，小天，你怕林峰为我族惹来大祸，那你就不怕惹怒林峰。神灵尚有天规约束，不敢贸然对凡人动手。他这种散修之人，可无任何约束。若林峰要动我白氏，你能抵挡吗？民族一直蠢蠢欲动，未来的天下注定不会太平。唯有依附强者，才能得以延续。林峰就是我们的机会，所以此事你休要再管。这次多亏司徒先生及时告知消息，才让我得以和冰鸾在一起。小友客气了，若非你实力惊人，国公也不会答应此事。师尊，你可知爹爹究竟为何如此反对我和林峰在一起？唉，此事就要从林峰父亲说起了。林长生精才绝艳，力压同代，当年哪个天才没有在他手上吃过亏？我爹爹和长生叔叔有过节。不仅如此，那时三大王朝的美人都对林长生倾心。若不是林长生一心向道，青龙王朝的驸马爷恐怕未必是你父亲。难道我安娘她也？往事如烟，有些事过去了也就无需再研究了。只是你今日废了公孙乾阳，只怕以后麻烦不少。其父母都是雷神宫弟子，在天外天根基极为雄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若他们来犯，我自然不会客气。公孙乾阳不顾道义袭杀哥哥，本就罪该万死。如今留他一命，已是手下留情。他们要是来犯，我绝不饶恕。这丫头也不简单啊！陛下口谕，选林峰入宫念圣。海公公，皇外祖对我和林峰的事是什么态度？陛下并没有多言，不过以陛下对郡主的宠爱，想来会成全你们的。走，我们去见皇外祖。郡主，陛下特地交代，郡主不能入宫。这是为何？陛下圣意，咱家也不敢妄自揣度。不妨，你别担心，我不会有事的。哥，我心有不安。陛下只说郡主不可陪同，可未提及我。我陪你一起去。那便劳烦海公公带路了。两位，请随咱家来。我在家里等你。好。林公子到了，请。哇，这就是青龙皇居住的地方吗？不对，青龙王朝以龙为名，青龙皇住所当为青龙宫或者是天龙宫才是。这里怎么会提着乾隆二字？哥。
看来你哥哥早就有所察觉，既来之则安之吧。乾隆殿，海公公，我们似乎走错地方了吧？哈哈哈，没错，就是这。你是何人？吾乃皇长孙秦子勋。你假传圣旨骗我来此，意欲何为？林公子说笑了，咱家可没有假传圣旨，咱家只是先带你来了东宫罢了。看来是早有预谋。哈哈哈，林公子，你莫慌，本宫只是想找你聊聊。我和你似乎并不熟。我们熟不熟不重要，重要的是，本宫对你在神龙殿获得的传承很感兴趣。青龙伏魔阵，起！他们这是要困住我们。青龙伏魔。你以为我林峰是那么好欺负吗？大地神元，领我天刀！这阵法之力达到了生物7重境以上。帮鼓掌！龙之冰焰掌！不好，是冰焰！你似是料到我会出手。这天下间还没有几件事情是我不知道的。你既然早知我的计划，为何还要来此送死？我不来这里，又怎么能揪出你？好一个将计就计！哈哈哈哈！林芳，我知道你是个天才，只是我这东宫大阵，哪怕是神武9重境修士，也插翅难逃。本宫给你一个机会，交出龙神传承，可留你们一命，不然你们兄妹皆要身陨于此。哼，我何须你给机会？祖龙气海！哎，这小子没有龙族血脉，却能凝聚真龙，一定掌控着真龙宝术。我们一起出手，催动大阵，将他拿下。好，一无青龙不魂。青龙伏魔，万龙杀！主人，这力量已经达到了神武8重境，你当以神魂之力竭力出手。以我魂力为引，龙气为基，引我神通，祖龙引，神元法身，6臂神元现。以我战绩，神元撼天掌。如此轻，就不能我们联手一起，全力出手！去！文帝先神为引，聚大阵之力，请要用敌我。青龙掌月，一掌震八荒。这一击之力达到了神武9重境，这些家伙是真动了杀心。既然如此，就让我来助你哥哥一臂之力。我神通，天狐掌术。林峰之妹竟有如此实力，接下来该轮到我出手了。祖龙之冰焰龙星拳，
大力飞元之人元运天掌，天龙盾，天龙爪。明明只是一个少年，怎么会强大至此？冰焰擎天指，你放，你敢！冰焰焚天，你想干什么？你说我要干什么？林峰，我可是皇长孙，你若动我分毫，青楼皇室必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皇长孙又如何？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却欲杀我夺宝，如此卑劣之人，即使是天皇贵胄，亦应受罚。天刀斩，一刀万沧海。别讲！老祖救我！小娃娃，在我皇宫伤我子孙，未免太不将我皇族放在眼里了。这俩超越了神武九重，祖龙之灵星碎须拳。我没事。好快的速度！没想到你居然还有如此宝器！拜见老祖！多谢老祖出手相救。前世老祖，主人，来者是半部涅槃境强者。怪不得他的武道真意已远超生武境。看来这林峰在神龙殿获得了不少宝物，当将之拿下。如此，或可助我踏足涅槃境。林峰，你的确是个天才，颇有你父亲当年风采。过刚易折，今日老朽就替你父亲好好管教你。以无刀引为引，引我天刀。刀断沧海，五龙擎天指，一指破天穹。螳臂挡车，看我掌碎山河！元运天掌，竟敢伤我哥哥，绝不饶你！九尾之力，九尾狐毛，天狐之爪，青龙出海。这丫头，莫非是上古神灵转世？青龙盾。哦，老祖，这丫头不简单，全力出手将之拿下，夺其道果，有血脉之意，取我青龙一脉，引我青龙法阵。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到底在颤抖啊！青龙皇室的天龙大阵被激活了！什么？这天龙大阵乃是护国大阵，100年来从未开启，今日怎么会突然激发？难道出了什么大事？那方向是东宫。林峰才进宫，难道和他有关？是林峰，他们说妹在东宫。真的是林峰，但他怎么会和东宫之人起冲突？这家伙在牵引龙脉之力加深，将他一举拿下。天虎掌月，一掌碎八荒。引我龙气，万龙飞天。这家伙的实力已经接近内盘境，那又如何？害我哥哥，我定要竭力阻止。可你的身体无法承受这种力量。玲珑法身，朝入。你且在一旁看着，这些坏人交给哥哥。小雨，你保护好我妹妹。是，主人。丫头，你要相信你哥哥。可是，你尽管放心，以你哥哥的实力，定能应付。万一有事，我也会竭力出手。青龙冲击波，深渊运天掌。那是骑士老祖。林峰在和皇族老祖交手。至尊老祖以龙脉之力出手，一击之力可比涅槃境。林峰怎么会惹上他们？想来皇长孙想夺取龙神传承。若皇长孙夺得龙神传承，便可一争储君之位了。那如今该怎么办？怀璧其罪，以林峰之才，以后一定还会遇到更多危机。他须得有足够的自保之力才行。区区神武境，即使觉醒了圣阶武魂又如何？绝对实力面前，天就亦为蝼蚁。退！居然还能站稳！有点意思。不过刚才那一击，我未用尽全力，接下来你可就没那么幸运了。龙脉之力尽加无甚。你的法身的确很强，但吾只需一刀，便可败你。以吾心神为引，驱发于天，9天神雷。发生什么事？为何天色巨变？好恐怖的天威！神灵降世，放动了天地之力，这怎么可能？哪怕是涅槃境修士，也无法引动如此浩瀚的天地为逆加身啊9天神雷，降！以我心神为引，天雷聚！在掌控雷霆。
绝不能让他凝聚雷霆之力。青龙掌，林峰正在凝聚天雷之力，根本无暇抵挡这一击啊！林峰，哥，你以为你能阻止我吗？啊！难道还有手段？弃我祖龙之矛！哦，诸天之矛！神龙摆尾！哇，好险！天雷化刀，无雷刀，一刀断乾坤。啊，哇！青龙盾！青龙宝锁，龙力化刃。青龙刃，一刀破山河。帮主啊！林峰这人强大至死了吧？来者何人？外公，陛下出手了！陛下可是涅槃境强者，这下事情闹大了。王爷爷，你是青龙皇？正是。你唤我入宫，却与东宫伏杀于我，这并非朕之本意，还望小友见谅。非你本意？东宫异动，你身为涅槃境强者，当早有感知，可却并未阻止，直到你秦氏老祖不敌，才出手相救。这一切，你如何解释？难道一切都是外公授意？这怎么可能？他明知我对林峰的心意。此事就算不是陛下的意思，但陛下的确是在坐山观斗。世人逐利，谁又能免？不，林峰就不一样，他几次三番不顾生死救我，若外公当真要为难他，我绝不会袖手旁观。怎么，陛下无话可说了？你在质问朕？皇爷爷，林峰胆大包天，对您出言不逊，其罪当诛。你为夺宝行卑鄙之事，才是当罪该罚。放肆！这青龙皇好强，涅槃境强者自然不是普通人可比。那哥哥他能敌得过吗？不急，你哥可没有那么简单。他若真的拼命，10个青龙皇也没有用。天雷刀，一刀断沧海。你的确有惊世之姿，同代无人可比。可此乃皇城，有我族先祖留下的龙脉大阵。朕若因龙脉之力加深，反手间就可以将你镇压于此。哼，那你何不试试看？朕不忍一代天骄就此夭折，故而愿意给你一个机会。你何不退一步？你秦氏有龙脉相助，的确可傲视群雄。但若你们只会以势压人，你秦氏江山终究将被颠覆。再者，龙脉之力又如何？无自可一刀破之。陛下是否要试试？这小子居然有如此自信，
难道他真的有把握与朕争锋不成？怎么，陛下不敢吗？皇爷爷在犹豫什么？为何不直接出手灭了林峰？陛下，这小子目无尊上，犯我皇位，当将之镇压于天龙炼狱。皇外祖，不可！够了，救赎祖，你还嫌不够丢人吗？从今天开始，你就去为龙牙死过吧，不得再入皇都。下，您封印了我的修为。来人，带救赎祖离开皇都。青龙皇倒是果决。诛杀一事是我皇室不对，如今朕已经做出处置，你是否也该退让一步了？废了真正主事之人修为，此事我便不再追究。皇爷爷，怎么，陛下不愿意？若是如此，那么我只能亲自出手了。子勋从小丧父，他之过，朕有责任。小友可否网开一面？从小丧父就可以杀人夺宝了吗？以示欺人者，莫说皇孙，便是神子，亦当为此付出代价，不然世间还有何公道可言？这林峰，好大的魄力！我辈修士就当如此。陛下还是快些做决定吧，整个皇都之人可都等着。好，朕就依你所求。不，皇爷爷，我可是您的亲孙子呀！子勋，你身为皇长孙，朕对你寄予厚望，可你却才德有失，不堪重用。今日你犯下大错，让我皇室颜面全无。朕若不罚，如何让天下归心？传朕旨意，废除皇长孙秦子勋皇旗，贬为庶民。老七、老14，你们身为皇室宗老，却跟着子勋为非作歹，一贬为庶人。你们不知罪。这里知错。林峰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居然让陛下不惜废掉皇室宗老！不只是因为林峰实力，这还关系着皇权威信。小友，你所受委屈，朕已为你主持公道。你也该入朕宫中，朕还有要事与你商议。哥，我和你一起去。好。有些胆魄，经历东宫一事，还敢就这么入我宫内？我连明神都见过，这天下间又有哪里不敢去？这是黄阶宝刀，乃我族宝器，内蕴真龙之力，算是朕对你的补偿吧。此刀不错，我就不客气了。你可还有什么所求？暂时没有了。你这小子，难道你不向朕提亲吗？陛下，冰鸾郡主我非娶不可，还望您成全。你这家伙，提亲也这么强势？罢了罢了，冰鸾这丫头从小就无法觉醒武魂，备受人冷眼。听说是你帮她觉醒的武魂？我只是为郡主寻来了龙血洗髓花，但最终是否能成功凝聚武魂，还是凭郡主自身的努力。龙血洗髓花虽强，却也无法为人凝聚双武魂。既然你不愿意说，朕也不多问。只是听说你获得了龙神传承，触及了上古禁忌，可有此事？不错，我答应了龙神前辈，要为龙族讨回公道。你可知道天外天雷神宫的开山老祖是谁？不知。其正是龙神敖擎天后裔
他们都对3万年前之事只字不提，你一个外人却要替他们讨回一个公道，你不觉得可笑吗？什么？天外天雷神宫的开山老祖是龙族后裔？难道是那些人？老十三，你还年轻，你带部分族人离去，为我族留下血脉。我龙族的天骄们，一定要好好活着，龙族的延续就靠你们了。大哥，保重。如你所想，当年龙族幸存之人，皆退入了天外天，但连他们都不愿意再提及的旧事，可想而知，此事水有多深。你一介凡人，又能如何？陛下是想让我放弃？不错，你觉醒了圣阶武魂，即使在天外天，也是难得一见的天骄。只要你不触碰上古之事，雷神宫必会重点培养你。届时，你或可踏足神道。抱歉，我既然答应了龙神前辈，就绝不会食言。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绝不放弃。3万年前龙族将士的血不能白流。这么做真的值得吗？我虽未入尘埃，可我心不灭，意志长存。哪怕踏破9天，也当为龙族讨回公道。如若不然，今后又有谁愿意走过苍山区？又有谁愿意负重前行？人气为真，挡我残躯，龙于阵图；挡我残躯，龙于阵图；挡我残躯，龙于阵图。即使龙族后裔忘记了初心，遗忘了先人洒在边荒之血，但我林峰绝不忘，也定不食言。看来你意已决，朕也就不再劝你了。只是朕希望，无论如何，你能够保护好冰鸾。我一定会的。朕再赏你一个恩典，允你们兄妹入我龙脉修炼。随朕来吧。这就是龙脉地窟。好浓郁的龙气，此乃我皇族禁地，只有龙皇才可入此修炼。今日朕可是为了你们破了例。多谢青龙皇。此寻伏杀于你，并非朕之本意。朕迟迟不出手，只是想看看你有几分实力罢了。如此，才能放心将冰鸾交给你。我知道。你是知今日动静过大，若朕一时心软，放过子勋，民心将乱。你倒是个人精。说起来，我青龙皇室一脉也算是龙族后裔，只是血脉稀薄，这才被留在这里执掌一方。没想到青龙皇室也是龙族后裔。好了，你们便好好在此修炼，夯实根基，如此才能有足够底气，在天外天立足。这里蕴含极为浓郁的龙脉精气，正适合我提升祖龙炼体诀。以无身为炉，天地龙气，尽加无身。外公，林峰呢？朕让他入龙脉地窟修炼了。怎么，你以为朕是想囚禁他不成？哪里，冰鸾只是怕林峰脾气不好，冲撞了外公。你这丫头嘴真甜。走，陪朕出去走走。
开辟了168个祖龙气来。如今，就算我不牵引9天神雷，也完全可以和那秦氏老祖一战了。恭喜主人达到了半步涅槃境实力。只可惜这里的龙气已经无法助我进一步开辟气海了。这里龙气浓郁，想来能孕育出不少天才地宝。您我龙谋之力，天也！哎，龙晶火莲，这种火莲上精气化形，还孕育出了龙炎天火，至少是1000年宝药。这龙莲上的真火，居然已经孕育出了灵性。祖龙气海，哎，天龙赤火诀，混！我体内的龙炎达到了半步涅槃境级别。若将这龙炎炼化，我的神魂之力也将倍增。若主人的神魂之力变强，那牵引而来的9天神雷也将更加强大。若武魂如人之宝藏，那魂力就是打开宝藏的钥匙。只有强大的魂力，才能将功法神通发挥到极致。啊，那是主人，这是龙元精金，可以助你完善祖龙炼体诀，练就真正的霸体金身。若小雨能以此精金重塑躯壳，也将练就金身。天助你！主人，您可以在火海内借助火炎之力，一举练就祖龙霸体金身。好，祖龙炼体诀，以身为炉，熔金化液，龙于我身。主人，快以心神为引，牵引冰焰包裹这些精液。金龙榜之争将要开启，林峰却迟迟没有露面，难道他被陛下囚禁在宫中了？林峰让皇室颜面尽失，或许真被陛下拿下了。唉，可惜，若林峰在，必然可以夺得金龙榜之冠。不见得，你们忘记了20年前林长生是怎么失去金龙榜之冠的吗？林长生，唉，可惜他被天外天的人暗算，不然必可夺冠。据说这次天外天也派了天才来参加金龙榜之战。天外天的人太可耻了，明明不是我3大王朝之人，却屡番前来抢夺名额。不错，他们要是有本事，可以直接参加天外天的选拔战呀。这是怎么了？天海，林峰不仅废了钱阳修为，还伤了他的灵魂，你可一定要替钱阳报仇雪恨呐！这林峰明知钱阳是雷神宫弟子，还敢下如此重手，简直胆大妄为！我定会好好教训他。林峰，你等着，老夫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兰姨，事情可调查清楚了。圣女，这是关于他的信息。林峰，短短1个月内修为突飞猛进，如有神相助。这是他最近的画像。像，太像了。林峰学长，是你吗？16年了，我终于可再见故人。霸体金身成！恭喜主人练就霸体金身，如今主人的体魄强悍如王冰，已可接下涅槃境一击之力了。你也不错，不仅练就紫金躯体，实力也进一步提升。谢谢主人夸奖。不知小鱼修炼的如何了？
哥，小鱼，哥哥这里有几颗龙莲子，可助你提升魂力，还有一些龙晶，可让你练就金身，但过程十分痛苦，你愿意一试吗？龙莲子，小气，反正你妹妹也会给我，何必分得这么清楚？哥，只要能提升实力，再苦小鱼都不怕。好，这是炼体的功法。霸体金身诀，好玄妙的功法。就是神级功法，若你练成此法，便可承载我更多的力量。真的吗？那是自然，有我庇护，你大可放心修炼。雷神宫强者将在皇城飞龙台讲道，我们快去赴会。雷神宫可是有真神坐镇的武道圣地，此行必能让我获益匪浅。一群蝼蚁也妄想登天！有人来了。青龙皇，参见陛下。你们的实力似乎提升了不少啊。略有提升而已。不对，龙脉之中的龙气怎么如此稀薄了？是你将这些龙气全部炼化了？我不知不觉就……这才10天呀，你就将此间积蓄了10年的龙气炼化了？你修炼的究竟是什么功法？居然如此恐怖！可能我比较天赋异禀吧。哎呀，真后悔让你入此修炼。陛下来此是有事相告吗？雷神宫负责挑选弟子的人已经来了，今日他们将在皇城飞龙台讲道，3大王朝的天才都会去。你既然要去天外天，正好借此先接触一下他们。好，那我就去会会他们。林峰，你没事吧？我自然没事。你这丫头，莫不是以为朕会欺负你的情郎？哪有？冰鸾只是怕他在龙脉当中有什么危险。哎，女大不中留啊！行了，你们一起去飞龙台吧，讲道也快开始了。武道真意乃武道之根基，尔等只需记住老夫刚才所言，用心参悟，必能有所提升。多谢薛老，我等解惑。薛老此番解惑，让在下对武道有了更深的感悟。当为无师，请受在下一拜。薛老多礼，各位无需多礼，武道漫漫，3人行必有我师。此番与诸君交流，老夫也获益匪浅。不愧为雷神宫之士，如此气度，几人可仰？不错，雷神宫不愧为武道圣地。雷神宫的确不凡。清月，你打算入雷神宫吗？进入内门的名额才10个，想要冲入金龙榜前10，可没那么容易。入不了内门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向父王申请了进入外门的名额。反正雷神宫内有我秦氏之人，届时有他们照顾，定也能受益匪浅。也是，我先试试能不能闯入前10，如若失败，我也谁解入外门。这才对。若不能攀上武道巅峰，寿元便只有100-200年。可一旦迈入涅槃境，寿元便将倍增。世俗中的荣华富贵，哪有正道长生美妙？怎么林峰还没有出现？父王说，风少进入了皇室禁地修炼，他现在好着呢。真的？是啊，才2个月不见，这家伙就已经能和皇爷爷争锋了。真不知道他从禁地出来后，实力会达到何种地步。这家伙真是一个妖孽。此次老夫还有一事要与诸君商议。薛老有事，但说无妨。对，薛老有事，直说便可。此次金龙榜之战，我身后这5位天骄也将参加。什么？这5人也参加金龙榜之战？他们不是天外天的天骄吗？
这5人都有神武星修为，若他们参战，谁能与之争锋？5人，薛老，这人数会不会太多了？雷神宫只给了我们3大王朝10个名额，你们若占去5个，我们的天骄该如何是好？是啊，这人数实在是太多了。我说天外天的人为什么给我们讲解武道奥义？原来是为了夺取我们的名额呀！我苦苦修炼，只为能拜入雷神宫。他们这是要绝我生路啊！怎么办？这些蛮夷似乎不愿意让出名额。无妨，一群蝼蚁罢了，只要给他们一点甜头，他们自然会妥协。何况，就算他们不想妥协，又能怎么样？雷神宫里那可都是我们的人啊！也是。上。林峰，你来了。见过皇爷。怎么这般气愤？是出了什么事吗？天外天之人想借3大王朝的名额拜入雷神宫内，说要派出5人参加金龙榜。天外天古族林立，天骄辈出，竞争极大，只有万中无一的天之骄子方能拜入雷神宫内门。一些实力稍逊之人就只能另寻他法，比如来我古神大陆占用名额。我们的名额本来就少，他们这等于是一下就占据了5个。20年前，他们就曾占用我3大王朝2个名额，没想到这次他们变本加厉，长此下去，我古神大陆的天骄只怕再也无法拜入雷神宫内门了。20年前，那岂非正是我父亲参与的那一届？20年前，你父亲拼力与天外天之人争夺金榜第1名，天外天之人却忽然找借口叫停了比赛，还派人偷袭你父亲，使其重伤，他这才屈居第2。当年竟有如此隐情，那今日就新仇旧恨一起算，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古神大陆之威。